深夜的百里家突然传出一阵凄厉的喊声，百里云发了疯一样寻找母亲，谁也没想到这里竟然出大事了。可还没等他冲进去，父亲却冷冰冰地拦住了所有人，让他立刻闭嘴，赶紧滚出这里。百里云彻底愣住了，这可是自己的亲生母亲。父亲不仅要封锁消息，甚至还当众宣布百里家绝不准提报仇的事。这一句话让百里云彻底心凉了。百里云怎么也没想到，父亲竟然能说出这种话，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家族，其实就是想让这件事彻底翻篇。父亲冷冷地盯着他，警告他不要乱来，更不准提报仇2个字。百里云彻底爆发了，他指着这个所谓的家主，大声质问他连自己妻子的仇都不敢报，到底还算不算个男人？这一刻，百里云看清了眼前的真相，这个家已经没救了。百里云头也不回地走了，这个所谓的家，他已经没有任何留恋了。既然这里给不了公道，那就自己去拿。他很清楚，现在的自己还太弱小，根本没法报仇。他必须变得比谁都强，强到没人敢再看不起他。他要在外面建立自己的势力，招揽属于自己的部下。等时机成熟的那一天，他会重新杀回来。不管是害死母亲的凶手，还是那些知情却闭嘴的帮凶，一个也跑不了。他要让这些人全部付出代价，哪怕要花上几10年，这笔账他也一定要算清楚。转眼12年过去了，当年的少年已经彻底变了样，而这一场大火才刚刚开始。壮汉跪在地上拼命求饶，说自己真的知道错了，只要能保住命，什么条件他都愿意答应。百里云看着手里的血剑，语气平静的让人发毛。他说自己确实有件想要的东西，至于是什么，恐怕对方根本给不起。壮汉还以为自己稳操胜券，大方地问百里云想要什么，结果百里云笑着回了一句：“我要你的命。”这话一出，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。对方还以为这是个冷笑话，可百里云根本没打算跟他幽默。既然不肯主动给，那就只能亲自动手拿了。百里云直接拔剑，局面瞬间失控。壮汉彻底炸毛了，咆哮着要让百里云死无全尸。可他还没看清动作，百里云已经到了身后。你这嘴跟你的长相一样让人恶心。这一下砸的可不轻，壮汉直接陷进了废墟里。换做一般人，这会儿早就没命了。可这家伙还没死透，竟然还想着反扑，叫嚣着要把百里云的脑袋送去武林盟领赏。面对这种临死挣扎，百里云根本没当回事。既然对方这么急着送死，那就彻底做个了断。胜负只在一瞬间。这一剑过后，所有的嚣张都成了碎片。看着眼前的漫天大火，这场闹剧总算彻底烧成了灰。慕容慧妍走上前，把早就准备好的东西递了过去，说这是上面交代好的，事成之后一定要亲手交给他。百里云回过头，满脸是血，却笑得格外灿烂。他说辛苦了，谢谢你等我这么久。这副样子配上这种笑容，真是让人心里直发毛。慕容慧妍看他满脸是血，赶紧让他先擦擦脸。百里云道是一脸不在乎，随手一抹，心思全在刚拿到的卷轴上。他盯着卷轴看了半天，自言自语说：“这到底是结束还是另一个开始？”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，他随手把卷轴扔了回去，让慕容慧妍把这东西送去武林盟。接着他居然大喊一声：“老子要退休了！”慕容慧妍都听愣了，问他是不是打算回老家。百里云头也不回的往前走，说他在武林盟想做的事已经全办完了。慕容慧妍追在后面问：“队长，等以后我也退休了，能不能去投奔你？”百里云笑了笑说：“当然可以，要是哪天你闲得发慌，尽管来找我。”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他索性停下脚步，大方方留了个地址：湖北华龙县。画面一转，他已经坐在了远行的船上，看着两岸的青山。这一路走来，确实经历了太多。当初为了变强离开家族，一头扎进武林盟，拼了这么多年，现在总算能回去了。这趟漫长的旅程终于要画上句号了。凭着自创的武艺，百里云硬是闯出了名堂，一路做到了队长的位置。这一干就是整整12年。现在他终于等到了机会，要回去自立门户了。这么多年攒下的家底，总算够买下一座像样的大宅子。更巧的是，心仪的房产正好就在这时候开卖。这运气简直是爆棚了，一切都顺利的不可思议。坐在回乡的船上，他越想越美，觉得连老天爷都在帮自己。这下他是真的憋不住了，直接在船头放声大笑。这江湖路远，他的时代才刚刚开始。百里云在船上笑得停不下来，船夫一边划船一边犯嘀咕，心想这小伙子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，怎么一上船就跟捡了宝似的。百里云赶紧解释说，自己这是要去签合同买大宅子，为了实现这辈子的梦想，他要回去开宗立派当宗主了。船夫听完心里咯噔一下，这附近卖的大宅子可就那一处，该不会是传闻中闹鬼的那间吧？看百里云问起，船夫赶紧打个哈哈，祝他以后开宗大吉。有些话他实在是不敢乱说。百里云道是一点没察觉，觉得现在万事大吉，只要签了字，这宗主的位置就算稳了。可他哪知道这便宜宅子背后的水深着呢？百里云站在大门口，整个人直接傻眼了。这就是他心心念念的大宅子。看着眼前这副破败样，他火气蹭的一下就上来了，一把就住宜良的领子：“你是不是觉得我好糊弄？拿这种荒郊废墟来坑我？”宜良吓得连声求饶，说这地方虽然看着旧了点，但底子绝对是好的，求他先往里走走看。两人走进院子，里面到处是杂草和灰尘，这哪是能住人的地方，简直就是个荒废多年的烂摊子。宜良还在旁边不停地推销，说这里足足有45间房，还有5个宽敞的练武场，只要稍微打扫一下，绝对气派。可百里云心里清楚，这便宜果然没那么好占。这地方大得离谱，百里云越看越觉得不对劲。他盯着宜良问：“这宅子以前到底是干嘛的？”宜良支支吾吾，只说这地方历史悠久，
绝对是开宗立派的风水宝地。百里云可不傻，这便宜占得让人心里发毛。他直接把话挑明了，这宅子到底有什么猫腻？宜良这下瞒不住了，只能压低声音说了实话。原来这宅子有个邪门的传闻，之前买下这里的几任房主全都没能活过第一晚，而且死状极其诡异，身上没伤口也没中毒，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断了气。所以这地方是远近闻名的凶宅。这下百里云总算知道为什么价格会低得这么离谱了。这种闹鬼的破地方，你居然也敢卖给我？百里云这下是真的动了火气。宜良为了保命，价格一降再降，最后直接给出了个骨折价，只要市场价的1/4。谁能想到百里云一听这价格，态度立马180度大转弯。早说这么便宜不就结了？他二话不说掏出钱袋，两人当场钱货两清。宜良把房契递过去的时候，那动作快得生怕他反悔。可房契刚一到手，百里云盯着上面的字突然停住了。宜良心虚的问是不是有问题，他只是打个哈哈说没事。宜良把房契一交，脚底抹油就想溜，临走前还不忘阴阳怪气一句，说要是明天你还活着再来找我。百里云道是一脸淡定，随口应了一声，根本没把这警告当回事。等人走远了，这小子直接原地起飞，什么凶宅不凶宅的，在他眼里这可是白捡的大便宜。这么大的地方，开宗立派指日可待。他已经开始幻想自己当上宗主后的威风样了。结果刚准备大干一场，伸手这么一拍，好家伙，这宅子比他想的还要弱不禁风，哗啦一声，整个屋顶直接塌了。忙活了大半天，百里云总算把外头收拾干净了，现在就剩最后的大殿。他推门进去，本以为里面全是灰尘，结果一抬头，大厅正中央居然摆着个大家伙。这看起来像是前任房主留下的，估计当时跑得太急，连随身兵器都顾不上带了。百里云凑近一看，这成色拿去卖了，肯定能换不少钱。他正美滋滋的盘算着，觉得自己这波是捡到宝了。刚碰那把剑，百里云就被拽进了一个奇怪的空间，看着周围白茫茫的一片，他也是一脸懵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面前突然跳出一个系统光幕，说他开宗立派的资质是2级，居然还是历史最高分。可这凡尔赛还没过3秒，系统就开始搞事情了。因为表现太优秀，试炼难度竟然当场加码。就在这一瞬间，他全明白了，原来这就是那个杀死了所有前任主人的原因。既然知道了真相，百里云反而不慌了，他嘴角微微一勾，这下事情变得有意思了。刚才那个铁球果然是陷阱，系统提示测试正式开始，难度直接拉满。百里云冷笑一声，既然要玩，那就陪你玩到底。他不仅没打算躲，反而要正面硬碰硬，毕竟当年的武林盟队长可不是白当的。就在他准备大显身手，把这些机关全部拆掉的时候，局面却突然卡壳了。他愣在原地，发现事情好像有点不对劲，这地狱难度的攻击确实有点不讲道理。百里云被这股劲头直接掀翻了出去，好不容易停下来，他低头一看，手里的剑已经彻底崩了。这可是他刚捡到的宝贝，正心疼呢，面前突然又掉下来一把，这次居然是干长家伙。百里云顺手接住，看来这系统还算有点良心，知道剑断了得给补货。既然兵器换了，那这局他可就不客气了。既然攻击没追到这儿，事情就简单了。百里云一眼就看穿，对面肯定藏着什么宝贝，他二话不说，直接奔着终点去了。谁能想到，眼看就要冲到头了，地上突然冒出一排铁疙瘩，这阵仗明显是不想让他过去。百里云这下也愣在原地，还没等他站稳，对面的机关就开始发疯了，无数铁球像暴雨一样砸过来，根本不给人喘气的机会。换了长家伙就是不一样，百里手里的长杆舞得密不透风，硬是在这死局里强行撕开了一道口子。他这一嗓子吼出来，整个人直接顶起火力硬刚。他身形一晃，流月步直接拉满，整个人快得只剩下残影。紧接着幻影领域全开，他已经完全掌握了节奏。最后这一记星月斩威力大的惊人，这是要把整个试炼场都给彻底掀翻了。这一招威力确实猛，眼前的屏障被硬生生轰成了碎片。百里落地还没站稳，心里还在犯嘀咕，明明感觉还有铁球没处理完，怎么战斗就停了？他还没回过神，手里的武器就开始不对劲了，竟然一点点化成了灰。就在这时，系统提示突然跳了出来，这场要命的试炼竟然就这么结束了。这一仗总算打完了。百里看着周围，发现这地方竟然在自动翻新，看来通过试炼之后，所有的权限都对他开放了。还没等他歇口气，半空中突然冒出一道金光，一把长剑就这么送到了面前。结果系统又出了个新花样，非要让他给这地方起个名。百里嘿嘿一笑，看来他心里早就想好叫什么了。百里想了半天，既然要起名，那就叫一天门好了，这名字听着就带劲。系统动作倒是挺快，立马就登记成功了。他手心还多了个天字标记，看来这掌门的身份这下是彻底跑不了了。既然地盘已经到手，百里打算先清理一下门户。他对着空荡荡的院子大喊，管你是鬼还是神，赶紧给我现身。结果鬼没等来，系统倒是又整了个大活，宗门系统竟然在这时候开启了。这一大早的百里就跟炸了毛一样，直接冲进屋子找姨良算账。姨良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一把揪住了衣领。百里现在满脑子都是火气，质问他为什么没提前打招呼。原来从昨晚开始，就有个奇怪的东西一直跟着他，甩都甩不掉，这到底是个什么鬼玩意？可在姨良眼里面前，分明什么都没有。他甚至怀疑百里是不是昨晚把脑子摔坏了。百里这下是真的没耐心了，直接放狠话要收回宅子。姨良吓得连声求饶，这地方他现在可绝对不能丢。
既然要准备开宗大典，那门面功夫肯定得做足。百里打算先定做20套制服，可没想到找个裁缝都这么难。姨良提醒说，这里的布庄可不好惹，因为他们正忙着抢一桩大生意，目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黄龙厅，那可是几代人都给皇室供货的巨头。这流言蜚语传得满大街都是，百里越听越觉得不对劲，盯着面前的人质问：“这谣言是不是你小子放出去的？”没想到姨良这脸皮是真的厚，居然说这是在给宗门免费打广告，还狡辩说既然人现在还活着，就说明那地方压根没危险。百里这下彻底炸了，当初要不是听了这家伙的忽悠，谁会去住那种闹鬼的凶宅？这生意看来是没法做了，这种坑人的合作伙伴，还是趁早散伙比较好。百里本想高高兴兴去买衣服，结果连大门都没进去，就直接吃了个闭门羹。店主态度硬得像块石头，不仅不卖东西，还要他赶紧滚蛋，甚至直接拿东西往他脸上砸。原来那个住凶宅的倒霉蛋名号早就传遍了整个大街小巷，这下好了，还没开宗立派呢，名声就已经彻底臭了。他正琢磨着怎么挽回形象，结果旁边突然传来一声怒吼，这又是出什么事了？街上突然乱成一团，一个小孩死死拽着男人不放，哭喊着让他还钱救命，说这帮人全是大骗子。原来男人收了人家的救命钱，结果却根本不办事。眼看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他这下是真的急了。就在这时，男人竟然想直接动手，把这个麻烦彻底解决掉。这帮地痞流氓是真的狠，对着老人和孩子也要下死手，还大言不惭地说是对方逼他见血的。就在刀要落下的那一刻，百里突然在身后喊了一嗓子，还没等对方回过头，直接一招就把人给掀翻了。这下剩下的几个人全懵了，壮着胆子问他到底是谁。百里却表现得很淡定，他说自己的名字虽然不响亮，但既然有人问了，还是得礼貌回一下。百里直接报上了名号，说自己是一天门的门主。可这名字一出，对方不仅没听过，甚至还笑出了声，觉得一个听都没听过的小门派，居然也敢来管白剑门的闲事。对方二话不说，直接冲了上来。结果呢，百里连眼都没眨一下，身形一闪，瞬间就分出了胜负。刚才还嚣张的不行的家伙，现在只能躺在地上惨叫。他最后留下了一句话：永远不要只靠门派的名气去衡量一个人的实力。百里冷冷地丢下一句话，连对手的底细都没摸清，就敢随便在这儿撒野，这简直就是自寻死路。对方这下彻底破防了，一边冲过来一边疯狂叫嚣，问他是不是想跟白剑门作对，还想拿背后的势力来压人。可他显然打错了算盘，这种威胁对百里来说压根一点用都没有。就在两人错身的瞬间，百里反手就是一记重击，只留下了3个字：我不在乎，管你是什么名门大派，在他眼里通通都不够看。江湖传闻又整了大活，说武林盟的前队长买了个凶宅。百里听完直接无语了，这离谱的谣言到底传了多远？就因为这破事，他现在连宗门的制服都订不着，心情简直差到了极点。他指着对面的白剑门弟子，别在背后嚼舌根了，有本事直接动手。对方哪受得了这种挑衅，叫嚣着要给他点教训，直接拔剑冲了上来。既然想打，那就直接开练。这一场都怕是躲不掉了。对方本以为能靠人数占便宜，结果百里直接现场秀了一波身法，任凭对方怎么挥剑，硬是连他的衣角都没摸着。就在对方露出破绽的一瞬间，他反手就是一记重击。刚才还嚣张的白剑门弟子，这下直接被打飞了出去。百里拍了拍手，语气平淡地说：既然你们想玩真的，那这就是正式的挑战了。他单手握住重剑，眼神里透出一股寒意，要是还不服气，随时来一天门找我。这句话一出，全场瞬间安静了。这下谁还敢说一天门是无名小卒？白剑门的人也就这点本事，临走前除了放2句狠话，压根不敢多停留1秒。百里连看都懒得看他们。就在他发愁制服没着落时，旁边的小男孩突然凑了过来，说他能搞定制服的事，这简直是瞌睡送枕头。可还没等百里高兴太久，这孩子突然整了这么一出，他直接开口求救命，说只要能救人，让他干什么都行。这下轮到百里坐不住了，本以为是天上掉馅饼，结果这馅饼后面还跟着个大麻烦，这忙到底是帮还是不帮？事情一下子变得复杂了。就在百里犹豫的时候，系统突然又整了个大活，提示发现了一个3级贸易目标，这评价可不算低。听小男孩说，他姐姐的手艺方圆百里都没得说，可惜父母走得早，姐姐最近还染上了一种手脚冰凉的怪病。正说着，隔壁村的布店老板也凑了过来，证实这姑娘确实是个天才裁缝，可惜已经好几天没露面了。看来系统这次没坑人，这姑娘确实是个宝贝，只要能把她的命救回来，宗门制服的事肯定就有戏了。跟着瑞宇一路小跑，终于到了他们住的地方。这房子破得跟危房没区别，百里真怕他随时会塌。结果男孩进门就大喊说带了个抓鬼的大师回来，这一下把百里都整不会了。他刚想解释自己不是抓鬼的，可等他看清屋里的情况，整个人直接定在了原地。只见这姑娘正对着一堆大火，像是要把自己烧着了一样。明明火势这么猛，她却还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。你是谁？眼前这一幕简直离谱，西华把手脚都快伸进火堆里了，可皮肤竟然一点都没烧伤，这火对他来说好像根本没温度。系统这时候也给出了提示，他体内的寒气正在疯狂爆发。百里赶紧亮明身份，说自己是受他弟弟瑞宇所托，特意过来帮忙的。西华这才停下动作，无奈地说，如果不靠这炉火压着，他整个人都要被冻透了。看来这病比想象中还要凶险，要是再晚来一步，这天才裁缝恐怕就真没命了。
布店老板还是不放心，直接找上门来了。西华也没想到老板会亲自过来，只能解释说是因为这怪病才断了联系。百里在旁边看了一会儿，主动提出要帮他把个脉。西华虽然有点犹豫，但还是伸出了手。可就在指尖碰在一起的瞬间，一股白色的寒气竟然顺着西华的手臂直接冒了出来。那冷冰冰的触感让百里立刻意识到，这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病。系统在脑子里吵个不停，一直警告说阴气太重会有危险。百里云直接让他闭嘴，他心里已经有数了。这一把脉真相总算大白，这姑娘根本不是生病，而是百年难遇的太阴之体。这种体质就像个吸铁石，会把周围的阴气全吸进体内，难怪一般的火根本没用。百里云告诉西华，这种体质虽然折磨人，但也是顶级的修武天赋。传说中的剑后大人当年也是这种体质，谁能想到这破旧的裁缝铺里竟然藏着这么一个大宝贝。提到传说中的剑后，那可是站在剑道顶端的大人物。西华听得一脸向往，觉得这种体质简直太厉害了。可百里云接下来的话却像一盆冷水当头泼下，这种体质对武者来说是宝贝，但对普通人来说就是一道催命符。因为西华不懂修行，体内的阴气已经把阳气吸干了，百里云直接下了死刑判决。照这样下去，他最多只能再活3个月。西华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其实他自己也能感觉到，身体确实一天不如一天。旁边的瑞宇一听这话，当场就炸毛了，指着百里云大骂他是骗子，跟以前那些江湖郎中没区别。局面一下子变得僵持不下，这救命的良药到底该去哪里找？老人这下彻底急了，问：难道连吃药都没戏了吗？百里云无奈的解释，吃药只能暂时压着，治标不治本，想要彻底救命，必须得有源源不断的阳气才行。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，系统又开始整大活了，直接弹出一个宗门任务，只要招收弟子就能拿到能续命的宝贝灵液。百里云心里一乐，只要把西华收进宗门，不仅任务能完成，这姑娘的命也就保住了，简直是一箭双雕。他看着西华，语气坚定地说：我可能有个办法能救你。西华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这种必死的局难道真的还有转机？百里云直接摊牌了，他看着西华一字一句地说：做我的弟子吧。这话一出，西华整个人都懵了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怎么突然提收徒的事？百里云没多解释，只是让他再相信自己一次。西华心里开始打退堂鼓，他一个从来没练过武的普通人，现在突然要去当武者，真的能行吗？毕竟这江湖上到处都是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，真正的活路可能就在这一念之间。在西华眼里，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全是些装模作样的伪君子，当年他的父母就是被这群人给害死的。所以面对百里云的邀请，他心里只有怀疑，觉得这男人肯定也另有所图，甚至已经做好了被欺骗的准备。可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定住了，百里云的那只手因为刚才帮他压制阴气，竟然已经被冻得发紫。西华忍不住问：你的手怎么伤成这样？百里云却表现得很淡定，随口说了句没事。这种轻描淡写的态度让西华心里的防线终于开始松动了。百里云给出了最后的承诺，只要能救命，他什么都愿意做。西华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心里最后的一点防备也放下了。既然这是唯一的活路，那就彻底赌一把。他把手递了过去，这一握两人的命运就此绑在了一起。就在这时，系统提示印刷的响起，收徒任务圆满完成，救命的灵液终于到手了。百里云还没来得及高兴，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。灵液一用下去，效果简直立竿见影。西华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原本冰凉的手竟然开始慢慢变暖。百里云一看有戏，赶紧加大力度，系统提示音开始疯狂刷屏，恢复速度直接拉满。西华忍不住惊呼，他能感觉到那股消失已久的阳气正顺着经脉重新流向全身，这下总算是稳住了，只要阳气能回来，这条命就算保住了。西华看着自己的双手，简直不敢相信，原本已经快没知觉的手脚，竟然真的在快速愈合，这药效简直神了。旁边的瑞宇激动地扑了上去，老人更是当场看傻了，他忍不住盯着百里云问：你刚才用的难道是内功疗伤？百里云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：算是吧。这傅云淡风轻的样子让老人愣了一下，随即爆发出一阵大笑。老人一边笑一边夸：这年轻人真是有两下子，怪不得连武林盟盟主都这么看重你。这下他是彻底心服口服了。谁能想到这老头居然认识武林盟盟主？百里云正纳闷呢，对方的身份就藏不住了。老人笑着拍了拍脑袋说：哎呀，差点忘了正式介绍，老夫名叫千甘荣。紧接着他语气一沉，真正的名号脱口而出：老夫就是黄龙殿的店主。看来这苏汝皇手段比传闻中还要狠，手下跪在地上拼命求饶，也换不回一条生路。处理完这些琐事，他终于提到了百里云的名字。苏汝皇冷笑着说：得给这位贵客准备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。这语气里全是杀气，看来百里云这次是真的被毒蛇盯上了。谁能想到眼前这个平平无奇的老头，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千甘荣。西华和瑞宇吓得赶紧赔罪，千甘荣却哈哈大笑，根本没把这点小事放在心上。紧接着他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，他问百里云愿不愿意加入黄龙殿，只要百里云点头，以后想做什么他都全力支持。这可是专门给皇宫供货的顶级商会，系统直接给出了顶级评价。这老头背后的黄龙殿，那是连名门正派毒药鸡蛋的存在，只要他一开口，整个武林都得跟着变天。这可是多少人求不来的登天梯。但百里云很清楚，这根本不是他想要的未来。他看着千甘荣，语气平淡却坚定，他说：多谢好意，但我已经收了第一个徒弟。这话一出，千甘荣当场就定住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世上竟然有人敢拒绝他的邀请。
百里云不仅拒绝了邀请，甚至还想反过来跟这位大佬谈一桩生意。他直视着千干荣说，只要给他一个合作的机会，他会送给黄龙殿一份足以匹配其地位的名声。千干荣听完直接炸毛了，觉得这小子简直狂到了天上。可百里云接下来的话更是让全场都安静了。他说只要10年时间，他就能建立一个顶级门派，跟武林的那些泰山北斗平起平坐。可看着百里云那副认真的样子，这位大佬竟然放声大笑起来。千干荣笑得停不下来，觉得这小子简直是在痴人说梦。可百里云接下来的话却让气氛瞬间变了。百里云说，这份名声可不是送给你的，我要见的是你的弟子，我要跟黄龙殿的未来谈一谈。原来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这下轮到千干荣沉默了。他思考了很久，最后竟然点头答应了。他决定把自己的亲传弟子送到百里云那个还没隐的门派去。至于这桩生意能不能成，就看那小子自己的造化了。老头虽然松口了，但丑话得说在前头，要是这门派最后搞砸了，百里云就要承担全部后果，这可不是在开玩笑。大佬的气场瞬间全开，换做别人恐怕早就撑不住了。但百里云却表现得异常冷静，他周身的气势竟然丝毫不输，直接回了一句：“这事儿您尽管放心，既然买卖谈成了。”千干荣也不再废话，大手一挥，让人把绸缎呈上来。这定金给的可真够豪横的，整整1马车的宝贝，说是给百里云的见面礼。两个小家伙哪见过这阵仗，直接愣在原地看呆了。百里云也没推辞，这买卖既然谈成了，收点定金也是理所应当。可就在这群人撤走的时候，百里云却发现了一件麻烦事，这些护卫的实力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强。刚才离得那么近，他竟然差点没察觉到对方的气息。而走远了的千干荣心里还在琢磨百里云那番话，敢拿名声来跟他做交易，这小子狂的还真是一点没变。千干荣坐在马车里，既然人都已经出来了，他可没打算直接回家，而是想顺道去见个老相识。他吩咐手下直接把车赶往邪道联盟，他要找盟主好喝上一杯。你觉得怎么样？百里云想都没想，直接回了一句：太喜欢了。换上这身正气长袍，百里云整个人都不一样了，系统提示威严和魅力值直接拉满，他自己也挺满意，说头一回穿这么高级的料子。西华在旁边看着也觉得新鲜，这衣服不仅看着贵气，动起来竟然也丝毫不受影响。结果惊喜还没完，系统突然又弹出了提示，因为衣服工艺太精湛，竟然还有额外奖励可以拿。3个选项个个都是极品，不管是高级功法还是神药，看着都让人眼馋。百里云盯着屏幕权衡了一下，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既然前2个都不错，但他最后选的才是真正能改变局面的东西。百里云最后选了这个专属奖励，这下厉害了，他竟然能直接看穿弟子的隐藏特质。他第一个看向西华，系统面板显示这姑娘虽然天赋极高，但因为太久没练功，身体底子已经有点生锈了。面板上列出了好几个极品特质，可百里云刚想伸手去点，系统却弹出了警告，说弟子的等级实在太低，现在还没资格解锁。这下百里云不乐意了，这不是明摆着为难人吗？不过转念一想，既然等级不够，那就练到够为止。他盯着还没反应过来的西华说，从现在开始你的魔鬼训练正式开始了。听到要正式开始练武，西华第一反应竟然是想打退堂鼓。他看着自己的双手，心里一点底都没有，万一自己根本不是这块料，把事情搞砸了怎么办？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，百里云笑着伸出了手，他说没关系，只要有他在，就一定能把他给练出来。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西华决定豁出去相信他一次。他满怀期待地问，那咱们第一课要学什么厉害招式？结果百里云只回了3个字，扎马步。西华本以为能学到什么绝世神功，结果竟然只是在这扎马步，他觉得这根本不像是在练武，心里难免有些落差。百里云可不打算惯着他，直截了当地说，你现在的底子实在太差，必须先把体力练上来。西华试探着问要练多久，结果百里云头也不回，直接定死了1个小时。虽然练得辛苦，但西华心里还是没底，他忍不住问，自己真的能学会武功吗？百里云这回给出了肯定的答复，他说你天生就适合走这条路，因为你体内藏着极强的阴气天赋，这种体质简直是老天爷赏饭吃，能量在体内会自动汇聚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太阴之体。百里云这回是真捡到宝了，这种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，既然让他给撞见了，那是绝对不可能放手的。结果连系统都看不下去了，直接吐槽他现在的样子有点变态。就在他盘算着怎么培养天才时，姨良火急火燎地冲了过来，手里还死攥着一封信，说是白剑门亲自送来的。这下连百里云都愣住了，白剑门这种顶级大势力怎么会突然盯上他？又是昨天那帮阴魂不散的家伙。百里云拆开信一看，原来是白剑门要搞什么比武大会，还指名道姓要他们参加。姨良赶紧在一旁提醒，这个白剑门在当地横行霸道，门主更是个出了名的狠角色，最喜欢借着比武的名义去欺负那些实力不如自己的门派。可这就有点说不通了，咱们这小门小派才刚起步，连个名号都没有，对方怎么会突然盯上咱们？你刚才是在侮辱我们吗？姨良在一旁急得直摆手。可百里云心里跟明镜似的，对方摆明了就是想看他们出丑，既然人家把台子都搭好了，百里云反而觉得这事儿挺有意思。西华在一旁听得心里发虚，小声问是不是真的要去，他还担心自己会拖后腿。结果百里云一句话直接让他僵在原地，他说谁要跟你一起去了？这次比武你一个人去。西华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，还在这儿认真给自己打气，觉得只要加倍努力练习就行。结果下一秒他脑子终于转过弯来了，什么竟然要一个人去？这下他是彻底绷不住了。
西华这下是真练废了，整个人瘫在地上动弹不得，天天除了扎马步就是基础挥剑，这哪像是要去决斗的样子？眼看决斗只剩2周了，他心里是一点底都没有。这师傅到底在想什么？结果百里云道是一脸轻松，笑着说别担心。大半夜的百里云居然还没睡，西华偷偷往屋里一瞅，直接愣住了。堂堂一个掌门竟然躲在屋里缝衣服，还一边缝一边跟自己较劲。原来他是怕西华练功练得没信心，正紧赶慢赶的给他做新衣裳呢，哪怕手都被扎烂了，他也想给徒弟一个惊喜。这一幕正好被门口的西华全看在眼里，谁能想到这看似不靠谱的师傅背地里竟然这么细心。就在这一刻，西华的心态彻底变了。白剑门举办比武的日子终于到了，大街上人头攒动，场面搞得非常大。门里的弟子还在纳闷，不就是跟个无名小派比武吗？至于这么大张旗鼓，其实这都是掌门苏汝皇的主意。之前白剑门的人被打丢了面子，他这次就是要当众杀鸡儆猴，让所有人都看看得罪他们到底是什么下场。守卫还在那儿冷嘲热讽，觉得对方肯定是躲起来不敢露面了。谁知话音刚落，百里云就带着西华出现在了报名处。他一脸淡定地问：“是在这儿签字吗？”西华刚一露面，就把登记的人给看呆了，心里直犯嘀咕：这门派招人是看脸的吗？怎么这小姑娘长得这么俊？不过再仔细一瞧，这衣服穿的可真够奇怪的。百里云凑过去问这身新衣服怎么样。西华笑着说：“虽然针脚缝的乱七八糟，但他是真的打心底里喜欢，毕竟这可是师傅熬了一整夜亲手缝的。”就在这时，比武大会正式开始了。苏汝皇站在台上，满嘴都是仁义道德，说什么为了武林有益，为了提拔后辈。其实谁都清楚，这老狐狸肯定没安好心。果然，他最后阴森森地补了一句，说还给各位准备了一份小礼物。苏汝皇这次真是下了血本，竟然把传说中的小还丹都拿出来了。这宝贝对练武的人来说，简直就是梦寐以求的神药。他当众宣布，只要能赢下这次比武，这颗丹药就归谁。台下一下子就炸开了锅，都觉得苏掌门真是大方到了极点。可大家伙儿哪知道，这根本不是什么奖赏，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。苏汝皇看着台下这群兴奋的人，只觉得他们蠢得可怜，在他眼里，这些人已经全掉进坑里了。他要借着这次比武，让那些不听话的对手彻底从这世上消失。苏汝皇在台上歇斯底里的大喊，要让所有人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绝对的力量差距。看这架势，他是打算让手下下死手了。比武正式进入了第3轮预选，气氛一下子变得特别紧张。西华握着手里的长棍，心里却一点底都没有，小声问百里云自己真的行吗？毕竟这段时间以来，他每天除了扎马步还是扎马步，根本没学过什么厉害的招式。百里云却表现得非常淡定，告诉他既然不相信自己，那就相信师傅。他向西华保证，现在的他实力早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西华虽然还是半信半疑，但已经决定要豁出去拼一把。随着一声令下，预选赛正式拉开帷幕。百里云在台下盯着这第一场比武，西华就要面对一个硬茬子。对手青三是个老练的武者，他打量着眼前的西华，觉得这小姑娘连兵器都拿不稳，简直就是来胡闹的。西华倒是挺实在，直接摊牌了，说自己满打满算也就才跟着师傅练了1个月。这话一出，青三整个人都气炸了，他觉得西华是在故意羞辱他，练了1个月就敢上台，这不是明摆着瞧不起人吗？他发誓要给这丫头一点颜色看看。裁判大喊一声开始，台上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。西华这一下是真没留手，使出了全身的力气，直接跟对方硬碰硬。谁也没想到刚才还气势汹汹的青三竟然连一招都没接住，整个人直接飞了出去。全场观众都看呆了，这可是实打实的秒杀，一个练了1个月的新手竟然瞬间结束了战斗。裁判结结巴巴的宣布，胜者是西华。这下那些看不起他的人全都被当众打脸了。百里云在台下竖起大拇指，这半个月的特训练的可不只是招式，更是身为强者的底气。对于新手来说，最难的其实不是招式，而是敢不敢真的下重手。西华这一棍子下去完全没有任何犹豫，他兴奋地在台上大喊：“师傅，我赢了！”百里云看着台上的徒弟，心里很清楚，这种程度的预选赛对他来说已经没悬念了。他的目光开始转向其他擂台，想看看还有没有值得注意的人。就在这时，裁判宣布了下一场比试开始。上场的这个男人是个硬茬子，动作快得让人根本看不清，对手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被一招重重地击飞出去。对手已经倒地认输了，可这家伙根本没打算停手，明明胜负已分，他却还要继续下死手。裁判急得大喊住手，赶紧冲上去把人拉开，可被打的那位早就已经满脸是血，动弹不得。白剑门的弟子拿下了这一局，但他脸上满是不屑，好像刚才那场单方面的虐杀只是他在玩弄猎物而已。百里云在台下冷冷地看着，这种人最难对付，明明能赢却非要折磨对手，接下来的比赛怕是要见血了。西华一路小跑过来报喜，说自己已经顺利闯进正赛了，看来百里云教的方法确实非常管用。就在两人庆祝的时候，西华突然感觉哪里不对劲，一股让人反胃的杀气正从不远处那个男人身上散发出来。百里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语气也变得严肃起来。他说，到了正赛，你迟早会跟那个人碰上。话音刚落，一个更有压迫感的人出现了。白剑门门主苏汝皇正带着一脸阴险的笑意主动找上了门。苏汝皇在那假惺惺的道歉，说自己管教不严。百里云可不吃这一套，直接回怼让他好好反省，别再放弟子出来丢人现眼。
苏汝皇转头盯上了西华，把手搭在他肩膀上，表面是在夸他有本事，背地里却在威胁，说他的好运气到此为止了。他甚至还想当面挖墙脚。百里云一把江西华拉到身后，冷笑着反击道：“你们白剑门的弟子水平也就那么回事吧？”这句话直接戳到了苏汝皇的痛处，他强压起火气，吩咐王八带他们去休息。临走前还留下一个阴森的笑。这个叫王八的小伙子，虽然看起来有点憨厚，但他可是白剑门的一等弟子，专门负责给百里云他们带路。百里云盯着他的背影，突然伸手按住他的肩膀，夸他骨骼惊奇，是个练武奇才。这一下可把王八吓得不轻，只能结结巴巴地道谢。把人送到房间门口后，王八1秒钟都不敢多待，客套了2句就赶紧溜之大吉，生怕再被百里云看出什么秘密。王八一走屋里的气氛瞬间变得严肃，西华显然还在担心接下来的比赛，他忍不住开口问百里云对接下来的对手怎么看。看来对于明天的正赛，他心里还是有点没底。百里云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，他突然笑着问西华，觉得刚才那个王八怎么样？要不要让他当你的同门师弟？这话一出，西华整个人都懵了，他瞪大眼睛喊出声来，显然完全跟不上师傅的脑回路。苏汝皇这眼光确实毒，一眼就相中了身材魁梧的王八。王八本以为是来享福的，结果刚进门就撞上了白剑门那个小怪物。谁能想到年纪轻轻的对手下手这么狠，直接把大他3岁的王八打趴在地，这哪是在对练，简直是要把人往死里整啊！王八这下是真的踢到铁板了。苏汝皇这番话简直比刀子还快，他直言自己看走眼了，像王八这种货色，只配一辈子给人端茶倒水。就在王八彻底绝望的时候，他猛地坐了起来，原来刚才那些可怕的经历居然只是个噩梦。可还没等他缓过神来，那个在训练场把他打惨的金光竟然就守在他的床边。金光这人实在是太霸道了，大半夜的非要找王八热身，完全不管人家身上还有伤。王八刚想开口拒绝，金光一个眼神就瞪了回来，直言王八唯一的用处就是当个合格的肉盾。面对这种不讲理的要求，王八只能硬着头皮下床，谁让他在这个宗门里没地位呢？就在这压抑的气氛中，天终于亮了，万众瞩目第半决赛正式打响。雨谦的幻影剑确实有点东西，虚虚实实让人摸不着头脑，一般人碰上准的吃大亏。百里云一眼就看穿了招式里的猫腻，他问西华，要是你遇到了该怎么打？西华还在琢磨怎么见招拆招，百里云却给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弊码，只要按照这个法子去打，管他什么幻影不幻影，全都是摆设。听完这个绝招，西华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原来这仗还能这么打。宜良这下是真的服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百里云带出来的徒弟竟然真的杀进了半决赛。他赶紧跑过来套近乎，说百里云这招确实厉害，可百里云根本不领情，让他把好听的话留到最后再说。此时的比武场上，雨谦正对着西华放狠话，说他能走到这一步全靠运气，现在好日子到头了。可西华一点都不虚，因为他心里很清楚，师傅从来没有怀疑过他。雨谦觉得西华简直是疯了，跟他师傅百里云一个德行，全都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主。裁判一声令下，半决赛正式开打。西华憋着一股劲冲了上去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必须赢。两人瞬间撞在一起，雨谦一边接招一边冷笑，说他胆子确实够大，但刚一交手，西华就发现事情不对劲了。这家伙的基本功扎实得吓人，跟之前遇到的对手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。雨谦的攻势像潮水一样压过来，他一边挥棍一边嘲讽，问西华是不是已经打算认输了。西华现在压力山大，对方的招式虚虚实实，根本分不清哪一棍才是真的，只能死死守住中路硬扛。可雨谦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，手里的长棍越挥越快，力道也越来越重。这一记重击砸下来，西华被震得连连后退，局面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。雨谦这下收起了轻视，他承认自己刚才看走眼了，但手上的攻势反而变得更凶。西华被逼得节节败退，就在这关键时刻，他看出了对方的破绽。这种幻影剑看着唬人，其实最怕的就是被人近身，所以他才拼命想拉开距离，只要能顶住压力贴过去，局面马上就能反转。西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他咬牙顶住冲击，真正的反击现在才要开始。西华看准机会，直接冲了上去，想趁乱拉近距离贴身肉搏。结果雨谦冷笑一声说，这招确实不错，但他话锋一转，手里的动作比刚才更快，直接看穿了西华的意图，嘲讽他的动作实在太好猜了。这一记重击结结实实砸在身上，西华整个人都被震飞了出去。台下的宜良看得心惊胆战，可百里云却一脸淡定，甚至还露出了那种早就料到会这样的微笑。雨谦直接宣布了胜利，看着趴在地上起不来的西华，他觉得这场比试已经没悬念了，甚至还一脸失望的嘲讽，说本来还挺期待的，结果也就到此为止了。谁知道西华根本不认命，他死死撑着身体重新站了起来，一字一句地说还没结束。看着这个打不到的对手，雨谦这下彻底急了，站都站不稳了还想反抗，他倒要看看西华到底还能撑多久。谁能想到西华竟然真的冲破了重重幻影，雨谦这下彻底懵了，他根本没料到对方能这么快。就在这一瞬间，西华已经杀到了跟前，这一招直接定胜负，把雨谦整个人都掀翻了。场外的宜良兴奋的大喊大叫，这局赢得实在是漂亮。只有百里云一脸欣慰，男人当众指着鼻子大喊大叫，非说百里云刚才是故意使诈，这根本就是作弊。百里云听了连眼皮都没抬，只觉得这人实在是太固执，输了就是输了，哪来这么多借口。
就在男人还在气头上的时候，他身后的正主终于露面了。苏汝皇冷着脸走了过来，一开口就让全场安静了。当师傅的亲自出来道歉，这下面子可丢大了。男人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，一句话也不敢再多说。苏汝皇这下彻底认栽了，他当众宣布白剑门认输，还把锅甩给了徒弟，说是他自己太轻敌才丢了脸。全场一下子全炸了，大家都在传西华才练了不到1个月武功，竟然就把白剑门的高手给办了，这简直就是个奇迹。西华兴奋地冲着百里云大喊，说自己终于赢了。百里云道是挺淡定，只是随口夸了一句干得漂亮。旁边的姨良也跟着起哄，说今天这顿饭是跑不了了。但在热闹的人群里，王八却一直盯着这边，看样子他也被这场比试给镇住了。谁能想到苏汝皇这老狐狸心这么狠，他竟然让王八去偷偷下毒，只要能让西华明天动作变慢就行。但这还不算完，他甚至想让金光直接下死手，彻底废掉西华的四肢，让他这辈子都再也站不起来。王八虽然平时唯唯诺诺，但这种丧尽天良的事他真干不出来。他刚想开口拒绝，结果话还没说完，迎面就是一个响亮的耳光。苏汝皇彻底翻脸了，骂他是个没用的废物，既然没天赋，就该老老实实听话。这一巴掌接一巴掌的扇过去，根本没把王八当人看。苏汝皇正打得起劲呢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，百里云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，正一脸玩味地看着他。他猛地一回头，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这种丢人的场面竟然被一天门的掌门撞个正着。百里云道是挺客气，笑着说：“苏掌门管教徒弟真是严厉。”苏汝皇冷着脸说：“百里云手伸得太长了，管别家的闲事可不是什么礼貌的行为。”百里云却笑了，说：“当师傅的对徒弟这么狠，难道不该反省一下吗？”苏汝皇让他赶紧滚蛋，别在这自讨没趣。可百里云接下来的话让所有人都愣住了，他直言自己就是来找麻烦的，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，他直接下令抢人，要把那个受伤的弟子带走。这下苏汝皇彻底懵了，这小子到底想干什么？王八整个人都懵了，指着自己半天说不出话。百里云道是淡定，直言他看中了王八的才华，觉得他留在白剑门实在是屈才。这话一出，苏汝皇的脸色瞬间沉了下去，他盯着王八问：“是不是早就跟外人勾结好了？”王八吓得连连摆手，拼命解释自己是冤枉的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苏汝皇突然笑了起来，竟然一口答应把人交出去。但他紧接着又提了一个要求，既然要带走他的弟子，那就要按规矩打个赌。他盯着百里云说：“西华那种级别的天才，留在小门派确实是浪费了。”他当众提议比武赢的那一方可以直接带走对方的一名弟子，这哪是比武啊？这分明是想当众挖墙脚，要把人家的根基给断了。苏汝皇还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，说这只是看百里云可怜才给他的一个机会。谁知道百里云答应的非常干脆，直接点头说没问题，就按这个规矩办。这下王八急了，大喊着让百里云赶紧停手，这简直是在玩火。苏汝皇笑着转身离开，临走前丢下一句话，说百里云马上就要输个精光。百里云盯着王八问：“知不知道为什么选的是你？”王八整个人都懵了，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接话。百里云接着提醒他，把你带走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让他自己最好想清楚。姨良大声质问：“西华知不知道这个荒唐的赌约？”百里云头也不回的摆摆手，说：“西华要是能有个好师弟，肯定高兴，还来不及。留在白剑门这种地方，纯粹是糟蹋人才。”最后他轻飘飘的丢下一句：“反正只要赢了就行，不是吗？”百里云这招确实高，他把手往西华肩膀上一搭，嘴上说着不想给压力，其实是把整个门派的命数全都压在了这姑娘身上。西华心里其实挺没底的，毕竟之前还说胜算只有一半，现在怎么突然就全靠他了？百里云笑着说：“虽然局面确实很悬，但他就是相信西华能行。”就这一句话，西华心里的责任感瞬间拉满，当场表态要拼尽全力。而另一边的苏汝皇也在对手下严阵以待，叮嘱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苏汝皇这次是真的急了，直接给金光下了死命令，绝对不能再丢脸，这场比武必须得赢。金光倒是信心十足，王八在旁边好心提醒他要小心，结果他根本听不进去，反而觉得王八是长他人志气。在他眼里，一天门之前能赢纯粹是走运，他要亲手把对方那点可怜的希望彻底踩碎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金光和西华正式对阵，这下真的有好戏看了。金光冷笑着说：“你能走到决赛确实不容易，但好日子也就到此为止了。”西华语气平静地反问：“到底谁更强？不打一场怎么知道？”锣声一响，金光原本以为西华内力不够，肯定会躲着走，再找机会使点小手段，结果谁能想到西华不仅没躲，反而拎着长棍正面冲了上来。这一下彻底打乱了金光的算盘，他只能仓促招架，整个人瞬间陷入被动。金光这下彻底懵了，他发现西华的内力竟然比预想的要强得多。其实百里云早就看穿了，所有人都以为西华内力不行，但他们根本不知道，西华可是罕见的至阴之体，这种体质天生就能积蓄内力，这就是西华的杀手锏。百里云叮嘱过，机会只有一次，必须速战速决。西华看准时机，直接腾空而起。这一记硬碰硬，西华被震得连退好几步。金光这下终于收起了轻视，他承认西华的内力确实有两下子，但新手终究只是新手。话音刚落，他直接变招强攻，这一击势如破竹，西华还能挡得住吗？金光的攻势实在太猛，西华被打得节节败退，对方甚至嚣张的放话10秒钟之内就要解决战斗。这种绝境下，西华根本没有退路，只能死磕到底。
就在这时，体内的责任特质突然觉醒，连同勤奋和逆境一起，三大力量开始疯狂融合。在极端的压迫下，西华的潜能终于爆发，洞察力和判断力开始疯狂飙升。本以为能借此机会反击，可金光的硬实力实在是太恐怖了。只听一声巨响，西华的佩剑直接被重重的震飞出去。金光冷笑着说：“能撑到现在，确实值得夸奖。”金光这下是要动真格了，他冷笑着问：“这最后一击你还接得住吗？”眼看杀招已经到了跟前，他疯狂叫嚣着一切都结束了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百里云不顾一切的冲了上来，大声呼喊着西华的名字。他说他相信西华一定能行。这一击的威力简直离谱，漫天的烟尘让所有人都看傻了。王八和苏汝皇根本没料到局面会失控到这种程度。就在这时，一股极寒的气息瞬间弥漫开来，是西华出手了。他竟然在这种时候使出了压箱底的基础青云功法。西华轻声说了一句：“是不是有点冷啊？”话音刚落，他整个人就脱力倒了下去。百里云急得大喊一声，直接冲进了赛场。裁判赶紧过来拦人，说比赛还没结束，不能进场。百里云指着地上的金光，怒吼：“这胜负难道还看不出来吗？”不可一世的金光现在只能像烂泥一样瘫在地上。随着裁判大声宣布，这场比试的赢家是西华，全场瞬间炸开了锅。西华瘫坐在地上，虽然已经精疲力竭，但这一仗总算赢了。百里云笑着喊他的名字，悬着的心也总算落了地。可有人赢了，就有人要气急败坏了。苏汝皇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你们这简直是在羞辱白剑门！”百里云走上前问：“还能站起来吗？”西华虽然累得够呛，但还是得意地说自己总算没食言。这孩子真是让人刮目相看。听听这全场的欢呼声，现在该去迎接属于他的荣誉了。白剑比武大会的冠军，易天门西华。西华正高兴着呢，百里云突然站了出来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，1个月后易天门要正式开山立派，邀请大家伙都去捧场。这下台下全炸锅了，谁能想到堂堂白剑门竟然成了新门派的垫脚石？苏汝皇在台下气疯了，他觉得百里云这小子从头到尾都在演戏，不仅藏了阴寒气功这种杀招，还敢拿他当成成名的工具，这老家伙绝对要下死手了。就在苏汝皇要发作的时候，王八竟然冲上去拦住了他，劝他作为门主多少的留点体面。可现在的苏汝皇哪听得进去，在他眼里拦着他就是吃里扒外，既然被当成了叛徒，那苏汝皇就没打算留活口。这一招下去，王八怕是凶多吉少了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百里云单手接住了这一招，冷冷地问苏汝皇到底想干什么。他当众宣布，王八现在已经是易天门的弟子，谁也别想随便碰他。要是对刚才的比试不服气，他可以亲自下场陪苏汝皇玩完。苏汝皇虽然气得半死，但面对百里云的威压，只能丢下一句狠话，灰溜溜地转身离开。苏汝皇临走前还不忘对着王八撒气，让他赶紧滚出自己的视线。这老家伙心里全是恨，已经把百里云彻底盯上了，发誓要把这笔账讨回来。看着白剑门的人走远，王八心里其实很没底，像他这样资质平平的人，真的能在这里重新开始吗？百里云的一句话给了他最想要的答案：你已经是个很出色的武者了。这一份肯定让他终于下定了决心。苏汝皇嘲讽王八是个没用的废物，说他除了这一身蛮力，脑子里根本空无一物。这些话王八已经不在乎了，他对着百里云重行了一礼，发誓以后一定会拼命练功，绝不辜负这份信任。就这样，王八正式成了易天门的二弟子。宜良在旁边小声嘀咕，明明自己也出了不少力，结果风头全让百里云一个人抢了。转眼2周过去，平静的日子似乎又要到头了。刚进门派，王八就开始了没完没了的基本功练习，这马步蹲的确实不容易。西华倒是挺热心，上来就传授经验，说门主最看重的就是这些。结果一打听才知道，人家已经练了整整8年，而西华才刚入门2个月。西华拍着胸脯保证，只要肯努力，以后肯定能像他一样厉害。不过漂亮话刚说完，他就给王八派了新活儿，让他赶紧去把水缸调满。别看王八平时憨憨的，他的身体底子其实非常扎实，虽然内功练得慢了点，但这完全可以用勤奋来补。百里云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，这孩子真正的天赋不在于力气，而在于那股子沉稳的定力和对招式一点就透的悟性，再加上这一身使不完的牛劲，简直就是天生的练武苗子。先是收了西华，现在又有了王八，百里云对自己看人的眼光那是相当自信。易天门的班底这下总算是慢慢凑齐了。易天门开业在即，宜良正忙着汇报进度，托上次比武的福，现在门派的名气算是彻底打响了。可还没等高兴太久，一封来自武林盟的信就让气氛降到了冰点。百里云拆开信一看，上面的内容简直荒唐，对方竟然指控他说他现在的武功全是偷来的，这哪是来送贺礼的，这分明是想在开业当天直接把易天门的招牌给拆了。百里家这帮人真是够绝的，居然反咬一口说百里云现在的武功全是偷学来的，离开家都15年了，现在才跳出来扣帽子，摆明了是想把易天门往死里整。虽然这些招式全是百里云自创，但要是武林盟那帮人偏袒大家族，这黑锅恐怕是背定了。最要命的是，一旦被判定是偷学，不仅门派要被强行关停，还得赔上一笔天文数字的罚金，刚攒点家底就要赔光，这下事情是真的大条了。这帮人摆明了是掐着点来的，就等开业大典那天让百里云难堪。而且这次的审查绝对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格，
为了自证清白，他必须得弄到个大门派的基础功法，只要能证明招式完全不同，这盆脏水就泼不下来。可问题是，这些秘籍都是人家的宝贝，现在去哪儿弄呢？就在百里云想得入神的时候，瑞宇在一旁连喊了好几声，总算把他给叫醒了。瑞宇急匆匆地说：“门主，外面有客人找上门了。”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到底会是谁呢？南宫羽刚进门就开始吐槽，说百里云这种抠门的人，竟然舍得买下这么大的宅子。清河头也不回地甩出一句：“别乱碰，否则没你们好果子吃。”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他以前在武林盟的老部下南宫羽和清河。看着这两个熟悉的面孔，百里云忍不住放声大笑，这可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。他心里很清楚，有了这两个强援，他不仅能洗清嫌疑，还能把这盘死棋彻底掀翻。百里家和武林盟穿一条裤子，这在江湖上早就是公开的秘密。这次审查，对方肯定会明目张胆的拉偏价。既然对方想靠人多势众来压人，那就干脆把这盘棋彻底下大。宜良直接叫来随从，准备写一封足以震惊江湖的信。既然武林盟不讲规矩，那就把邪道林也拉下水。这招以毒攻毒虽然疯狂，但只要这帮狠角色一入场，局面可就由不得百里家说了算了。这下子整个武林都要彻底乱套了。百里城又在自作主张，居然为了点小事去招惹还没成立的门派。家主百里江冷冷地问：“不是说好别惹麻烦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百里城根本不服，他觉得百里江太保守了，现在的继承人一个比一个废。大儿子百里轩没天赋，还没斗志；女儿百里赞月虽然厉害，但终究是个女流之辈。百里江放下茶杯，百里家可没传男不传女的规矩，你管得太宽了。百里城彻底爆发，既然你这么看重规矩，那当初为什么要放走他？在百里城眼里，那个被放走的孩子简直就是个百年难遇的天才，无论是天赋还是心性，根本没人能挑出毛病。百里江沉默片刻，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。百里城步步紧逼，既然是百里家的血脉，就必须让他认祖归宗。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意思，更是整个长老院和外府所有人的决定。百里江终于表态了，他说作为父亲，该做的能做的他都已经做了，但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，不吃点苦头，这孩子永远学不会怎么守住地盘。百里江冷冷地下了命令，去吧，让他好好见识一下社会的残酷，更要让他明白，就算跑得再远，他这辈子也逃不出百里家的手掌心。武林盟的副军师李秀很有把握，只要扣上一个抄袭武功的帽子，还没哪个门派能全身而退。百里城根本不在乎这些，他亲自带人赶过去，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把那个孩子带回来。无论用什么手段，李秀觉得很奇怪，为了一个旁系的亲戚，至于这么死盯着不放吗？百里城冷冷地回了一句：“那孩子可不只是亲戚那么简单。”百里城看着远方感叹，要是百里云当初没离开家族，凭他的天赋，现在恐怕早就天下无敌了。可惜这世上没有如果，但有一点百里城很清楚，百里家绝不能没有这个天才。他倒要看看面对家族的血脉召唤，那个孩子到底会怎么选。说话间，一行人已经杀到了门口。百里城冷冷地吐出两个字：开门。鼓声一响，气氛瞬间拉到了最满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盯着台上。系统甚至发出了警告，说他心跳太快，得深呼吸稳一稳。可看百里云这表情，哪是紧张，分明是兴奋到了极点。他轻声说了句：“都给我安静点。”话音刚落，他整个人腾空而起。这一招天门简直就是平地起惊雷，直接把全场的气氛给炸开了。谁也没想到这小子的出场方式会这么狂，连台下的各路高手这下都彻底看傻了。百里云稳稳落地，手里那杆大旗迎风一抖。百里云往场中间一站，对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，先是客客气气的打了个招呼，可紧接着他的话锋突然一转，说在大会正式开始之前，必须先当众清算一笔旧账。看他这父兄有成竹的样子，谁能想到他接下来的话，简直是要把整个武林都给掀翻了。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声宣布，一天门竟然偷学了百里家的武功，这哪是开幕致辞啊，这分明是当众砸自己的场子。宜良整个人都懵了，哪有人在自己的就职典礼上亲口承认这种丑闻的？台下瞬间炸开了锅，所有人都在怀疑百里云是不是彻底疯了。唯独那些躲在暗处的人，这下可乐坏了，在他们眼里，这出戏是越来越精彩了。李秀冷笑着说：“看来这位门主是打算破罐子破摔，直接认输了。”看着台下乱成一团，百里云不仅没慌，嘴角反而露出一丝笑意。他突然对着全场大声喊话，问武林盟的审计团在不在，还请他们直接站出来。这话一出，全场的人都听傻了，谁也没想到他竟然主动请审计团入场。就在这时，百里城缓缓走了出来，他盯着百里云说：“好久不见了，云门主。”台下立刻有人认出了他，这位可是大名鼎鼎的苍月剑百里世家的顶级高手百里城。百里城步步紧逼，问百里云到底在打什么算盘。百里云道是淡定的很，他说这事儿一点都不复杂，他打算就在这儿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进行剽窃验证。这话一出，百里城当场就炸毛了，他大声吼道：“这种事怎么能在这儿办？按规矩都得先私下审查，等结果定了才能公布。”李秀这下坐不住了，赶紧出来打圆场。他说这次聚会是为了调解，可不是为了让百里云在这儿公开指控谁。毕竟这么多小门派看着，武林盟绝不能丢了面子。他决定亲自坐镇来主持这场验证。百里云根本没打算废话，直接问了一句：“可以开始了吗？”百里城点点头，示意他可以动手了。百里云拉开架势，说这是门派的基础功法，名为清空，但这可不是普通的招式，而是经过他改良加深后的版本。第一是天地刃，
这一招使出来，全场的人都看呆了。这哪里是基础功法，这分明是真正的杀招。李秀盯着台上的百里，问：“这就是那个被指控剽窃的人吗？”他一眼就看出了门道，这招式里确实有天地人的影子。百里城在后面听着，也跟着点头，觉得这事儿确实是实锤了。可谁也没想到，百里云突然话锋一转，他说这套武功不仅偷了百里世家的东西，甚至还模仿了南宫世家的绝学。此话一出，全场瞬间炸了锅。百里云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，他说这可不只是偷了1、2招，整整23项基础功法，全都是从各大门派那儿剽窃来的。这话一出，李秀直接急得跳脚，大喊着这简直是胡说八道，说现场又没有其他门派的人，谁能证明百里云不是在撒谎？百里云冷笑一声，问他到底觉得哪里荒谬。接着他慢悠悠地说：“谁说证人不在现场？”话音刚落，人群里就有人站了出来，南宫世家的顶尖高手竟然现身了。紧接着武当派的人也到了，谁能想到这些大人物竟然全都在场？南宫家的人解释说他们刚好在附近办差，顺便过来凑个热闹。但紧接着他就给出了致命一击，他说这套武功的招式确实跟南宫家的绝学一模一样，南宫家的无极功讲究的就是天地人合一，这逻辑简直是照搬过去的。但他话锋一转，承认台上的招式确实眼熟，跟南宫家的无涯功如出一辙，核心逻辑全都是天地人。女人也没闲着，她代表武当派站了出来，还顺手递过去一个盒子。李秀疑惑地接过来，发现里面全是个大门派的亲笔信，全都在指证这套武功是抄袭的。那个女人笑着说：“既然你们觉得招式重合就是抄袭，那百里世家的所谓家传武学，是不是也偷了别人的东西？”百里城看着手里的证据，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这简直太荒谬了。可百里城反问一句：“这不正是你们口口声声说的逻辑吗？只要招式有重叠，那就是剽窃。”男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大喊着这绝对是栽赃陷害。可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官方认定你们送去审查的基础功法确实存在严重的抄袭行为。这下子最后一块遮羞布也被扯下来了。百里成气得当场发飙，把公文撕得粉碎。百里云道是一脸淡定，甚至还露出了一个胜利者的微笑。百里成这下彻底破防了，他死死盯着百里云，恨不得当场把他给生吞活剥了。面对这一连串的质问，百里云表现得异常冷静，他笑着说：“该说的都说完了，现在轮到百里成给个交代了。这可是关乎23个门派的大事，一旦承认，整个家族就彻底完了。”百里成显然已经没打算再讲道理，既然说不过，那就只能动手了。这一招完全是奔着要命去的，局面这下彻底失控了。面对逼近的杀气，百里云冷冷地说：“这是私事，谁也别想插手。”可百里成根本不听这一套，在他眼里，百里云是家族未来的希望，绝不能由这性子胡来。两人一边交手一边对峙，陈年旧账全被翻了出来。百里成甚至提到了当年没能保护好百里云母亲的往事，但这并不是在道歉，而是在下最后通牒。如果百里云执意要毁掉家族，那百里成就要大义灭亲了。这一招硬碰硬，胜负已经分出来了。百里成被震得连连后退，甚至连站稳都费劲。百里云看着他说，自己从没想过要否认血缘，虽然心里还有怨气，但大部分都已经放下了。百里成急得大喊：“既然不恨了，为什么不肯回来？”百里云的回答很简单，他现在是一宗之主，必须靠自己变得更强。百里成还不死心，警告他家族的压力不是开玩笑的。百里云却表现得异常冷静，不管对方出什么招，他都准备好死磕到底了。百里云的一句话让百里成整个人都定住了，记忆一下子回到了从前。那时候的百里云接住一招就能乐上半天，百里成也总是豪爽的笑着要跟他再过几招。可现在的气氛却变得无比沉重，两人相对而坐，中间隔着的是家族的恩怨。百里云以宗主的身份郑重地给出了承诺，自家的武学绝不是抄袭，更没有偷学任何门派。作为侄子，他只求百里成能再等一等，总有一天他会把所有的真相亲手揭开。百里成这下是豁出去了，他当众亮明身份，以百里家的外府主的名义给出了最硬的保证：一天门没有抄袭，更没有偷学。这句公道话一出，局面彻底反转。躲在暗处的帮手也看乐了，本来还想关键时刻拉一把，结果发现百里云自己就能搞定。嘉悦还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，嫌旁边的老头话太多，这地方简直就是个大杀器。神秘男人忍不住感叹，事情变得越来越离谱了。他盯着百里云，称呼他为魔道的少主，看来这小子的身份比预想的还要有意思。话音刚落，这人直接化成一股黑烟溜了。嘉悦在后头盯着他的背影，这就是他选中的第一个合伙人。谁敢相信啊，这么多来参加试炼的，居然一个都没留住。入选仪式都结束3天了，结果一个新人都没招到，这下一天门是真的尴尬了。百里云表面上还挺淡定，光靠等肯定是不行，名声这东西得靠时间熬，但他可没打算慢慢等，直接写了封信让王八送出去。既然没人主动上门，那就换个法子把人请过来。可计划还没开始，麻烦就先找上门了。那帮自视甚高的弟子居然联名拒绝参加训练。诸葛辉这下头大了，手底下的弟子居然集体罢工，理由还挺冠冕堂皇，说是训练安排不公平。其实说白了就是出身豪门的木连管看不起那些小门小派出来的，结果现在却被人家按在地上摩擦。本来两边还能维持个表面平衡，但这一届的情况完全变了。吴中管那帮没背景的弟子，一个个强的离谱，这下豪门子弟的脸往哪搁？连着输了3年，心态早就彻底崩了。
最麻烦的是，连木连馆的馆主也开始护短，表面上是在劝架，实际上是在帮着弟子找台阶下。毕竟连着输给对手3年，谁都想找回点面子。这武林盟内部的火药味是越来越浓了。诸葛辉正愁得不行，助手还在旁边催他拿主意。就在这时，一只信鸽突然飞了进来。看完信里的内容，诸葛辉半天没说话，随后他态度立马变了，直接下令让所有木连馆的弟子集合，训练照常进行。与此同时，在华容县附近的深山里，一个年轻男子猛地坐起身，梦里的声音还在耳边回荡，质问他还要丢脸到什么时候。轩宇刚这会儿根本睡不着，心里乱成了一团麻。他总觉得是自己害了大家，原来之前的罢工全是他一个人带头搞出来的。结果现在倒好，全员都被发配到了这种荒郊野岭，要去一个听都没听过的小门派受罚。轩宇刚心里全是内疚，觉得这锅得自己背，但同伴轩文哲却压根没当回事。在他眼里，那种无名小派的掌门就是个软柿子，要是对方敢不识相，直接给他点颜色看看就行了。这帮豪门子弟还没到地方，就已经开始盘算着要给百里云一个下马威了。轩文哲正盘算着怎么给下马威，结果话还没说完，他就察觉到附近有人，厉声喝道：“谁在那躲着？”黑暗中走出一个年轻人，语气轻松的像是在散步。他自我介绍说自己就是一天门的掌门百里云。百里云也不废话，直接宣布入门测试现在开始，规则简单到让人不敢相信，只要有一个人能踏进大门，就算他们赢。这简直是赤裸裸的挑衅。轩宇刚当场就炸毛了，立刻招呼所有人准备动手。谁也没想到百里云说动手就动手，轩宇刚还没反应过来，整个人就直接飞了出去。这一招威力太大，轩宇刚重重摔在地上，半天爬不起来，旁边的同伴都看傻了。百里云握着剑，脸上挂着让人发毛的微笑，他慢悠悠地补充了一句：“想要通过测试，前提是你们得先保住命，看看能不能从他手里毫发无伤地逃走。”听说武当山那边要变天了，突然冒出个谁也没听过的新门派。男人一脸不屑，觉得这趟差事纯属浪费时间。百里赞月更是一如既往的狂，直言不管对方是什么来头，最后站着的只能是他。但就在这一刻，他脑子里全是当年的画面，百里云走得那么决绝，连头都没回一下。在弄清楚哥哥百里云当年为什么要抛弃家族之前，百里赞月绝不允许自己输给任何人，这股执念成了他活下去的唯一动力。而另一边的战场上，百里云打得兴起，这种硬碰硬的较量让他整个人都兴奋了起来。宣武刚这下是踢到硬茬了，眼看局面彻底失控，百里云却突然停手，饶有兴致地问了一句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报上名来。”宣文哲直接报上名号，想问清楚对方到底是不是一天门的主人。结果百里云压根没想正经回答，反而一脸轻松地说：“这不过是他在挑人时的特别关照。”宣文哲心里没底，追问：“要是没通过测试会怎么样？”百里云手上的动作可没停，冷笑着给出了答案：“要是连这一关都闯不过去，那就只能委屈各位，在仓库里关到事情结束了。”百里云根本没打算给对手留活路，这一招要是接不住，连还手的机会都没了。宣文哲急得大喊住手，但重击已经到了眼前。这一声巨响震得人耳朵发麻，宣武刚被逼到了死角，同伴们心都提到嗓子眼了，生怕他这一关就交代在这。既然横竖都是躲不过，宣武刚索性豁出去了。他大声问：“要是现在把你放倒，是不是就算通过测试了？”百里云听完直接笑了：“既然你们想走捷径，那就一起上吧。”百里云点点头说：“这确实是个明智的决定，既然想走捷径，那就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。可惜你们想的挺美，现实却很残酷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人数再多也只是摆设。”百里云一边出手一边嘲讽：“要是换个对手，你们这招说不定真能成。”宣武刚这下彻底没话说了，看着满地被打趴下的同伴，他终于明白眼前这个男人根本就是个怪物，刚才那股自信劲儿去哪了？百里云一边出手一边嘲讽说：“宣武刚这点压力都扛不住，连武器都挥不动了，这一招直接把人逼到了绝路。”百里云冷冷地说：“宣武刚，你就是太放不开了。”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，百里云已经盯上了下一个目标。这一转身，单里言这下危险了。宣文哲这一枪来得极快，百里云侧身躲过，嘴里念叨着这个名字，看来是遇到有点意思的对手了。能这么快判断局势并反击，显然是个实战经验丰富的老手。百里云一边拆招一边评价，这身手一看就是个老江湖。可惜在场的所有人都太紧张了，每一个动作都用力过猛，导致招式变得非常僵硬。这种致命的弱点，在百里云眼里简直就是到处都是破绽。明明人多势众，结果打起架来却畏首畏尾。百里云一眼就看穿了，这帮人根本没发挥出人数优势。他盯着宣武刚问：“你到底在犹豫什么？难道是怕伤着我吗？”虽然宣武刚、单里言和宣文哲已经是这群人里的顶尖水平，但百里云还是摇了摇头，语气里全是失望。他说：“你们的表现太让人失望了，因为太害怕输掉比赛。其实，在动手之前，你们就已经彻底输了。”宣武刚咬着牙，很不甘心。宣文哲赶紧稳住局面，他低声叮嘱同伴说：“百里云其实在配合他们的节奏，只要3个人联手，就一定能找到破绽。”宣文哲迅速分配任务，他负责正面主攻，让单里言从侧翼支援。这套配合打得确实有模有样。百里云看着这帮人重整旗鼓，冷笑着问：“你们终于打算认真玩了吗？”可惜现在才想起来，反击已经太晚了。百里云身形一闪，真正的杀招瞬间爆发，这一记重击落下来，宣武刚拼尽全力才勉强挡住。眼看单打独斗没戏，这帮人终于反应过来，
打算靠人数优势打配合。百里云冷笑一声，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合击吗？听起来挺有气势，可惜在他眼里全是漏洞。身形一闪，百里云直接消失在原地。原本以为是势均力敌，结果百里云一发力，局面瞬间变成了一边倒。这帮人连他的衣角都摸不到。宣武刚还在拼命寻找机会，可百里云却冷冷的开口了。他说跟高手过招，最忌讳的就是自以为是。你们以为摸清了我的套路，其实那只是我给你们的错觉，觉得我没下死手就开始胆大妄为了。百里云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说了一句让所有人绝望的话，看来我对你们的期待还是太高了点。百里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本以为这帮人里好歹能出一个有天赋的苗子，结果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他转过身摆了摆手，说一切都结束了，既然胜负已定，那就要按之前的约定来办。可就在这时，身后的气息突然变得诡异起来，原本已经倒下的轩宇刚身上竟然爆发出阵阵血光。百里云停下脚步，这下连他都觉得意外了，这股阴冷又狂暴的力量分明是失传已久的魔门禁术。他盯着轩宇刚手中的剑，一字一顿地念出了那个名字，大血教的大寂灭剑士。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为了通过这场测试，这小子居然打算拼命了。这种不要命的架势让百里云终于认真了起来。既然你这么想证明自己，那就把压箱底的本事全都使出来吧。原本以为只是小打小闹，可当两人的兵刃撞在一起，百里云才发现自己错了。这股力量根本不是一个普通弟子能有的，他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天赋。他忍不住低声笑了起来，这种久违的兴奋感让他体内的某种渴望开始疯狂跳动。原本只是一场普通的测试，可现在百里云看他的眼神彻底变了。这家伙，我今天一定要带走，谁也拦不住。宣武刚猛地惊醒，这是哪？难道已经回到了一天门？看来是昨天练得太狠，身体直接累垮了。就在这时，云真推门走了进来，问他是不是醒了。宣武刚定睛一看，果然是这小子。宣武刚突然反应过来，这下彻底要命了。刚才打得太兴奋，竟然当着一天门门主的面使出了邪派的血剑门招式，这不就是明摆着告诉人家自己是个卧底吗？别说比武了，搞不好今天命都要丢在这。就在他急得不行的时候，云真却像没事人一样推门催他赶紧去集合。宣武刚随口应了一声，心里却直犯嘀咕，难道这事还没传开，还是说百里云根本没看出来？不对，当时百里云那个眼神绝对已经发现不对劲了。宣武刚越想越觉得后怕，对方不仅认出了他的剑气，甚至连他师傅的名号都叫得一清二楚。明明只要一句话就能揭穿他这个邪派卧底，可对方偏偏选择了沉默。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难道还有更大的阴谋？正想着，百里云已经等在前面了。百里云淡淡的说了一句：“你终于来了。”宣武刚这下明白了，今天这一关怕是彻底躲不过去了。第一轮测试总算结束了，原本15个人的队伍，现在只剩下最后5个，这淘汰率比预想的还要高。还没等大家喘口气，百里云就宣布了接下来的安排，整整15天，每天都要和一天门的弟子实战。西华抱着一堆木棍跑了过来，开始给每个人发家伙。西华抱着一堆木棍分给大家，他说自己就是接下来的陪练，大家以后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了。百里云也在旁边发话，让这几个新人互相认识一下。王八赶紧凑上去打招呼，看起来还有点紧张，不过显然有人没耐心叙旧，话还没说完就被宣文哲直接打断。毕竟在这种地方说再多都是白费力气，拳头永远比嘴巴好使。今天的实战现在就要正式开练了。西华这姑娘胆子真大，直接提议要2对5，还说这样比较省时间。这话一出，对面的几个弟子全听傻了，这明摆着是没把他们放在眼里。王八倒是一脸轻松，笑嘻嘻的答应了下来。宣文哲这下坐不住了，觉得这2个人实在是太狂了，他直接往前站了一步，说这种场面他一个人就能搞定，让其他人都在旁边看着。既然双方都这么有自信，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这场实力悬殊的较量直接开练。虽然他们连续3年输给了名门，但绝不能被这群无名小卒给看扁了。带头的宣文哲直接发狠，想用最快速度解决战斗。他手里的长棍舞得飞快，带起了一阵阵劲风。这一招威力确实不小，他觉得胜负就在这一瞬间，只要这一棍下去，对方绝对招架不住。宣文哲觉得胜负已定，这一棍就是他的最后一招。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西华竟然在这个时候直接憋出了大招，特殊天赋明镜止水瞬间激活。宣文哲这下彻底看傻了，这到底是什么力量？西华微微一笑，手里的长棍已经蓄势待发。他说这一下会有点疼，让他千万忍住了。这一招威力实在太猛，对手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，直接被掀翻在地。西华这下彻底打嗨了，觉得一个一个来太浪费时间，干脆让剩下的人全部一起上。这话对面的和尚可听不下去了，他大喊着自己的名号，直接一记重拳轰了过来。谁知道西华稳如泰山，正面接下了这是大力沉的一击，连退都没退一步。这下连对手都不得不服气，夸他的防守简直滴水不漏，这基本功绝对是下了苦功夫的。被对手这么当众一夸，西华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，但对方可没打算就此收手，直言下一招绝对让他挡不住。这一拳带起的劲风眼看就要砸到面前，就在这关键时刻，王八突然闪身冲到了最前面，直接正面接下了这一击。对方这下彻底懵了，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手腕就已经被死死扣住。王八嘿嘿一笑，说现在轮到他出手了。眼看单挑占不到便宜，这帮人决定不再留后手，准备全员压上动真格的了。
可结果呢？宣武刚和西华配合的天衣无缝，不管对方的攻势有多猛，竟然全都被他们给拦了下来。这下轮到轩宇刚开始怀疑人生了，明明已经使出了全力，却连对方的防线都碰不到。轩宇刚这下彻底急眼了，觉得堂堂名门大派竟然连个无名小卒都拿不下，简直是丢人丢到家了。百里云就在旁边冷冷的看着，一句话也没说，仿佛早就看穿了对方的底牌。就在这时，王八突然发力，伴随着一声怒吼，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冲了上去。这攻势快得让人根本没法躲，对方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就被这股怪力直接轰飞了出去。随着最后一名对手重倒地，这场战斗终于画上了句号。西华看着剩下的那个人，语气平淡的问他还要不要继续，但这局面明摆着已经没法打了。对方整个人都愣在原地，嘴里一直念叨着不可能，明明他们有5个人，怎么会输得这么干脆利落？百里云微微一笑，看来今天这出闹剧到这里就彻底结束了。百里云随口丢出一个重磅炸弹，说西华其实才正式练了1个月。这话一出，轩宇刚直接愣在原地，这到底是什么妖孽天才，1个月就能练出这种内力？百里云没理会旁人的震惊，转头开始教大家真正的杀手锏，那就是多人配合的联手战术，尤其是对那些连输了3年的老队员，这堂课简直就是救命稻草。想要真正变强，光靠自己埋头苦练可不行，最关键的是要信任身边的同伴，只有敢把后背交给队友，才能发挥出超越极限的力量。这种信任带来的自信，会让每个人的实力发生质变。今天的特训总算告一段落，百里云摆摆手，让大家赶紧回去休息。可就在大伙儿高高兴兴散场的时候，他却突然单独叫住了宣武刚。这下宣武刚心里直犯嘀咕，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对。还没等他开口询问，百里云就直接开启了隔音屏障。看来接下来的谈话内容绝对不能让第3个人听到。那么我们继续昨天的谈话吧。关于为什么血剑派年轻的宗主、非正统派的支柱之一会在武道馆，如果你无法提供一个恰当的解释，你最好做好后果的准备。轩宇刚这下彻底乱了阵脚，是该拼死一搏还是转身就跑？还没等他迈开腿，退路就被瞬间封死。百里云冷笑着说，在我面前你根本没有逃跑的机会，今天这道门你注定是走不出去了。百里云步步紧逼，让他老实交代，既然是血剑门的少主，为什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？这一句话直接把轩宇刚的思绪拉回了5年前，那是他最不想回忆的过去。门主指着他的鼻子骂，面对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人，你居然只是废了他一条胳膊。他命令轩宇刚站起来，语气里全是嫌弃和愤怒。既然已经动手了，为什么不直接斩草除根？为什么不把他的头砍下来？这种心慈手软的行为，在血剑门看来简直就是一种耻辱。门主越说越离谱，他觉得作为邪派的接班人，就要让所有人感到恐惧。你到底还要让我失望多久？紧接着，他下了一个丧心病狂的命令，去杀了你师姐。这话一出，轩宇刚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，他颤声问你刚才说什么？门主却根本不在乎，他冷冷的解释，不管你是背后捅刀子，还是假装投靠武林盟去卧底，总之他必须死。轩宇刚还是想不通，他到底做错了什么？门主这下直接炸了，这就是邪派的生存法则，你那点可怜的同情心，只会害死成千上万的弟子。最后他甚至威胁道，你要是觉得不公平，那我就让你师姐来杀了你。现在的轩宇刚已经彻底没得选了，门主的话字字诛心，跑是没戏了，要是敢自寻短见，他第一个拿师姐祭旗。这个疯子甚至要求轩宇刚将来必须亲手杀了他，然后接管整个血剑门。但现在的任务只有一个，就是去杀了那个最亲近的师姐。面对这种丧心病狂的威胁，轩宇刚只能低头答应。他说我去，但这不过是缓兵之计，只要能先离开这老狐狸的视线，就一定还有转机。轩宇刚彻底爆发了，红色的剑气像疯了一样，他现在只想把心里的压抑全部发泄出来。百里云却一点都不慌，反而笑着说，打算正面硬刚了吗？看来你还是没搞清楚咱俩的差距。不过这正合他意，他让轩宇刚使出真本事，别再藏着掖着了。轩宇刚一边挥剑一边质问，你到底想对我做什么？百里云轻描淡写的回答，你不是来修炼的吗？反正那些所谓的名门正派武功根本发挥不出你真正的实力。这下有意思了，百里云竟然在逼他入魔。百里云一边出手一边说，想赢过武林盟那帮人，你就要拿出真本事来证明给我看。这一剑快得离谱，轩宇刚发现眼前的百里云跟之前考试的时候完全不是一个级别，这根本不是在切磋，只要稍微分神，今天就要交代在这。轩宇刚被逼到了绝路，他大吼一声，体内的那股力量终于要彻底爆发了。百里云一边压制一边评价，你现在这副样子确实比以前那些名门正派的武功要顺眼得多。但他话锋一转，直接戳到了轩宇刚的痛处，他说你骨子里根本就不是走邪路的料。轩宇刚这下彻底破防了，大声质问对方到底什么意思。百里云冷笑着说，邪派的杀人之剑讲究的是为了赢能斩断一切，而你根本没有那股狠劲。这句话让轩宇刚瞬间想起了门主，那个曾经像噩梦一样逼着他坠入黑暗的疯子。他愤怒地吼道，你这种人懂什么？百里云根本不废话，反手又是一记重击，你的剑里全是犹豫，这才是你最致命的弱点。百里云一边出手一边摇头，他说你根本没有杀气。轩宇刚气急败坏地吼道，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你根本不了解我经历过什么。百里云冷冷地回了一句，嘴上可以撒谎，但你的剑骗不了人，你到底是为了什么才变强的？轩宇刚已经快要崩溃了，他大声反驳，变强不就是为了杀人吗？还能为了什么？看着眼前这个走入死胡同的少年，百里云知道，如果他找不回真正的目的，这把剑迟早会毁了他自己。
百里云发出了最后的灵魂拷问：你到底是为了什么才拿起的这把剑？轩辕刚停顿了一下，这个问题他问过自己无数次，就在这一刻，答案终于清晰了。他握紧剑柄，积压已久的力量彻底炸开。这一招已经不再是为了杀戮，而是为了找回真正的自己。红色的气息瞬间吞没了一切，现在的轩辕刚简直像是变了个人。轩辕刚终于开口了，他说：我之所以拼了命也要变强，是因为我有一个死脑筋的父亲。在他心里，父亲虽然不是什么绝世高手，但却比谁都看重那点可怜的荣誉。哪怕所有人都说那是白白送死，哪怕在别人眼里那种死法根本毫无意义，但他还是在那场战斗中留到了最后。轩辕刚低着头说：我不能就这么算了，如果我现在就这样冲过去，除了再多一条人命，什么都改变不了。他很清楚，如果现在沉不住气，那他也只会落得一个像狗一样死掉的下场。我必须变强。为了这个念头，轩辕刚几乎把自己逼疯了，不管过程多痛苦，他都告诉自己要忍下去。可结果呢？他确实变强了，但他不再是父亲的儿子，而成了血剑门手里的一把刀，一个只知道杀戮的怪物。百里云看着他，问了一个最扎心的问题：你后悔吗？轩辕刚沉默了很久，他说自己也不知道，他最初的目的只是想守住父亲的尊严，他要让所有人看清楚他的父亲不是窝囊废，而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。作为儿子，这是他活下去唯一的理由。轩辕刚大声喊出了心里话，他拼了命地变强，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是父亲的血脉，是为了守住那份最后的尊严。可现在他觉得自己彻底走错了路，跪在地上像个认栽的囚犯。他说要杀要剐随便你，哪怕把我交给武林盟也行，但这件事和其他人没关系，潜伏进来的只有我一个。百里云蹲下身子，淡淡的说了一句：原来你是为了守护而战。还没等轩辕刚反应过来，百里云突然伸手按住他的头，猛的一下，直接把他整个人按进了土里。百里云看着地上的年轻人，语气平静地说：站起来，你现在的样子真像个迷路的小鬼。谁也没想到，百里云不仅没打算灭口，反而提出了一个疯狂的计划，他要帮轩辕刚把这一身练废了的武功全部推倒重来。轩辕刚彻底愣住了，他原本以为自己必死无疑，结果对方却要教他真本事，这简直比杀了他还让人意外。百里云笑着说：反正盟里少你一个也没人发现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把你这副烂骨头彻底拆散，再重新拼起来。接下来的15天，你必须忘掉以前学过的一切，因为真正的地狱训练现在才刚刚开始。百里云问得很直接，接下来的过程会非常痛苦，你到底敢不敢信我？轩辕刚根本不在乎吃苦，他只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变强。百里云笑了笑，让他把心放回肚子里，只要有他在，变强只是迟早的事。与此同时，武林盟内部也炸开了锅，长老们都在议论，这一届的新人简直强得离谱，各大门派为了抢人都要打起来了。但一个更麻烦的消息传了过来，邪道联盟居然在这个时候公开下战书，他要跟武林盟打个赌，如果这次他的人赢了，武林盟就要答应他一个条件。他这次开出的条件简直让人没法拒绝。他说只要武林盟能赢，1年之内他绝不进犯。谁都知道这是个圈套，但对于现在的武林盟来说，这1年的喘息机会比什么都值钱。长老们心里很清楚，这局棋绝对不能输，既然对方想玩大的，那就要请个能镇得住场子的人。就在这时，大殿门外走进来一个人，步子迈得很稳，气场压得全场没人敢说话，被称为蓝流的人，天天2打5，换谁都得累趴下，这训练强度简直不是人受的。就在两人抱怨的时候，百里云突然出现，这下两人彻底懵了。但百里云接下来的话，直接让两人原地复活，只要能赢下8场，专属武器直接安排上。刚才还累得半死，现在瞬间精神了，这奖励谁能拒绝啊？专属武器的诱惑果然管用，这两人干劲十足，连晚上都在加练。西华这天赋简直离谱，刚教的招式转头就能破解，对手都看傻了。以前就觉得他眼力好，今天这状态简直像开了挂。西华也不藏着掖着，有奖励动力就是不一样。话锋一转，两人开始琢磨起百里云，这偏心偏的也太明显了吧。百里云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，让你老实待着，就这么难吗？宣武刚还想挣扎，觉得不能在这浪费时间，结果百里云直接掏出一张符，这下麻烦大了，符咒瞬间发动，宣武刚当场惨叫，这滋味光看画面都觉得够呛。百里云解释说，这是专门对付邪派的束缚符，越想用力勒得就越紧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不用身体力量去冲破它。就在这时，王八跑来质问百里云，是不是在给宣武刚开小灶？百里云赶紧否认。百里云在一旁盯着，让大家继续对练，他让那个没动手的弟子好好看着，别光看热闹的动脑子。场上的宣文哲终于发现了不对劲，每次他想拉开距离进攻，西华就立刻贴上来，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，长枪根本没法摆开架势，这节奏完全被对方带着走。宣文哲居然变了，不再死守长枪，直接用身体硬刚，这招式以前见都没见过，这动作太诡异，难道是失误？不，这分明是更高级的打法。百里云在一旁看着，这群人的进步快得吓人，他转头问身边的轩宇刚，看着他们这么强，你是不是也坐不住了？就在这时，宣文哲彻底突破，人枪合一。轩宇刚还在琢磨怎么脱身，突然他意识到，如果把身体当成枪，是不是就能破局？他实在受不了了，大喊着求放过，凭什么只有他一个人被绑在这儿受罪？百里云冷冷地回了一句，让你别动就老实待着，看看人家宣文哲在战场上摸爬滚打，早就找到了自己的路，你呢？只会模仿别人的招式，根本没有自己的东西。轩宇刚急了，问那到底该怎么办？百里云直接点破，
你那些老习惯不改掉，永远练不出名堂。把你绑在这就是为了让你彻底死心。身体的习惯改不掉，那就从内功下手。这小子终于开窍了。百里云直接点破，别人都在练招式，你必须练内功。人体有365个穴位，高手也就用70个，剩下的那些才是真正的答案。这小子也是个狠人，既然要练，那就玩把大的，把内力一股脑全灌进去，强行冲开那些死穴。内力混杂着浊气，居然开始逆流，这可是走火入魔的前兆啊！百里云厉声警告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，要是被这股狂暴的内力吞噬，这辈子就彻底毁了。眼看宣武刚已经到了极限，宣文哲刚想冲上去救人，却被百里云一把拦住。退后，这一关谁也帮不了他。宣武刚死死咬着牙，哪怕身体快要炸开，他也绝不松劲。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，他宁可死在这，也绝不回到以前那种日子。到了最搏命的时刻，必须清空所有穴位，把体内的浊气全逼出去。随着系统一声清脆的提示，小周天循环终于开启。这股力量太霸道了，宣武刚整个人被冲击的几乎崩溃，他瘫倒在石头边，身体像是要散架了一样，不停的咳嗽。百里云赶紧上前询问：“宣武刚，你还能撑住吗？”还没等他回答，一股惊人的气劲猛地从他身上炸裂开来。终于他把血剑门的武功全废了。百里云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，语气里难得带了点赞许：“恭喜你，现在你是一张白纸了。”但宣武刚可不满足于此，他盯着百里云，眼神里全是野心。光是白纸有什么用？既然废了旧的，那你就要教我新的，我可不想被你们落下。百里云笑了：“行，那就把这张白纸填上你自己的剑道。”森林里的气氛突然降到冰点，树上挂着的尸体已经被彻底吸干了。清河盯着眼前的惨状，看来咱们追的东西就在这附近。南宫羽在旁边越看越觉得不对劲，受害者完全没有规律，对方好像单纯就是为了喝血，手法这么野蛮，不像是江湖中人干的，更像是某种嗜血的怪物。南宫羽还在那犹豫，这东西神出鬼没，一点线索都没留下，要不咱们还是先撤吧。清河一拍板，不能再让更多人送命了，咱们追，谁有意见？南宫羽嘴上说着没意见，心里却在犯嘀咕，干这行的大多都没什么好下场，还是得给自己留个后手。他在树上刷刷写下几行字，要是过了1个月还没回来，就赶紧去联系一天门门主。百里云像是察觉到什么，喃道总有种不好的预感。2周的魔鬼训练总算结束了，百里云看着这群脱胎换骨的弟子，心里显然已经有了打算。西华和王八表现最出色，拿到了8场胜绩，作为奖励，他承诺要给2人打造专属神兵。就在大家以为能松口气的时候，百里云突然变了脸色，接下来的第2阶段训练竟然是要他们自相残杀，这哪里是训练，简直是要把他们往绝路上推。与此同时，湖南境内的失踪案突然激增，这份秘密名单的出现，意味着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。失踪案的情况比预想的还要惨，受害者全被割了脖子，血都流干了，这手段听着就不像人类干的。宜良赶紧汇报，武林盟已经派出了南宫羽和清河，这2个人可是出了名的强联手，专门负责处理这种棘手的麻烦。百里云听完总算松了口气，既然有这2个顶尖高手坐镇，看来自己不用再插手了。提到恶魔这2个字，百里云想起了不少往事，那可不是什么美好的回忆。还没等他回过神，耳边突然传来一声巨响，王八这群人简直打疯了，说是第2阶段训练，结果他们真敢下死手，直接从院子打进了屋里。宜良吓得瘫坐在地上半天没说出话来，这哪是在培养弟子，这分明是在养一群疯子。百里云道：“是见怪不怪，既然这群人已经进入状态，那接下来的麻烦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。”谁能想到那个被称为怪物级别的天才清流竟然会跑来当教官，这种人最不适合教学生，因为对他来说变强就像呼吸一样简单，他根本理解不了普通人的痛苦。宜良在一旁显得很局促，生怕百里云会因为对方的名头感到压力太大。结果百里云只是淡淡的说：“以前在学院的时候，我们确实经常交手。”云真赶紧追问结果怎么样，百里云头也不回的往前走，只留下一句话：“在那段日子里，我一次都没输过。”百里云随口提到了一个名号白龙，这可是当年响彻江湖的传说。旁边的人听完直接愣住了，谁能想到自家盟主竟然就是那位大人物？这下大家看他的眼神全变了，一个个恨不得当场把命交出来，死心塌地要跟着他干大事。百里云看大家练得差不多了，本想让他们赶紧去休息，结果这帮弟子跟打了鸡血一样，喊着一点都不累，还要继续加练，这就有点奇怪了。明明是强度极高的魔鬼训练，可他们不仅没觉得累，反而觉得浑身都是劲。大家都觉得奇怪，受了那么重的伤，怎么睡一觉就好的差不多了？其实这都是百里云的功劳，只要成了他的部下，身体恢复速度就会直接翻倍。看到大家这段时间这么拼，百里云难得大放了一回，决定带所有人去洞庭湖放松一下。这群人还没来得及高兴太久，百里云就冷着脸警告：“出门在外，你们代表的是我的脸面，要是敢在外面丢人现眼，回来的训练绝对让你们后悔出生。”刚才还兴奋的不行的弟子们，瞬间老实的像小猫一样。好在洞庭湖的美景就在眼前，真正的假期终于开始了。可惜西华和王八没能一起来，不然这趟旅行肯定更热闹。宣文哲带着大家直奔城里最火的酒楼，打算带大家开开眼界。结果刚到门口就吃了个闭门羹，伙计一脸为难，说现在已经完全没位子了。原来1楼、2楼早就挤满了人，至于最好的3楼，那是专门给成名的大人物留的，普通武者连门槛都摸不着。
身边的弟子一听这话，火气蹭的就上来了，刚想上去理论，却被宣文哲直接拦住。没必要在这种地方争嫌气，既然这里不欢迎咱们，换一家就是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戴着斗笠的女人找上门来，她大方的表示可以买单，但前提是必须把百里云的情况如实招来。当嘉悦摘下斗笠的那一刻，在场的人全愣住了，这女人竟然长着一双蓝色的眼睛，这种长相一看就不是普通人。与此同时，暗处也有人在盯着百里云的一举一动。原本以为那些传闻都是胡说八道，可自从见识过百里云在开宗大典上的手段，这位幕后大佬也坐不住了。既然百里云这么爱出风头，那他也打算亲自去会一会，毕竟想要平起平坐的谈生意，总得先给对方留下点深刻的印象才行。嘉悦的算盘打得挺响，他本想在附近先开个裁缝铺，凭着自己做衣服的好手艺，先把名号打响再说。在他看来，既然有黄龙店主亲自推荐，百里云肯定早就收到信了，自己根本不需要主动上门。结果现实却给了他一记响头。对面的单李岩听完直接懵了，说百里云压根就没提过这回事。这下场面一度非常尴尬。单李岩赶紧倒酒赔罪，承认之前看他长得像异族，还以为他是邪派派来的间谍，所以才一直对他疑神疑鬼。嘉悦倒是表现得很是大度，说自己早就习惯被误解了，但他还是忍不住想确认，百里云真的一个字都没提过他吗？听到百里云可能已经把他忘了，嘉悦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原本满心的期待一下子落了空。旁边的云珍赶紧打圆场，说百里云最近确实忙得脚不沾地，除了要训练大家，还得应付那个传得沸沸扬扬的赌约。嘉悦好奇地问，到底是什么赌约能让百里云这么上心？原来是正邪两派的盟主要在这次比武大会上分个高下，这已经不只是年轻人的较量了，更是两方势力赌上名声和地盘的生死局。这场赌局的代价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大。如果邪派输了，他们承诺1年内绝不扩张，可要是正派输了，就要无条件答应邪道联盟一个要求。这哪里是公平竞争，分明是拿弟子的命在做交易。更让人心寒的是，为了达成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，正派的高层们竟然私下里都希望百里云输。得知真相的宣文哲和单李岩气得当场拍了桌子，闹了半天，他们这些拼命的弟子，竟然只是大佬们随手丢弃的棋子。这种被人背后捅刀子的滋味，换谁都受不了。既然上面的人不仁，那就别怪他们不义了。宣文哲这番话说的那是相当难听，他觉得既然大家都是联盟的人，就算输了比赛，上头也肯定会给点好处补偿。单李岩一听这话就炸了，这意思不就是说，为了所谓的联盟大局，他们这些人就该去当垫脚石吗？宣文哲非但没收敛，反而冷笑着承认了，在他眼里，这种牺牲简直再正常不过。单李岩气得拍桌子质问，难道在那些大人物眼里，他们的努力和命就这么不值钱吗？轩宇刚在一旁听得心都凉了，他死死盯着宣文哲，问这件事师傅是不是也早就知道了？宜良现在急得不行，问百里云到底打算怎么办？毕竟武林盟那帮老家伙可不是好惹的。百里云却一脸淡定，他说咱们没必要总听大人的，既然这些人选择跟着我，那以后就是我的人了。他甚至还想拉宜良入伙，说这可是个双赢的机会。宜良刚想找借口拒绝，百里云却直接点破了他的秘密。这下宜良彻底没话说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百里云手里竟然攥着他的把柄。就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，外面突然传来了急报，出大事了！正邪两派的人马竟然同时在外面集结。百里云还以为只是要开打了，结果报信的人嗓子都喊哑了，根本不是什么正邪冲突，而是妖怪冒出来了。成百上千的妖怪正发了疯一样冲向洞庭湖，黑暗的林子里到处都是磨牙的声音。这些畜生嘴里只念叨着一件事：杀光所有人，然后吃掉他们。这里就是传闻中的魔域，只要有大魔现世，方圆百里都会变成人间炼狱。最麻烦的是那些被吸引来的怪物，正成群结队的冲向人群。随从急匆匆的跑来说，百鬼夜行已经开始了，200多只怪物正扑向洞庭湖，而且带头的极有可能是一只大魔。更糟糕的是，清河河南公寓已经失踪整整1个月了，他们在魔域门口留下了绝笔，如果回不来，就去通知一天门。百里当即决定一个人去白象山救人。宜良急着问，不去岳阳跟大部队会合吗？他头也不回的说，那边人够多了，我必须去最危险的地方。可他还没意识到，武馆的弟子们现在就在洞庭湖，那里正是怪物冲锋的最前线。百里直接放话，那些武馆的孩子没必要去送死，他们是重点保护对象，盟主会亲自送他们安全离开。他现在必须争分夺秒，在大魔吸干所有魔气之前彻底解决掉他，否则这方圆百里全都会变成人间炼狱。黑暗中传出诡异的声音，这怪物竟然盯上了他的命，还说他的命运尝起来非常美味。与此同时，武林盟内部已经乱成一锅粥，所有人都在愤怒地质问，大家是不是被当成了弃子，必须找门主讨个说法。就在众人群情激愤时，大门被猛地撞开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男人突然从天而降，看这架势来头绝对不小。他自报家门说是武林盟在岳阳的负责人，但他带来的可不是好消息，而是催命符。他语气严肃地说，百鬼夜行马上就要杀过来了，这里转眼就会变成战场，你们这群孩子现在立刻给我撤走。这话一出，底下的弟子们直接炸锅了。有人不服气地喊道，凭什么让我们逃跑？我们也能留下来战斗。男人根本不给商量的余地，大声呵斥道，这不是逃跑，
而是为了保住武林的未来。这是命令所有人必须马上离开。这负责人简直像吃错了药，态度硬得离谱，根本不给弟子们解释的机会，直接指着鼻子骂他们是累赘，命令所有人立刻滚回训练场。虽然大家被骂得不敢吱声，但心里都觉得不对劲。这决定听着没毛病，可他那副火急火燎的样子，明显是在隐瞒什么大事。果然，百鬼夜行的消息突然炸开了，有人这才反应过来，负责人刚才是在故意撒谎。他之所以急着把大家赶走，是因为他知道防线马上就要崩了。更绝望的是，那些名门正派可能根本指望不上。负责人是想把这群孩子藏起来，给武林留最后一点火种，因为接下来的整座城市马上就要变成人间炼狱了。宣文哲还在极力劝阻，说这些危险只是猜测，身为弟子必须无条件服从撤退的命令。但轩宇刚根本不吃这一套，他直接把话挑明了：如果我们现在为了保命撤走，那这里的百姓是不是就只能等死了？他大声质问在场的所有人，大家现在代表的是一天门，身为名门正派，难道要在这种时候当缩头乌龟吗？这话一出，底下的弟子们全都被点燃了，大家纷纷握紧武器，谁也不想在这种时候认怂。宣文哲最后也只能妥协，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那就干脆大干一场，让那些怪物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名门风骨。既然躲不掉，那就干脆反客为主。轩宇刚开始有条不紊地布置任务，他让丹里严去摸清敌人的规模，其他人立刻封锁地形。这一刻起，攻守的局面彻底反转，他们不再是四处躲藏的猎物，而是准备收网的猎人。与此同时，在漆黑的树林深处，百里云正一个人独自行动，周围的气氛诡异到了极点。他意识到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，百鬼夜行的污染已经扩散开了，如果再不找到源头，这地方就真的没救了。谁能想到这畜生吃了几个人之后，竟然直接进化了？他现在完全变了个样，满脑子只想把躲起来的猎物全揪出来。他对着树林疯狂咆哮，让藏着的人赶紧滚出来受死。那股嚣张的气焰，摆明了是要把这里变成屠宰场。躲在暗处的清河现在肠子都悔青了，早知道这玩意儿这么难缠，当初就不该犹豫，应该趁他还没成气后就直接弄死。南宫羽压低声音抱怨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这怪物的实力已经完全失控，只要稍微露出一丁点动静，今天谁也别想活着离开这片树林。清河死死盯着外面，现在只能等一个几乎不存在的机会，否则所有人都要交代在这里了。这畜生简直狂到了极点，根本没把眼前的对手放在眼里。他一边叫嚣一边随手挡下了攻击，但这姑娘也不是好惹的，反手就是一个十字斩，可惜实力的差距实在太大，怪物猛地一伸手，直接把他死死按在地上。就在这要命的关头，南宫羽从背后杀了出来，这一记重击结结实实砸在怪物身上，总算把人给救了下来。南宫羽还没意识到危险，竟然还在这儿庆祝，赶紧问同伴有没有受伤。结果清河急得大喊让他看前面，这下麻烦大了。南宫羽高兴得太早，怪物根本没受什么重伤，真正的反击瞬间就到了眼前。眼看南宫羽就要没命了，那畜生的爪子已经到了跟前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一道人影闪过，硬生生挡住了这致命一击。这畜生显然没料到半路会杀出这么个硬茬，他死死盯着百里云，喉咙里发出愤怒的低吼，但百里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。百里云不紧不慢地开口，既然还喘着气，就省点力气，别在那哼哼了。他一边活动手腕一边说，为了处理那些杂碎，确实耽误了不少时间，接下来的场面可就不是这些小妖小怪能掺和的了。百里云眼神一冷，真正的狩猎现在才正式开始。这大妖看着挺唬人，结果在百里云面前简直就是个空架子。百里云也觉得纳闷，这种级别的怪物怎么可能这么不经打？就在这时，暗处突然传来一个阴森的声音，骂这怪物是个蠢货，还要帮他一把。话音刚落，一股恐怖的紫色邪气瞬间炸开，这怪物的气息完全变了。百里云立刻横剑身前。最让人头皮发麻的是，那个声音竟然对着百里云说：“好久不见了，我的孩子。”这个女人终于露面了，她语气里透着一股子诡异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确实很久没见了，看她这副样子，就知道绝对没安好心。”百里云整个人彻底炸了，他愤怒地质问：“你为什么在这里？”这场仗打到最后，剩下的只有满地狼藉。谁能想到亲手造成这一切的，竟然是自己最信任的人？百里云大声质问：“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事？”可这一句对不起已经太迟了，他现在完全成了被操控的傀儡。这下局面彻底失控了。百里云怎么也没想到，尘封了10年的噩梦竟然会被人当众撕开。对方的话字字诛心，直指他当年杀掉朋友然后狼狈逃跑的真相。这一刻，所有的记忆都对上了，原来那个所谓的黑夜才是所有悲剧的开始。这个女人可不简单，当年她一个人就拆了半个皇宫，作为3大魔域之一的长生谷之主，她本该被永远封印才对。百里云怎么也想不通，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？难道这只是个分身？还没等他回过神，真正的麻烦就现身了。那个怪物冷笑着说：“碍事的人已经被他打发走了。”这下百里云彻底孤立无援了。百里云看着眼前的恶魔，调侃他居然还挺讲义气，特意把宣文哲给送走了。恶魔反问他：“难道你对杀那些小喽啰也感兴趣吗？”百里云语气平静：“等把你解决了，我照样会去收拾他。”这话一出，恶魔觉得他简直是在白日做梦，真以为自己能赢。可百里云接下来的话让气氛彻底变了。10年时间足够让一个人脱胎换骨，
这一战他显然已经等了太久了。百里云这次是动了真格，他冷冷地宣告，绝不会再给对方任何机会踏入这个世界半步。随着雷霆一击，眼前的麻烦被彻底清理干净。另一边的战场上，轩宇刚也刚刚解决掉难缠的魔物，本以为能松一口气，可轩文哲却急促地提醒他，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，必须立刻离开这片是非之地。轩宇刚一边清理杂兵，一边纳闷这仗怎么越打越容易。轩文哲没好气地提醒他，这2周的魔鬼训练，难道你都败练了吗？轩宇刚还没反应过来，觉得自己也没出多少力。轩文哲气得大骂，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。这段时间的魔鬼训练，大家都在拼命寻找对手的破绽，甚至学会了如何彻底隐藏气息，因为对付恶魔，找准那一瞬间的空档才是关键。短短1个月，所有人的实力都发生了质变。轩宇刚这才反应过来，难道这一切都在门主的预料之中？现在的他甚至要刻意压制体内的血剑宗武功，那种呼之欲出的力量让他根本按耐不住。他想要的可不仅仅是现在的程度，他还要变得更强。轩文哲突然问了一个谁都没想过的问题，如果这次能活下来，你打算以后怎么办？轩宇刚反问他，你这话到底什么意思？轩文哲接着说，如果真能解决掉这些恶魔，顺利参加接下来的比武，我们真的能赢吗？轩宇刚笑着调侃，你平时不是最守规矩吗？怎么现在反而开始担心了？轩文哲没有正面回答，只是淡淡的说，他只是想提醒大家，有些事情绝对不能忘。轩宇刚笑着说，要是学了一身本事却没处使，那憋屈的感觉怕是能让人直接发疯。轩文哲听完深有同感，确实是这么个理。还没等2人感慨完，丹李岩就在一旁大喊，别在那磨蹭了，赶紧给我往前冲！轩文哲立刻打起精神，现在什么都别想，只要盯着眼前的敌人就行。都给我听好了，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活下去，明白了吗？话音刚落，大批恶魔已经杀到了眼前，现在的任务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死守防线，直到援军赶到。领头的再次警告，千万别逞英雄，更不要感到害怕，因为这些恶魔就是靠吸食恐惧来变强的。既然站在这里，身后就是我们要用命去守护的人，为了家人的安全，这就是我们的信念。可奇怪的是，原本势不可挡的百鬼夜行，推进速度居然莫名其妙变慢了。不仅如此，这些恶魔的反应也非常反常，他们看起来根本不像在进攻，反而像是在拼命逃跑。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，能让这群怪物都感到害怕？就在这时，一道寒光突然杀出，这一枪快得让人根本反应不过来。广渊彻底愣住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这里撞见这把枪，质问为什么不听劝撤退。轩文哲却只是回了一句听见了。广渊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，不是让你们这群小鬼赶紧撤吗？轩文哲一边应付眼前的怪物，一边直接顶了回去，说自己早就听到了。这下广渊彻底炸了，既然听到了，为什么还要留下来送死？就在他差点失手的时候，轩宇刚及时杀到一剑，替他解了围。虽然他们只是武炼门的弟子，但在成为任何身份之前，他们首先是武者。广渊沉默了，他知道这群硬骨头是绝对不会撤的。他终于松了口，15分钟，只要能撑住这段时间，援军就会赶到。至于抗命的事，只能等活下来再慢慢算账了。听到广渊的怒吼，轩文哲大声回应，这一击来得太突然了，根本没人反应过来。怪物死死抓住了他，嘴里还喊着什么强壮的人类。还没等他回过神，怪物已经张开了大嘴，一口下去咬住他的肩膀。轩文哲直接爆发了，手中的长枪瞬间杀到，总算从怪物口中救下了广渊。广渊已经快撑不住了，他用尽最后的力气，只说了一个字：跑。这只怪物的实力太恐怖，根本不是他们能对付的。广渊大喊着让大家趴下，这一招干净利落，瞬间就把眼前的怪物给清理了。面对这种级别的恶魔，逃跑已经没有意义了。轩文哲很清楚，现在除了死战到底，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。这一声提醒还是晚了，怪物的巨爪已经到了头顶，轩文哲根本来不及躲闪。难道今天真的要交代在这了吗？就在这生死关头，轩宇刚强行杀入战场，他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。百里云的话还在耳边回响，说这门邪功绝对不能再碰，否则好不容易打通的经脉会彻底被污染。可现在这种时候，如果再藏着掖着，大家就全都没命了。轩宇刚已经顾不上后果了，他大吼一声：我绝不会让你死！这一刻，禁忌的血海阿修罗剑法终于重现江湖，这一招威力太惊人了。轩宇刚终究还是破了剑，使出了那门被禁止的绝学。轩文哲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，他死死盯着那把剑，这根本不是普通的武器，这把剑竟然变成了金色。轩宇刚自己都懵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突然想起百里云说过的话，说他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剑道，原来这就是答案。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，兴奋的大喊：门主，我做到了！这怪物也是没眼力见，居然盯上了百里云，还想把他当成大补的养料。结果百里云根本没废话，仅仅是因为对方挡了路，抬手就把他的脑袋给摘了。这种让人胆寒的力量，简直强得不讲道理，甚至让人忍不住想要追随。就在这时，林子里传来了惨叫声，求救声响彻了整片树林。但这人运气实在太差，偏偏撞在了这怪物手里。他根本没打算给人活路，他甚至在享受这种恐惧，觉得这样还远远不够，他要变得更凶残，更让人胆战心惊。从这一刻起，他不再是普通的野兽，而是真正的捕食者。这怪物还在那疯狂叫嚣，非要让人类感受到恐惧，好证明他已经成了顶级的捕食者。可轩宇刚根本没把他当回事，甚至连正眼都没瞧他一下。这种无视简直比直接动手还要羞辱人。怪物这下
彻底破防了。既然得不到恐惧，那就用最残暴的方式把人撕碎。宣文哲赶紧出声提醒，千万别大意。轩宇刚看准时机，直接杀入战场，大喊一声：“该我上场了！”这突如其来的变数让怪物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攻守之势瞬间逆转。轩宇刚立刻抓住机会，下令让所有人同时出手，大家配合的天衣无缝。轩宇刚还不忘道个谢，看来这怪物的死期真的要到了。援军终于到了，一声佛号响彻全场，武馆的5位精英弟子齐刷刷亮相。但打着打着，大家发现情况不对劲，眼前这怪物的气息跟刚才那些杂鱼完全不是一个量级，这家伙恐怕就是这片魔域的主人，也就是真正的首领。大家赶紧提醒广渊，千万得留神他的爪子，他的招数诡异得很，稍不留神可能就要交代在这了。丹里岩大喊一声：“背后交给我们就好！”怪物眼看情况不妙，直接开始搓大招，紫黑色的能量球眼看就要炸开，丹里岩根本不给他机会，顶着压力强行近身缠斗，死死锁住了怪物的行动。就在怪物被牵制住的一瞬间，云针从天而降，这一记重击他怕是躲不掉了。宣文哲直接放话了，憋屈了这么久，等解决掉眼前这个麻烦，咱们就该反客为主去狩猎了。全员斗志瞬间拉满，对着怪物就是一通疯狂输出，打得他根本没法还手。可谁能想到，这怪物脑子里竟然还在想，他觉得自己很强，甚至还想把所有人当成点心。这下麻烦了，疯了的怪物才是最难缠的。疯了，这怪物彻底疯了，他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始疯狂吞噬同类，所有人直接看傻了，这家伙连自己人都不放过，必须马上解决他。原来他是在吸收同类的恐惧，以此来疯狂增强力量。看着他身上不断暴涨的气息，这下真的要出大事了，这根本不是普通的对手，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捕食者。云真忍不住直呼，这家伙简直太残忍了。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，他不光吸收同类的恐惧，竟然连人类的恐惧也能当成养料，只要有人还在害怕，他就会变得越来越强。局面瞬间失控，所有人只能拼命撤退。就在这生死关头，一个声音突然压住了全场，所有人听我指挥，要不给怪物喘息的机会，咱们就有胜算。但是真正的代价来了，这种功法竟然是要拿命去换的。广渊现在的身体哪怕只撑1秒都极其危险，可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。宣文哲就是现在，几个人合力死死锁住了怪物，机会只有这一次。轩宇刚看准时机，手里的长剑瞬间金光大作，这一招他要彻底结束战斗。狂风卷着雷鸣，这一剑的威力简直要变天了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这一击的力量实在太恐怖，连剑身都承受不住，竟然在碰撞的瞬间直接当场炸裂。坏了，剑竟然在关键时刻掉链子。怪物趁机发难一把，死死抓住了宣武刚。在他眼里，这场战斗已经结束了，他赢定了。哪怕被逼到绝境，宣武刚还在拼命挣扎。就在这生死一瞬，一个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：“辛苦了，接下来的交给我就好。”话音刚落，一道恐怖的蓝色剑光从天而降，这下彻底要变天了。那一剑的威力简直毁天灭地，怪物瞬间被轰成了渣。轩宇刚还没反应过来，这到底是什么力量？还没等他喘口气，百里云竟然赶到了，这下连他自己都懵了。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？就在这时，一个神秘女人带着黑气现身，她盯着百里云，语气里透着一丝诡异：“孩子，你确实变强了不少，虽然我的计划出了点岔子。”那个神秘女人还在暗中观察，她甚至开始期待接下来的局面会怎么失控。战场上反击的号角已经吹响，所有人只有一个目标，那就是把这些怪物彻底铲除，一个都不留。百里云带头冲锋，根本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。可就在这时，意外还是发生了。黑夜的出现比预想中还要快，局势瞬间变得复杂起来。看来计划赶不上变化，某些人的动作必须要加快了。百鬼夜行是结束了，但耀阳分局里的气氛反而更紧张了。广渊冷冷地说：“绝不能让这种瞎传的话毁了大家拼命换来的名声。”在他眼里，真相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必须说是武林盟立了大功。至于那几个弟子根本没帮上忙，永振急得直接拍了桌子。他说：“绝不能让那些人变成英雄，要是再这么放任下去，这帮弟子迟早要翻天。”看来这立了功的人不但拿不到赏赐，反而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。上面的意思很明确，就是要让广渊去施压，让那帮弟子在比武中故意输掉。永振还在那儿上压力，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大局，问广渊是不是想抗命。广渊这次是真的硬气，他直接顶了回去，说武岩门可是武林盟的顶梁柱，里面全是难得的人才。永振气得直呼其名，想让他闭嘴，但广渊根本没打算退缩，他让永振把话带回去。那天他亲眼看到的可不是什么乳臭未干的小孩，而是一群真正的武者。这下好了，广渊是彻底把上面给得罪了。刚打完一场硬仗，这帮人正聚在一起胡吃海塞，一个个吹得天花乱坠，都在比谁杀的妖怪多。轩宇刚在旁边听得直摇头，赶紧跟人道歉，说大家平时真不这样，就是今天死里逃生太兴奋了。百里云道是一脸淡定，说这种心情可以理解，但紧接着他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：你们知不知道武林盟其实一直盼着你们输？这话一出，刚才还热闹的不行的饭桌瞬间没声了，所有人嘴里还塞着肉，就这么僵在了原地。百里云放下酒杯，问轩宇刚到底打算怎么办。轩宇刚现在是左右为难，他说上面传下话来，说了能换来1年的太平，要是赢了，背后的门派全都要遭殃。为了所谓的大局，他们似乎只能选择低头认输。可百里云却一针见血，他说如果武林盟真的尊重你们，起码会提前打个招呼，求你们这次配合一下。可他们什么都没做，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因为在那些大佬眼里，
你们弱的根本不值一提，整整4年了，你们连人家一次都没赢过。百里云的话简直比打脸还要疼。既然你们横竖都是个输，人家凭什么还要来求你们配合？这就是最残酷的现实。在武林盟那些大佬眼里，你们根本没资格谈条件。百里云看着这群沉默的人，最后问了一句：“你们心里到底想要什么？”这句话总算把这帮人的血性给激出来了。轩宇刚带头表态，所有人几乎是吼了出来：“我们要赢！既然上面想看他们输，那这次他们偏要赢给所有人看。”百里云笑着举起酒杯：“既然想赢，那就放手去干吧。这一仗不光要赢下比赛，更要让武林盟那些大佬看看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顶梁柱。”他环视四周问了一句：“谁还有意见？”所有人齐声回应：“没意见。”气氛一下子被点燃了。百里云大手一挥：“今天有人请客，大家敞开了吃。1个月的时间吗？”百里云看着眼前的面板，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。他自言自语道：“趁现在赶紧享受吧，因为从明天开始，真正的地狱模式就要重启了。”就在这时，系统传来了好消息，门派等级直接飙升到了9品，连系统界面都要跟着进化。摆在他面前的是门派未来的发展方向，到底是走精锐路线，还是开启疯狂扩张模式？看着那个能增加招人概率的选项，百里云心里已经有了主意。看来这江湖马上就要变天了。系统给出的这个唯一传承，简直就是要把门派变成精英怪物房。人数虽然受限，但每个人的成长速度都能直接起飞。百里云盯着面板有些纠结，这种关乎门派前途的发展方向，一旦定下来就没法改了。他决定先稳一手，毕竟填饱肚子才是正事。可还没等他动筷子，西华就忍不住开口问：“门主，那个武正武校弟子真的有那么什么？现在整间酒楼都在转，好像大家都觉得这场仗还没打，他们就已经输了一样。这种还没出手就被看扁的感觉，确实让人心里不痛快。”百里云放下筷子问西华：“你知道武林盟这2大学院到底是怎么比试的吗？”西华想都没想就说：“不就是1对1单挑吗？这种比武我以前也参加过。”百里云听完摇了摇头，普通的切磋确实是这样，但这次的学院联赛性质完全变了。这2所学院培养的可不是只会花架子的武师，而是未来武林盟的接班人。他们毕业后要先去前线实战，等攒够了杀气和经验，回去就是各门各派的掌门。所以这次比试考的可不是谁的招式好看，而是真正的战场生存能力，还有那种玩命的决断力。这次联赛一共分3场，第1场是闯关赛，接着是个人战，最后是决定胜负的团体赛。规则很简单，3局2胜，赢了就是当年的最强。可尴尬的是，武正武校弟子在过去的4年里，竟然连一个小场都没赢过。西华听完直接愣住了，1次都没赢过，那咱们这次的胜算能有多少？百里云听完直接笑出了声，他自信地说：“这次咱们的赢面那可是相当的大。”看来在他眼里，以前的黑历史马上就要翻篇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不速之客突然跳了出来，对着百里云就是一阵狂笑。说过了，整整7年，你居然还能一眼认出我这个宿敌？结果百里云头都没抬，随口回了一句：“你是那个彭狗吧？”对方气得当场跳脚，大喊：“老子叫彭巨！”百里云这才慢悠悠的介绍：“这是彭家的少主彭巨，以前在武馆的时候没少跟我交手。”王八一听对方身份这么显赫，赶紧想站起来行个礼，结果彭巨一把按住他的肩膀，嘴上说着不用客气，实际上却在暗暗发力。王八只觉得肩膀上像压了一座大山，整个人瞬间动弹不得。彭巨冷笑着警告百里云：“听说你这次要带队参加联赛，我劝你还是别白费劲了，趁早死心吧。”彭巨在那大言不惭，说这次武正武校弟子输定了，还吹嘘现在的弟子是黄金一代，简直跟他当年一模一样。百里云听完冷笑一声：“既然像你，那看来这次他们输定了。”彭巨还没反应过来，百里云直接揭了他的老底，问他当年到底赢过武炼门没有。这一句话直接戳到了痛处。彭巨支支吾吾想反驳，百里云却根本不给面子，直截了当地告诉他，事实就是你们当年1场都没赢过。眼看对方要气炸了，百里云突然话锋一转：“既然你这么有信心，那咱们不如来打个赌。”彭巨一脸不耐烦，问百里云又在打什么鬼主意？一看到这副笑脸，他就觉得准没好事。百里云也不废话，直接反问一句：“你该不会是怕了吧？”这一招击将法果然管用，彭巨当场表示赌就赌，反正武正武校弟子这次输定了，你打算拿什么当赌注？百里云直接亮出底牌，神医治疗令，这可是传说中能让人起死回生的神物。彭巨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这种宝贝怎么可能在你手里？百里云趁热打铁，我的筹码亮完了，该你了，我要你们彭家的万年寒铁。这下轮到彭巨坐不住了，寒铁确实在家里，但这东西太贵重，他一个人根本做不了主。百里云这一招击将法直接把彭巨给拿捏了，他拍着桌子大喊：“赌就赌！不就是个赌约吗？”但他马上又开始质疑：“既然你这么有自信，那你的那些弟子呢？怎么到现在连个人影都没见着？”百里云头也不抬，慢悠悠地说：“他们已经在路上了，现在正忙着特训呢。”特训？彭巨听得一头雾水，而此时的弟子们正一脸懵地站在院子里，还没反应过来就要准备出发了。百里云宣布了新任务，听起来简单的要命，只要安全到达武林盟就行。弟子们都听傻了，就这也算是个任务？百里云没理会质疑，直接开始宣布分组名单。宣武刚和宣文哲第1组，其他人也陆陆续续分好了队。可轮到吴宁的时候，情况突然不对劲了，他居然被分到了第3组，而且只有他一个人。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，百里云又丢出一个重磅炸弹：限时10天
必须全部赶到。百里云下了死命令，比武大会开始前3天，所有人必须在武林盟集合，大家齐声领命。但这趟差事注定没那么简单。深夜的树林里，宣武刚坐在火堆旁发呆，宣文哲看出了他的不对劲，问他是不是在担心比武的事。宣武刚嘴上说是，但心里却在想另一件事，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，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。虽然换了剑法，但他和血剑门的恩怨还没了结，要是那位门主找上门来麻烦，可就大了。就在这时，林子里突然传出一阵响动，有什么东西正躲在暗处盯着他们。刚才那阵动静果然有问题，宣武刚立刻警觉起来，对着黑暗处大喊：“谁在那？”黑暗中走出一个红衣女子，她自报家门，居然是天伦队的队长慕容慧妍。这下所有人都懵了，这种级别的大人物怎么会大半夜出现在这荒郊野岭？还没等大家想明白，慕容慧妍已经直接拔出了长剑，语气冰冷地说：“他是来找武炼门弟子切磋的。”慕容慧妍大半夜找上门，摆明了是要动真格的。轩宇刚和轩文哲这下彻底懵了，堂堂天祖队长为什么要亲自找他们切磋？慕容慧妍冷冷地说：“没别的，就是为了还个人情。”慕容慧妍说：“既然你们救了我的人，那这份人情我必须得还，这是规矩，谁也躲不掉。”轩宇刚根本反应不过来，这速度快得离谱，他一边躲一边喊：“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？”原来不只是他们，所有队伍现在都遭到了伏击，这根本不是什么意外。轩宇刚这下全明白了，门主说的安全抵达，原来是想让他们在实战中活下来。既然躲不掉，那就干脆打个痛快。轩宇刚和轩文哲摆开架势，说能跟天祖队长过招真是求之不得。慕容慧妍冷笑一声，拔剑出鞘，说：“我也正有此意。”连武正武道的弟子也杀到了，这下真的要变天了。南宫贤的周围的人太吵了，他一脸不耐烦，说这就是为什么他想悄悄过来。旁边的同伴赶紧劝他，说大家都是来加油的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南宫冷哼一声，觉得引武正武道那是稳操胜券，根本不需要什么加油。他转头问百里赞月是不是，结果百里赞月一脸嫌弃，让他离远点，免得跟着倒大霉。就在几个人互相调侃的时候，钟柳突然出现在身后，语气冷得让人发毛。他说：“你们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连今年的对手是谁都不知道，就敢在这儿提前庆祝？”南宫显然没把这话当回事，反驳说：“才过了1年，对方能厉害到哪儿去？”钟柳语气严肃说：“这次的情况完全不同，因为百里云就在对面。”听到这个名字，百里赞月彻底愣住了，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。钟柳提醒道：“差点忘了，他可是你的亲戚，听说这次还当了对方的教官。那家伙从来不按常理出牌，不管局面有多被动，他总能强行翻盘。只要有他在，这仗就没那么好打，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”钟柳语气冰冷说：“现在的局势已经变了，你们不再是猎人，而是随时会被盯上的猎物。想要活命，就要拿出吃掉猎人的狠劲来。”人群中的百里赞月咬着牙，他知道那个麻烦的家伙百里云真的已经到了。与此同时，一辆马车正大摇大摆地赶路，邪道联盟盟主在里面闲得发慌，甚至盼着能跳出几个山贼姐姐们。手下赶紧提醒他稳重一点，毕竟前面可就是武林盟的地盘了。男人问手下是不是不想去对比武大会，随从满脸愁容，这场赌局根本没法玩，赢了没好处，输了可就全赔进去了。他建议干脆别停战，只要再打半年，武林盟那帮人肯定的玩完。男人听完只是冷笑，既然输了要停战，那咱们直接赢下来不就行了？但这事儿没那么简单，武林盟那帮老狐狸绝不会眼睁睁看着武正武道拿冠军。虽然明面上不敢搞小动作，但为了自家门派的利益，那些弟子肯定会不择手段。这下武正武道的人麻烦大了。邪道联盟盟主阴冷地笑着说：“停战确实是他的主意，但他可从来没打算输掉这场赌局。”他突然转过头问随从：“你手下那帮弟子里，是不是有一个连你也搞不定的异类？”看着沉默的随从，邪道联盟盟主感叹道：“就这么把他丢下，实在太可惜了。武林盟这帮人自视甚高，根本看不见掉在脚边的宝贝。既然他们不识货，那我就提一个让他们没法拒绝的小要求。”随从听得一头雾水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盟主心里盘算着，只要一点点怀疑，就足够让这帮人产生裂痕。是时候该咱们出手了。武林盟这边严军正急的团团转，怎么到现在还没消息？他越想越头疼，明明交代过不要赢，结果这帮弟子还是报名了比武大会。正说着，手下急匆匆跑进来报信，说人已经到了。严军松了一口气，刚想让人去接应，结果手下接下来的话让他彻底愣在原地。来的根本不是弟子，而是邪道联盟盟主。严军这下彻底坐不住了，对着手下就是一顿大吼大叫。可旁边这位倒好，端着茶杯气定神闲。严军指着他质问：“弟子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到？”结果百里云放下茶杯，轻飘飘甩出一句：“我就是门主，他们马上就到。”严军先是把百里云夸了一通，说他带兵确实有一手。百里云刚想谦虚2句，结果严军立马变脸让他把话听完。严军急得不行，说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。百里云却一脸淡定，觉得只要比武那天人在就行。这话一出，严军气得直接拍了桌子，大喊：“那接下来的仪式怎么办？咱们可是正道门派最看重的就是脸面。”百里云却觉得那帮邪道的人根本不会在意这些虚礼，结果怕什么来什么。手下急匆匆跑进来报信，说仪式已经准备好了，而且邪道门主半小时后就到。这下严军彻底麻了，严军还在为座位的事发愁，就算人现在赶到也来不及了。百里云却表现得胸有成竹：“放心吧，他们肯定会到，而且一个都不会少。”另一边，盛大的欢迎仪式已经摆开了阵仗。邪道联盟盟主看着
这大场面，心里却在冷笑。他一眼就看穿了对方的意图，这哪是什么欢迎仪式，分明是想在谈判开始前先给他们一个下马威。武林盟的人早就等在门口了，带头的竟然是首席谋士欧阳赤。邪道联盟盟主一看这阵仗，忍不住调侃了几句，没想到堂堂神算子居然会亲自出来迎接他。欧阳赤倒是客气，笑着说已经备好了接风宴，请大家里面请。随着一声令下，沉重的大门缓缓开启，门后的景象让邪道联盟盟主都有些意外。他一边走一边感叹，这排场确实比他预想的还要大。剑皇百里刚和剑后千雪影竟然同时露面了，邪道联盟盟主心里直犯嘀咕，三剑里居然一次来了2位，这面子给的确实够大。百里刚客客气气的在前面带路，邪道联盟盟主却突然阴阳怪气起来，说真没想到你百里刚也有给我当向导的一天，我原以为咱们见面应该是互相捅刀子才对。这话一出，现场的火药味儿瞬间就上来了。千雪影停下脚步问他，你这是在挑衅我吗？邪道联盟盟主哈哈大笑，摆摆手说哪能啊，但这眼神里显然没安什么好心。看着眼前这群武正武道的弟子，旁边的人介绍说，这可是武林盟最出色的黄金一代，就算在邪道里也找不出几个对手。邪道联盟盟主听完笑了笑，说这评价确实挺高。可紧接着他话锋一转，语气里透着一股冷意，他说这比他预想的要失望的多。旁边的人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，还以为他是觉得胜算太低才在这儿说风凉话，结果邪道联盟盟主头也不回的往前走，只丢下一句话，恰恰相反，这场赌局我赢定了。邪道联盟盟主这话刚出口，旁边的人还没反应过来，他突然冷笑一声说人已经到了。话音刚落，几道黑影直接从房顶跳了下来，重重地砸在院子正中央。就武正武道这点水平，在邪道眼里连入门都算不上。五言武道训练组组长轩宇刚急令4名弟子目前已完成训练回来，而这一面完全超出了预期。谁能想到这紧闭已久的正门竟然在今天打开了，邪道盟主亲自现身，这局面摆明了是要变天。轩宇刚盯着大门，这可是潜入的最好机会，只要趁乱魂进去，就能避开那个难缠的慕容慧妍队长。可计划赶不上变化，还没等他站稳脚跟，行踪就彻底暴露了。坏了，被发现了！就在所有人愣神的时候，一群人影直接从天而降，这出场方式简直是一点面子都不给。带头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宣武刚。他这一嗓子把在场的人都给喊懵了，谁也没想到他们竟然会选在这个节骨眼，大摇大摆的杀回来。宣武刚当众宣布训练组正式归队，真是英雄所见略同。宣武刚也没想到，大家竟然都想到一块儿去了。但这回对面站着的可是邪道盟主，这局面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旁边的慕容慧妍倒是淡定，甚至还有心思看戏。盟主冷笑着开口说，既然大家都到齐了，也省得他再费功夫到处找人，这一句算你们合格。听着可真让人脊背发凉。欧阳赤这马屁拍的是真响，说刚才那场华丽的登场全是为了给盟主助兴。盟主听完哈哈大笑，可这笑声里却藏着让人脊背发凉的试探。他突然盯着欧阳赤问，既然你们这么有信心，那这一局到底谁能赢？这简直就是个送命题。欧阳赤当场就卡壳了，半天憋不出一句话来。就在这时，轩宇刚直接把话接了过去，语气里没有半点犹豫。他说赢的一定是我们。盟主这只老狐狸显然是在故意给年轻人施压。他冷笑着问轩宇刚，知不知道自己刚才说的话到底意味着什么？轩宇刚连眼都没眨一下，直接硬生生的顶了回去，说他心里清楚的很，就算要面对武林盟的打压，就算会被所有人针对，他也完全没打算退缩，因为在他眼里根本不存在什么不公平，只要他们能赢下这一场，所有的荣耀就只属于武颜院。这份狂妄的自信让在场的人都看呆了，这群年轻人看来是真的要先翻天了。百里云这番话直接把气氛降到了冰点，他盯着眼前的弟子们，语气里全是严肃。原本大家都以为这局输定了，可你们刚才那一通表态，虽然让所有人刮目相看，却也亲手把稳赢的机会给扔了。这下好了，原本简单的任务，硬是被你们变成了地狱难度。百里云摆了摆手，让大家先回去休息，毕竟接下来的路只会比现在更难走。有人问他要去哪，他头也不回的丢下一句，要去见个老朋友。百里云说的老朋友原来就是这位。两人一见面，空气里就全是火药味，对方直接叫出了他的名字，问他这种时候跑来这里干什么。百里云一边喝茶一边调侃，见个10年没见的朋友，难道还需要理由吗？倒是你这种性格，居然会跑来叫学生。钟流冷哼一声说，他还是跟以前一样，说话总是这么扎心。接着他话锋一转，直接戳中了百里云的痛处，说这10年来你好像一次都没赢过我吧。百里云这招简直是把空城计玩明白了，他一脸淡定的提议，干脆来场5对5的精英赛，省得大家互相浪费时间。可真相却是武颜院的弟子跑了一大半，现在满打满算也就剩5个人。严军在那边急得都要跳脚了，他倒好，转头就把这事儿包装成了给对方一个赢的机会。他还故意激将对方，说要是你们人多还输了，那脸可就丢大了。钟柳显然没见过这么狂的，问他哪来的自信，连对方底细都没摸清就敢说必胜。百里云道是很坦然，说既然是你带出来的兵，那水平怎么样，我心里还能没数吗？百里云这嘴是真的毒，直接开启了扎心模式，说你当年连我都打不过，现在居然还想教徒弟，简直是误人子弟。钟柳根本不吃这一套，当场拒绝了5对5的提议，还让他赶紧滚蛋，说你自己管不好徒弟，那是你自己的问题。百里
云这下吃了个闭门羹，但他一点都不慌，反而顺着对方的话说：“行，既然你不答应，那咱们换个玩法。”他伸出一根手指说：“就1天时间，咱们把徒弟互换一下，互相教对方的人。”这操作简直闻所未闻，对方直接听愣了，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百里云这番话直接说到了对方的心坎里。他说：“就算你们武馆赢了，也没人会觉得是你的功劳，毕竟两边的起点根本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。这种赢法对你这个教官来说一点意思都没有。但如果让我观察你们弟子1天，再把这个条件公开，那赢了才叫真本事。”钟柳这下坐不住了，他盯着百里云问：“你真觉得就靠这1天时间就能抹平人数和实力的差距？”百里云微微一笑，说：“这不仅是为了公平，更是为了咱们的老交情。还是说你其实是怕输给我？”钟柳这下是彻底炸毛了，他咬牙切齿地喊着百里云的名字，显然是被这步步紧逼的架势气得不轻。而另一边，百里赞月也在琢磨这个男人，他心里很清楚，现在就算直接跑去问百里云，那个老狐狸也绝对不会给个准话。既然正面突破不了，那就只能换个法子了。他迅速收拾好行装，决定把计划提前。既然问不出答案，那就顺着他留下的蛛丝马迹，亲自去摸摸他的底，看看这位他到底在玩什么花样。这姑娘心里憋着一团火，她发誓要在这里大闹一场，把对手彻底踩在脚下，再去问问那个背叛宗门的人，到底是什么样的诱惑，能让他连家都不要了。百里云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，笑着跟这群弟子打招呼，宣布从现在开始由他来接管今天的训练。可这群年轻人显然不买账，咱们两家可是死对头，凭什么要听你在这里指手画脚？百里云这招反客为主玩的确实漂亮，他当众给足了对方教官面子，说这可是你们老师好不容易给你们求来的机会，就是为了让你们开开眼界。钟柳虽然心里憋屈，但也只能顺着台阶往下爬，硬着头皮告诉弟子们，这安排确实费了不少劲，就算你们知道了对手的底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百里云接着开始收买人心，他说：“大家其实都是同门后辈，我这个做前辈的怎么可能害你们呢？”紧接着他话锋一转，直接给出了最后通牒：“如果不信任我，现在就可以直接退出，绝不拦着。”结果全场鸦雀无声，没一个人敢挪窝。百里云一看火候到了，直接点名让钟京站出来。百里云直接放话，让这群弟子一个一个上，还特别体贴的表示自己会把实力压到跟他们一个水平，让他们尽量多撑一会儿。钟京显然是当真了，二话不说就冲了上去，觉得既然大家境界一样，总该能过2招吧。结果刚一交手，他就发现自己想的太简单了。虽然百里云确实压低了实力，但这恐怖的压迫感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。这一招下来，他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，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说好的同境界切磋，这差距怎么比天还大？连一根头发都没碰到。钟京彻底怀疑人生了，他怎么也想不通，这种降维打击真的可能存在吗？百里云连汗都没出，扫视了一圈，语气轻松地问：“下一个是谁？”又一个不信邪的冲了上来，结果还没等招式使全，就直接步了后尘。百里云还是那副样子，语气平淡的让人绝望。行了，下一个继续。接下来的场面简直就是单方面的割草，百里云嘴里不停喊着下一个，这群弟子跟排队领盒饭似的，一个接一个被放倒，动作快到根本看不清，甚至连热身都算不上。转眼之间，院子里已经没几个能站着的人了。百里云环顾四周，脸上挂着那副招牌式的戏谑，语气平淡地问了一句：“怎么没人了吗？”这下全场彻底死寂，剩下的弟子心里只剩一个念头：这家伙的实力恐怕比钟柳还要恐怖。百里云看着这群弟子，心里已经有数了。南宫贤确实出类拔萃，而宣武刚要是没耽误那几年，估计也能平起平坐。眼看没人再敢上前，百里云笑了笑，准备收工了。既然没人了，那今天就到此为止。话音刚落，一道身影突然砸场子似的杀到，百里赞月稳稳落地，语气里带着一丝不爽：“大家都动手了，凭什么把我给忘了？”百里云看着眼前的老熟人，脸上的笑意更深了。确实好久不见了，赞月。看来百里赞月今天过来可不是为了叙旧的。他直接亮出了家伙，动作里没有半点犹豫。百里赞月冷冷地丢下一句：“不想死的话，就赶紧把剑拔出来。”赞月又开始闹了，非要跟着一起出门。守卫哪敢放人，只能搬出家规，让他赶紧回去读书。这下可把他气得够呛，一个人躲在屋里生闷气，觉得要是娘亲在，肯定不会这么关着他。就在这时，百里云竟然偷偷溜了进来，小声问他是不是真的很想出去。百里云说到做到，趁着夜色直接背起赞月溜了出去。看着外面的万家灯火，这小丫头总算开心了。百里云还不忘叮嘱这事儿千万得保密，要不被下人发现，以后想去哪玩都行。赞月听完心里别提多美了。回到屋里，他兴奋的根本睡不着，满脑子都在盘算明天该让大哥哥带他去哪。可就在这时，房门突然被推开，下人慌慌张张的跑进来说出大事了。谁也没想到百里云竟然就这么人间蒸发了，只留下赞月一个人愣在原地不知所措。这一等一晃眼就是12年，当年的小丫头已经进了武正馆修行，可那个消失已久的人竟然再次出现了。南宫贤笑着跟他打招呼，说没想到两人还能成为同门。赞月头也不回，冷冰冰的丢下一句：“别跟我说话，我还要训练。”看着他一圈圈缠绕护手步，南宫贤心里很清楚，眼前的这个女孩已经彻底变了。他忍不住开口：“你现在连怎么开心都忘了吗？到底是什么把你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？”赞月直接拔剑指向前方，冷冷的丢下3个字：“拔剑吧。”百里云却一点不慌，反而像个老朋友一样轻声说了句：“赞月好久不见，
可现在的赞月根本没心思跟他叙旧，抬手就是一记杀招，剑气瞬间封锁了退路。百里云侧身躲过，显然还没打算动真格，但赞月的攻势越来越猛，这一剑下去，赞月根本没打算留情，裂白花翼瞬间爆发，这威力是要动真格的了。烟尘散去，百里云站在对面，语气里竟然带着一丝赞赏：“你确实进步很大，这些年没少吃苦吧？”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：“这种至刚至阳的裂白花翼根本不适合你，你这是在拿命开玩笑。”这句话彻底点燃了火药桶，赞月猛地冲了上去：“你现在居然有脸来教训我？当初丢下我不管的人不就是你吗？”兵刃相接的瞬间，百里云只是低声唤他的名字：“赞月。”赞月越说越激动，直接翻起了当年的旧账，质问他为什么要离开宗门。百里云沉默了半天，最后却只憋出一句：“现在还不能说。”这句话简直是火上浇油。赞月冷笑着再次出手，既然给不出交代，那就没什么好聊的了。这一招裂白花翼比刚才还要狠。面对赞月的猛攻，百里云竟然还在一味躲闪，这在赞月眼里简直就是赤裸裸的看不起。他冷笑着质问：“你到底要躲到什么时候？难道直到现在你还舍不得伤我吗？既然你这么自大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”赞月直接使出了裂白花翼，这威力是要把百里云彻底吞没啊！谁能想到赞月这一招裂白花翼竟然已经进化到了这种地步？这根本不是普通的招式，而是他自创的全新境界。轰的一声巨响，连百里云都被这股力量震退了。围观的青三直接看傻了，因为那个一直只守不攻的男人，竟然破天荒的拔剑了。百里云盯着眼前的对手，心里翻江倒海。这已经不是他熟悉的那个赞月了，他对武学的领悟竟然已经到了能开宗立派的程度。看来这回他是真的看走眼了。这一场硬碰硬，赞月终究还是认栽了。他停下动作，当众承认自己打不过百里云。可还没等大家松口气，他接下来的话却让全场陷入了死寂。他说：“除了百里云，这整个宗门里竟然连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五言武道馆赢不了，因为我会确保这件事发生。”百里云表现得异常平静，他不仅没有动怒，反而像个长辈一样感叹：“一段时间没见你，确实长大了不少。记忆里那个跟在他身后吵着要让他看练剑的小女孩，终究是回不去了。”百里云轻声问了一句：“所以现在我们真的变成敌人了吗？”百里云突然转过头，冲着旁边那群看热闹的弟子喊道：“还不赶紧去训练，都愣着干什么？”原本以为打完就散了，百里云正打算让大家回去练功，结果人群里突然有人翻起了25年前的陈年旧账。那人当众质问百里云，当年为什么要背叛家族逃走？这可是谁都不敢碰的禁忌。全场的气氛一下子又变了。百里云停下了脚步，他没法解释，因为一旦说出真相，母亲当年拼命守护的一切就全毁了。百里云正准备走人，却被身后的南宫贤给叫住了。这小子说话非常直接，上来就断言这次比武宗门根本没戏。百里云原本没打算理会，可对方接下来的请求却让局面瞬间变得诡异起来。作为宗门的一员，南宫贤竟然请求百里云一定要亲手击溃自家的宗门，这下真的有意思了。自己人求着外人来砸场子，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南宫贤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他说：“赞月早就变了个人，现在的他心里除了恨什么都不剩。就算这次比武能赢，赞月的痛苦也根本停不下来。”所以南宫贤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觉得疯了的请求，他竟然要百里云出手，亲手毁掉他们自己的宗门。百里云这下也懵了，问他为什么要做到这一步。南宫贤低声回答：“因为他实在没法看着赞月继续这样自我毁灭下去了。”谁能想到南宫贤这小子居然早就定了亲，既然对赞月没那个意思，为什么还要冒这么大风险帮他？理由其实很简单，因为赞月是他这辈子第一个朋友，为了这份情分，他甚至不惜求外人来砸自家的场子。南宫贤也知道这要求挺过分，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，百里云就直接打断了他。根本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理由，因为这场比武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输，就这么个不起眼的小玩意儿，居然要7钱9两。张邦这下彻底没话说了，看他半天没动静，摊主直接下了逐客令，为了面子，他只能硬着头皮买单。谁能想到这城里竟然挤成这样，到处都是人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难找，别说去武林盟了，现在连找间客栈落脚恐怕都是个大问题。找了半天，总算看到个能吃饭的地方，可惜这位置实在太紧俏，店小二建议他去跟人拼个桌。张邦打眼一瞧，对面坐着的年轻人看起来太自来熟，这种人最麻烦，吃个饭肯定得拉着你问东问西。他刚想转身换一家，结果对方直接招手打招呼，这下想躲都躲不掉，只能硬着头皮坐下来。百里轩倒是挺热情，看他只点了一碗面，还主动建议他再加份肉，这顿饭怕是没法清静了。张邦兜里那点钱确实不够在这儿折腾，百里轩倒是挺大方，直言相见就是缘分，这顿饭他请了。吃人嘴短，面对百里轩的询问，他只能报了自己的名字。百里轩这眼力确实毒辣，断定他来这儿肯定是为了找人。张邦也没再隐瞒，直说自己有个徒弟叫在武林盟，叫吴宁。一听徒弟的名字，百里轩表现的比谁都激动，张邦还以为遇到了熟人，结果对方下一秒就变脸说不认识。这年轻人真是一点都不按套路出牌。百里轩笑着打了个哈哈，让张邦赶紧坐下吃面。刚才那番话纯粹就是为了逗逗他。面刚端上来，百里轩就漫不经心地提了一句：“听说那个五言武道这次可是被所有人看扁了。”张邦听完直接停住了筷子，毕竟自家门派名不见经传，他只能无奈地承认五言武道确实没什么背景。百里轩紧接着追问：“难道你也觉得他们会输吗？
还没等张邦接话，他却突然改口说五言五道必胜。这下轮到张邦接不住话了，他以为对方只是在客气，结果百里轩根本不按常理出牌，直言自己请客吃饭，根本没必要看别人的脸色。这年轻人说话做事真是让人捉摸不透。张邦还是忍不住问了，为什么你觉得五言五道能赢？百里轩喝了口汤，慢悠悠地说，团队战比的可不是个人武力，而是配合。张邦虽然觉得有道理，但还是认为双方实力悬殊。百里轩却笑了笑，说五言五道里有个厉害角色，那家伙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。聊到这儿，张邦才想起还没请教对方大名。百里轩先是没个正经，自称什么武学大师，被拆穿后才收起笑脸，说自己姓百里。这个姓氏让张邦心里咯噔一下，这年轻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他终于报上了名号，我叫百里轩。镜头一转，万众瞩目地门派大赛终于要拉开帷幕了。邪道盟主这会儿正没个正经的蹲在房顶，感叹这大场面总算来了。身边的部下实在看不下去，提醒他要注意盟主的威严，结果盟主根本不在乎，反正现在又没人看见，干嘛非要端着架子？部下却一点面子都不给，直言平时的坏习惯早晚会在关键时刻出乱子。盟主只能无奈的摆摆手，行了，行了，听你的，还不行吗？看来这场大赛远比想象中要复杂的多。有人好奇地问盟主，怎么看这次的门派大赛？听说那个第一天就放话要夺冠的小子，就是你的亲传弟子？盟主倒是一点不谦虚，直言那小子的杀人天赋早就已经超过了自己，但他唯一担心的是那孩子心肠还是太软。这话听得旁边的人直摇头，当师傅的居然嫌徒弟不够狠，真是够冷血的。不过这场比赛的输赢其实根本不重要，因为无论最后谁拿第一，停战协议都必须得签。盟主真正在意的是想在这平静的武陵湖面上投下一颗石子，看看能激起多大的浪花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好戏马上就要开场了。盟主突然提议去看看那家伙到底在搞什么名堂。旁边的人听得一头雾水，根本不知道他在说谁。与此同时，百里云正看着眼前的弟子们，问大家伙儿都准备好了没？他心里最清楚，这帮人为了今天这一刻到底付出了多少汗水，在一天门苦练了2个月，之前还在武馆拼了整整4年。看着大家严肃的样子，百里云笑着说，以前输了多少次都不重要，哪怕你连输了99回，只要最后这一场赢了，你就是真正的胜者。现在去证明给所有人看吧。大门推开的那一刻，全场瞬间沸腾了，万众瞩目地门派大赛终于正式拉开帷幕。看看这阵仗，巨大的圆形竞技场坐满了人，所有人都在屏息以待，等着看这场龙争虎斗。宣武刚带着他的小队率先登场，紧接着南宫贤也领着10几号精锐现身。这可不是普通的切磋，而是2所学校之间的正面硬刚，关乎名声，更关乎未来的地位。长老站在高台上，对着台下的年轻人说，这次比赛是为了让大家互相切磋，赢的人能拿走自信，输的人也要带走动力。虽然今年观众多了不少，但你们要做的事情从来都没有变过。他最后只交代了一句，那就是拼尽全力。随着他手中紫光一闪，无数符咒瞬间飞向空中，台下的呐喊声响彻云霄，这股气势已经把现场彻底点燃了。废话不多说，交流赛正式开始了。看着漫天飞舞的紫色符咒，弟子们都看傻了眼，忍不住问百里云，这到底是什么名堂？百里云笑着解释说，这是幻术符咒，专门为了这场比赛准备的，毕竟要评估这么多人的实力，光靠肉眼看肯定不够，只有把整个考场都变成幻术区域，考官才能看清每一个细节。随着一声令下，阵法瞬间启动，强烈的紫光直接把所有人笼罩。第一轮比赛的题目正式揭晓，抢夺秘籍，目标是200年前一位绝世剑客的墓地，邪派的人已经盯上了那里，必须抢在他们前面把东西带走。唰的一下，南宫贤已经进入了任务区域，这里黑的伸手不见五指。他低声说，真够黑的。领头的立刻下令清点人数，第一组回复说没有问题，各小组陆续报个平安，目前全员到齐，暂时没有发现人员失踪。南宫贤看向身边的同伴问，这个结界你能搞定吗？男人仔细观察了一下，简单的结界没问题，就怕里面还掺了幻术，必须得加倍小心。南宫贤当机立断，让第2组负责破阵，剩下的人全神贯注负责在后面警戒。他其实已经摸清了对方的底细，论人数和单兵战力，那帮人根本不是对手，所以对方只剩下2条路，要么搞埋伏，要么玩阴的设陷阱。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得防着点这些下三滥的招数了。这帮人还在这儿做美梦呢，觉得对方肯定不敢正面硬碰硬，打算靠着人多先把秘籍抢到手。南宫贤问这地方能不能快点过去，男人拍着胸脯保证，小陷阱随手就能拆，只要这柱子不被暴力破坏，绝对出不了事。结果打脸来得太快，话音还没落，轰的一声，整面墙直接炸开了。这下谁都懵了，烟尘里走出一个黑影，轩宇刚竟然直接杀到了面前。他冷冷地打了个招呼，南宫贤定在原地，他怎么也没想到对方竟然来得这么快。宣武刚这一露面，把对面的人都给看傻了，浑身破破烂烂，跟刚从火堆里爬出来一样。南宫贤忍不住问他怎么搞成这副惨样，宣武刚随口解释，过来的路上顺手把陷阱全给硬刚过去了。原来这都是提前计划好的。百里云告诉他，这里的陷阱大多是毒烟，只要内功够深，多穿几层衣服硬冲就行。南宫贤当时听得直发愣，这哪是破阵，这分明是拿命在赌。南宫贤冷笑一声说，他简直是个疯子，不过这份胆色确实让人不得不服。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，正好有一肚子疑问要找你好好聊聊。宣武刚这脑回路一般人真跟不上，他不仅没退缩，反而笑得更灿烂了。
对方气得直跳脚，质问他是不是疯了？这种玩命的打法，根本就是拉着大家一起送死，评委也绝对不会认可。宣武刚却一脸淡定的反问：牺牲，只要能赢，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战术吗？他根本不按套路出牌，话音刚落，直接拔剑就冲了上去。这一剑下去，整个场地直接崩塌，碎石瓦砾满天飞。他盯着对手问：我们要不要换个场子继续？百里云突然问了大伙儿一个问题：想赢下接下来的比武，到底最需要什么？大家伙儿想都没想就说是实力，可现实却很残酷，现在的他们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。百里云笑了笑说：硬碰硬不行，那就要靠脑子，只要掌握了对手不知道的情报，弱者也能翻盘。他指着桌上堆成山的资料，要求所有人必须把这些全部背下来。这下大伙儿全傻眼了，原来那些幻术师也不是无所不能，所有的试炼场地都有原型记录，只要背熟了幻境就困不住他们。可要在短短7天内背完这么多，这简直是要了命了。百里云嘴上说着要相信自己，其实背地里早就准备好了杀手锏。他直接给大伙儿开了个记忆外挂，这下哪怕是再厚的书也能过目不忘。弟子们心里直打鼓，这算不算是在作弊？是不是违背了考官的本意？百里云却根本不在乎，只要能达到目的，过程并不重要。考试前提前复习，难道不是理所应当吗？他最后只说了一句话：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情报的人只有吃苦的份儿。宣武刚这一下简直是疯了，南宫贤在半空中大喊，问他到底想干什么。场面一下子失控，彭静被掀翻在地，好不容易才缓过劲儿来，嘴里还骂着那个疯子。可等他抬头一看，周围竟然一个人都没有。彭静一个人在走廊里，心里正犯嘀咕，是该自己去找秘籍，还是先去跟大伙儿会合？还没等他想明白，一个声音突然从暗处传来：你哪儿也去不了。话音刚落，一条长鞭直接甩到了他脚下。彭静猛地停住脚步，这下麻烦了。偷袭的人慢慢走了出来，他说：要是让你跟他们会合，我们的计划可就全乱了。彭静定睛一看，居然是丹里言，这下局面彻底失控了。这老哥还挺自信，觉得丹里言虽然进步不小，但想一个人对付他还是太天真了。结果丹里言冷笑一声：谁告诉你我是一个人了？话音刚落，云真也走出来。彭静看到他们手里的腰牌，这下彻底懵了，合着自己的人早就被收拾干净了。他还不信邪，想要拼死一搏，结果真正的麻烦还在后头呢。眼看就要输了，这家伙居然还想求和，说要不咱们就算个平局。想得美！丹里言根本不吃这一套，直接一招让他滚蛋。场上的战斗还没结束，看台上的老头先坐不住了，他拍着桌子大喊：这简直是胡闹！他说：武言武道这帮人完全不讲规矩，竟然把整个剑冢都给弄塌了，里面的人死了一大半，这已经不是比赛了，这下事情彻底闹大了。三长老被当众点名了，黑发长老提醒他，这种时候最好别乱插手，毕竟刚才那场塌陷可不是什么意外。武言武道明显是故意的，他们直接震碎了地面，就是为了打乱某些人的猎杀计划，让原本的陷阱彻底失效。白发长老这才反应过来，这乃是什么乱来？这分明是早就看穿了局势。这老哥现在是百思不得其解。按理说地图是绝对保密的，还有咒术封口，消息根本不可能走漏。但他突然反应过来，合着人家根本不需要什么情报，而是在进场的一瞬间就把所有地形都死死记住了。这哪是正常的切磋啊？这简直是单方面的收割。他手下的人正在被一个个清理掉。此时的云真正悠闲地数着手里的腰牌，第6个了。他甚至觉得这进展比预想的还要顺利，接下来的对手恐怕要倒大霉了。百里云早就安排好了，散开了不要紧，只要守住集合点，这帮人就是瓮中之鳖。手下人还在感叹，难道连这种意外都在门主的算计之中？可他们还没高兴太久，真正的狠角色就露面了。对方冷笑着说：这种拿人当诱饵的小把戏确实挺有意思。接着一个人影被扔在地上，那是他们派出去的吴宁。这2个人直接看傻了，压根没反应过来，这人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。其实刚才地面一塌，南宫贤就跟大部队走散了。他本想趁乱先去把秘籍拿到手，谁知道计划赶不上变化。他原本以为自己是黄雀在后，结果一抬头才发现自己竟然成了别人眼里的猎物。这地方明显是个死胡同，对方早就布好了局，就等着他一个人撞进来。看来这次他是真的没退路了。这宣文哲果然不简单，一上来就想下死手。南宫贤虽然接住了这一招，但他也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，这帮人的实力比预想中还要强出一大截。看来今天真是踢到铁板了，局面一下子变得有点棘手。轩宇刚压根没把对手放在眼里，他笑着说：不用这么紧张，反正最后赢的一定是我们。南宫贤还在那强撑面子，承认对方确实有点小聪明，但他觉得这种偷袭的手段根本算不上真正的本事，甚至还开始站在道德高点，指责对方坏了江湖规矩，竟然在黑灯瞎火里搞2打1。轩宇刚听完直接乐了，他一眼就看穿了对方的意图，这哪是在讲道理，分明是想靠废话来拖延时间。可惜现实比他想的还要残酷。轩宇刚语气冰冷地提醒他，别等了，根本不会有人来救你，因为你已经是最后一个了。南宫贤这下彻底懵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自己的人竟然已经全军覆没了。南宫贤心里很清楚，眼前这2个人绝对是硬茬子，如果不拿出点真本事，今天恐怕真的走不掉了。既然横竖都是死，他索性豁出去了，直接使出压箱底的绝招，就算自己活不成，也要拉个垫背的。就在这玩命的关头，百里赞月突然出手了，这下救兵终于到了。可南宫贤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就发现事情有点大条了，百里赞月的胳膊竟然没了，这得是经历了多惨的战斗才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。
结果呢，百里赞月压根没当回事。他说这只是幻境里的假象，只要能活着杀出重围，身体就能恢复正常。既然状态没问题，那接下来的这一仗可就要动真格的了。轩宇刚还在那纳闷，明明说好了要一起拖住对手，怎么吴宁到现在还没露面？结果面前的百里赞月冷笑一声，他说在过来的路上刚好撞见吴宁像只老鼠一样，正躲在暗处鬼鬼祟祟。紧接着他随手扔下几块木牌，轩宇刚彻底定在了原地。这可是身份令牌，难道说派出去的人已经全军覆没了？百里赞月根本不想浪费口舌，这地方马上就要塌了，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解决战斗。南宫贤也已经准备就绪，既然对方的底牌已经打光了，那剩下的这一场很快就能彻底结束了。从死人堆里捡回一条命，这种滋味他这辈子都忘不了。他虚弱的喊着救命，可换来的只有搜尸人的嘲讽。在这儿没人会可怜一个乞丐。他看着那个贪婪的背影，心里只有无尽的厌恶。这种日子他受够了，对他来说死亡才是童年最熟悉的伙伴。在贫民窟想要活下去，要么跪在地上要饭，要么就要选另一条路。另一条路就是上战场。在那样的鬼地方，情绪是最没用的东西。毕竟肚子饿的时候，眼泪换不来一口饭。只有让自己变得有用，才能活下去。为了像个人一样活着，他必须做出选择。与其当个卑微的乞丐，不如拿起武器成为武者。他敲开了武林盟的大门，本以为只是换个地方挣扎求生，没想到在这里他遇到了一群真正的伙伴。大家聚在一起大笑的样子，让他产生了一种错觉，仿佛死亡已经离他很远了。那种虚假的安稳，终究还是到头了。当真正的绝望降临，被他强行压下的现实像潮水一样瞬间把他淹没，这一刻死神就在眼前，他的意志彻底崩溃，连思考都停下了。他觉得这种恐惧应该是所有人共同的本能。可就在这时，百里赞月冲了上去，看着那个疯狂的背影，他怎么也想不通，面对死亡，你为什么竟然一点都不害怕？邪道盟主看着眼前的战局，谁能想到原本16对5的死局，竟然这么快就被打成了平手。趁着对手阵脚大乱，他们干净利落地抓住了每一个破绽，这手段确实够狠。邪道盟主甚至动了挖墙脚的心思。天罗不，现在应该叫他百里云，一天门的掌门人。照这个势头下去，武言武道的那些弟子恐怕要赢了。邪道盟主笑着问身边的男人：“你怎么看？”男人语气冰冷：“你这是在故意试探我吗？闹出这么多动静，你觉得武言武道还是赢不了吗？”原本以为胜券在握，可现实偏偏不按套路出牌，总有那么几个异类能靠意志强行扭转局面。现在的局势很明显，武言武道已经压不住对方了，想要拦住一个拼命的疯子，除非你比他更疯。南宫贤彻底爆发了，他盯着宣武刚嘲讽道：“刚才不是挺自信吗？怎么现在没动静了？”宣武刚恼羞成怒，出了咆哮，却毫无办法。当初百里云专门交代过，一定要尽可能藏住剑招。邪道盟主这次会亲自观战，只要宣武刚敢露真本事，对方肯定一眼就能认出来。宣武刚倒是想得挺开，他打算赛后就退出武言武道，既不想再去找师父报仇，也不想再回到那个鬼地方，他想彻底撇清关系。可现实哪有那么简单？百里云说了句掏心窝子的话：“要是让人发现你的武功变了，邪道绝对会强行把你抓回去。为了以后能自由，这一场你必须给我藏好了。”回到现实，宣武刚简直要憋疯了，一边是绝对不能暴露的秘密，一边是步步紧逼的绝境，这下真的麻烦了。南宫贤的实力确实恐怖，单打独斗宣武刚根本扛不住，眼看就要败下阵来。他告诉自己，现在只能赌一把了。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了宣文哲身上，只要对方能尽快解决百里赞月过来支援，这局就还有翻盘的机会。南宫贤此时也是势如破竹，在他看来胜负已经没了悬念，但真正的目标还没达成。那本消失的秘籍到底被藏在了哪里？既然周围都搜遍了，那传说中的秘籍肯定就在这附近。但现在的情况极其危险，刚才消耗了太多内力，脚下的地面已经开始晃动，要是再强行出手，这里马上就会彻底崩塌。南宫贤赶紧喊道：“百里赞月，控制住你的力量，地面要塌了。”百里赞月却丝毫不退，只要在崩塌之前把你解决掉就行了。原来你就是那个混蛋的徒弟，这一招是奔着拼命来的。百里赞月怒吼着就要废了对方，宣文哲只能咬牙硬接，两股强悍的力量撞在一起，整片区域瞬间炸裂。南宫贤拼命喊着让赞月住手，因为这里的地面已经撑不住了。可就在烟尘弥漫的瞬间，轩宇刚突然发现反击的机会终于来了。这两人的动静实在太大，连对手都忍不住质问：“宣武刚，你难道真的想让这里彻底塌掉吗？”眼看局势越来越混乱，南宫贤忍不住骂了一句，他知道这样耗下去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。他猛地抽身甩开对手，冲着远处大喊：“百里赞月，我这就过去支援。既然一个人搞不定，那就换个策略，先会合再说。”既然身份已经暴露，百里赞月索性彻底爆发。这一招白岩寿秘技是真正的绝杀，宣文哲根本没法招架，只能拼命护住全身，结果还是被震得连连后退。在这种级别的攻击面前，任何防御都显得苍白无力。这下局面彻底失控了，他还能撑过这一轮吗？谁也没想到百里赞月这一剑竟然直接把墙壁轰塌了，连宣文哲都没反应过来，这女人到底还有多少爆发力？结果这一炸竟然炸出了一道暗门，里面藏着的竟然是传说中的秘籍。局面瞬间彻底失控，所有人都在往密室里冲。坏了，有人已经抢先一步了，绝不能让他们拿到秘籍。报仇的执念让他彻底走火入魔。现在的百里赞月谁也拦不住。宣文哲拼死拦在密室门前，他忍不住质问：“你难道真的连命都不要了？”
百里赞月终于摊牌了，他说这一场他必须赢。找了这么久，那个男人终于出现了。轩宇刚刚想叫住他，但已经晚了，绝不能让他再次溜走。这一剑带着积压已久的怒火彻底爆发了，死神已经杀到眼前了。轩文哲知道这一招躲不掉就要死，他还在纠结别人会怎么做，是像宣武刚那样，还是像盟主那样？不对，我谁也不是，我只能是我自己。这一刻，他终于决定相信自己，生死就在这一瞬间了。轩文哲决定死磕到底，哪怕对方的连招像绞肉机一样，他也没想过要躲。这一步跨出去就是生死，他顶着压力往前冲，就是要强行撕开一条生路。这已经不是在比招式，而是在拼谁的命更硬。只要还没倒下，他就绝对不会认输。女人已经下定了决心，要把剩下的麻烦彻底解决掉。男人却一脸严肃的提醒：这一去恐怕就回不来了。女人笑着摇了摇头：有些恩怨必须在我这一辈彻底了结，千万别让孩子们知道。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些话早就被躲在暗处的孩子听得一清二楚。梦里的声音还没散去，赞月猛地睁开眼，发现自己正躺在医务室里。守在旁边的南宫贤赶紧按住他：别乱动，你现在的身体虚弱得很，虽然只是中了一场幻术，但你为了破阵，内力消耗的实在太离谱了，这下麻烦了。在幻境里受的伤竟然全带到了现实中，那种被刺穿的感觉到现在还挥之不去。南宫贤在一旁解释：你在幻境最后被铁柱贯穿了心脏，那种冲击力让你在现实中也活生生疼晕了过去。赞月低着头，满脑子都是刚才惨败的画面。难道说自己真的就这么输了吗？我输了，我根本不该让他赢哪怕一次，只要能破坏他的计划，哪怕只有一点点，他是不是就会认可我了？赞月陷入了疯狂的自责，觉得是自己一瞬间的情绪毁掉了一切。南宫贤在一旁急得大喊：快住手，别再折磨你自己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冷冰冰的声音传了过来：对剑客来说，手就是命，给我好好珍惜它。这些话难道我以前没教过你吗？百里云先把旁人都打发走。南宫贤看着病床上的赞月，语气听不出任何波澜：好好休息，我们待会再聊。可赞月根本不领情，他盯着眼前这个男人，语气里全是质问：你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在这？与此同时，外面的张邦整个人都懵了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吴宁所在的武馆竟然真的赢了，谁能想到这场比赛的战术竟然能离谱到这种程度？张邦在旁边看得直发愣，这种招数到底是谁教给他们的？百里轩摇着折扇，语气里满是不屑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在他看来，对方阵营里根本没高手，而这一边的指导老师可是那个男人。只要有百里云在，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没悬念了。百里云这个人最擅长的就是找生路，而且为了赢，他什么阴招都使得出来。可正因为他赢太漂亮，接下来的麻烦反而更大了。张邦还没反应过来，百里轩摇着折扇提醒他：你看看周围。这下张邦彻底看清了，那些名门正派的老家伙，一个个眼神沉得吓人。原本以为只是场硬仗，结果百里云直接把人家的脸给扇肿了。这帮老头子丢了面子，接下来的试炼恐怕没那么容易过关了。原本大家都以为武言武道这次肯定要为了大局假输，结果呢，他们不仅顶住压力赢了，还成了所有小门派的希望。这下武林盟尴尬了，毕竟比起那些高高在上的名门，大家更喜欢看草根逆袭。百里轩摇着扇子，笑得那叫一个开心。他觉得接下来的戏只会更精彩，但有人可坐不住了。彭巨一边闷头喝酒一边骂，随着这一声认输，原本定好的局彻底被搅乱了。说话能不能别这么直接，好歹给年轻人留点面子。虽然早就猜到第一场会输，但真看到结果心里还是堵得慌。最倒霉的是为了这场比赛，竟然连压箱底的韩铁都赔进去了，这下真是亏大了。有人好奇地打听那位传说中的一天门门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，提起他老一辈的人全是怨气。那家伙从以前开始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刺头，每天不是在挑衅就是在去挑衅的路上，把个大门派搅得鸡犬不宁。大家都说他聪明，可惜那份聪明劲儿全被他用来惹麻烦了。百里云这人确实有本事，虽然平时爱显摆又滑头，但奇怪的是大家竟然都不讨厌他。他真正的天赋不是脑子好使或者武功高，而是看人特别准，总能把大家聚在一起。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练武应该是件开心的事，听起来像个大暖男。可有人就不理解了，既然他这么好，当年为什么要对妹妹那么心狠？听说他离家出走的时候，直接把年幼的百里赞月给扔下了，这事儿做的确实不地道。可奇怪就奇怪在，他以前明明最疼家里人，整天把哥哥妹妹挂在嘴边炫耀，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让他像变了个人一样？也许他当年突然离开，真的有不得不走的理由，一个让他绝对无法回头的理由。百里云终于见到了妹妹百里赞月，原本还担心他会被人排挤，现在看来他过得倒还算安稳。百里赞月语气冰冷地问：你特意跑这一趟是专门来跟我需要胜利的吗？百里云一脸无奈：难道在你的眼里我就是那种有趣味的人吗？他下意识想伸手安慰，却被妹妹一脸嫌弃的推开，让他赶紧把手拿开。既然不是来炫耀，那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百里云轻声说：妹妹受伤了，当哥哥的来看看，难道还需要别的理由吗？听到这话，百里赞月只觉得一阵恶心，消失了这么久，现在才跑来装什么好哥哥？整整15年，你一次都没有露过面。百里赞月的声音里全是委屈。百里云沉默了半天，只说自己有不得已的理由，但现在还不能开口。又是这句话，每次想问个明白，得到的永远是沉默。其实百里云心里藏着一个谁都不知道的秘密。15年前母亲去世后，他查到了最残酷的真相，凶手是邪派联盟的顶尖高手，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。可最让他心寒的
却是家人的态度。身为家主的父亲明明有实力为妻子报仇，最后却选择了退缩。看着父亲放弃复仇的那一刻，百里云就知道这个家他再也待不下去了。当年母亲死得太蹊跷，百里云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为了查清真相，他一个人离开了家，他隐姓埋名，跑到了最远的前线。只有在家里管不着的地方，他才终于查到了真相。他终于知道母亲是怎么死的，也终于明白为什么父亲当年不敢报仇。这个真相太沉重，沉重到让他再也没法回到家族，只能选择另一条路。他成了万魔扶手的存在，走上了一条没法回头的路。有些秘密一旦揭开，这辈子就注定要变天了。看着妹妹一直这么折磨自己，百里云终于坐不住了，他决定赌一把，只要武馆能赢下这次大赛，他就把当年的真相一五一十全告诉他。百里赞月根本不信，觉得他就是在找茬。但百里云这次是认真的，只要赢了，他离开家族的秘密还有为什么回不去，全都摊牌。可要是输了呢？这下连百里赞月都紧张起来了。百里云突然笑了，笑得让人心里直发毛。他直接摊牌了，想让对方加入一天门。这一仗打赢了，丹里岩整个人彻底玩嗨了，大喊着要再来一瓶，完全不顾什么形象。宣文哲在旁边看得直摇头，这大庭广众敌确实有点太扎眼了。丹里岩可不管这些，既然盟主都发话让大家休息，那肯定的喝个痛快。虽然盟主没能一起过来，但有丹里岩这个气氛组在，这场庆功宴想不热闹都难。不过谁能想到吴宁那位厉害的师傅，私下里竟然是个怕见人的主。丹里岩正张罗着大家一起喝酒，心里却泛起了嘀咕：吴宁那位师傅平时最怕麻烦，这会儿指不定躲在哪儿清静呢。结果还没等他起身去寻，楼上突然传来一声怒骂，这嗓门大的差点没把房顶给掀了。来人语气极其嚣张，张口就骂张邦是个缩头乌龟。这下全场的人都愣住了，谁敢这么不给吴影剑面子？张邦只能硬着头皮打招呼，想跟这位南宫大侠套个近乎，结果人家根本不买账，一开口这气氛就降到了冰点。南宫秀这嘴简直损到了家，当众羞辱一天门的弟子没出息，说他们只会靠别人帮忙，甚至骂师徒俩都是忘恩负义的鼠辈。吴宁哪受过这种气，手已经按在了剑柄上，眼看就要当场爆发，张邦却一把拦住了他，示意他千万要忍住。为了不把事情闹大，张邦只能低头赔个不是，带着徒弟转身离开，想赶紧结束这场闹剧。可南宫秀还是不依不饶，对着两人的背影破口大骂，甚至诅咒他们会遭天谴。谁能想到南宫秀这正骂得起劲呢，啪的一声，一块肥肉直接糊在了他脸上，这一下力道可不轻。南宫秀整个人都懵了，手里抓着那块肉，半天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。就在这时，丹里岩慢悠悠地走了出来，嘴上说着不好意思，可那语气里全是挑衅。他说自己刚才喝多了，这手啊完全不听使唤就飞出去了，这明摆着就是故意的。南宫秀气得当场炸毛，指着丹里岩就开始破口大骂。百里云把丹里岩单独叫到一边，说有件重要的事要交代。丹里岩一脸自信地抢过话头，觉得肯定又是那套老掉牙的叮嘱，无非就是现在局势紧张，让他收敛点，千万别在外面惹麻烦。谁知道百里云却笑了笑，说这次的情况正好相反，要是真遇到了忍不下去的事，那就别憋着，直接给我硬碰硬顶回去。这话一出，丹里岩彻底没反应过来。南宫秀气得直跳脚，指着丹里岩问他是不是一天门的弟子。丹里岩倒是挺痛快，直接承认了自己的身份，顺便又把那个手滑的借口拿出来挡枪。南宫秀听完都要气笑了，隔着这么远还能手滑？他摆出一副前辈的谱，说只要丹里岩现在跪下认错，这事儿他就不追究了。丹里岩听了直冷笑，说您可真是够大方的。接着他话锋一转，直接给南宫秀来了个反客为主。他说想道歉也可以，但南宫秀得先给师傅和师兄弟们赔罪，要是态度构成诚恳，自己再考虑要不要原谅他。这话一出，南宫秀整个人都僵住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小丫头竟然敢反过来教他做事。百里云早就给丹里岩交了底，他说既然咱们已经成了众矢之的，那就干脆闹个痛快，只要有人敢来找茬，直接给我顶回去，出了什么事他这个当师傅的全给担着。有了这把尚方宝剑，丹里岩说话可就一点不客气了，他指着南宫秀的鼻子，当众揭开了那层最难看的遮羞布。他说让一个缩头乌龟道歉，简直是脏了自己的嘴。15年前这人为了保命丢下同门逃跑，害得南宫家损失惨重，这种没骨气的人哪来的脸在这儿摆前辈的架子？这话一出，全场瞬间安静的可怕，南宫秀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。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件陈年旧事竟然会被一个小丫头当众捅了出来。这话一出，全场瞬间就炸锅了，大家都在私下嘀咕，要是这事儿是真的，南宫秀哪还有脸在武林盟待下去？丹里岩根本没打算给对方留面子，他当众翻起了15年前的旧账，说南宫秀当年为了立功，选了一个看似聪明的打法，直接带人冲进敌方老巢，表面上是兵贵神速，实际上却是把烂摊子全甩给了别人。南宫秀还想狡辩，说那是为了减少自家兄弟的伤亡，是个难得的好策略。可丹里岩接下来的话直接撕碎了他们的遮羞布。他说南宫秀是保住了自己的兵力，可那些被冲散的小妖全都掉头扑向了周围的村庄，当时根本没人去保护那些手无寸铁的百姓。在南宫秀和武林盟眼里，那些无辜的村民不过是可以随便牺牲的弃子，是给他们垫背的牺牲品罢了。15年前，那个被大人物们随手丢弃的村庄里，有个小女孩正在拼命逃跑，她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直到那些怪物出现在她面前，
那些村民到死都还被蒙在鼓里，根本不知道妖魔为什么会突然杀过来，因为在某些人的所谓策略里，他们的命连草芥都算不上。而那个村子唯一的活口就是现在的吴宁，他今天站在这里不是在讲别人的故事，而是在翻开自己的血泪史。这下全场彻底没话说了。谁能想到这个看似狂妄的小丫头，竟然是那场惨剧最后的见证人？单李岩强忍着情绪，一字一句的要求南宫秀道歉。结果南宫秀冷笑一声，根本没把这话当回事。在他眼里，这种要求简直荒谬到了极点。他指着姨娘的鼻子大骂：“少在这儿跟我谈什么侠义，那是名门正派拿来装样子的东西。咱们这种人眼里只能有任务和结果。”他越说越激动，直接把当年的伤疤揭了开来，说就因为那个人当年的自私，害得南宫秀10个顶尖高手白白送命。要是那些人还活着，每年能救下多少老百姓？在他这套逻辑里，那个人所谓的良知不过是害死同门的毒药，让那些本该成为英雄的人最后死得像狗一样。单李岩冷冷地问：“难道为了以后救更多的人，就能眼睁睁看着眼前的人去死吗？”南宫秀回答得理直气壮：“没错，一个小孩的命怎么能跟10个武者的命相提并论？”他说：“要是那些人连个断臂的都打不过，那这种废物根本就不配叫武者，死了也没什么可惜的。”单李岩彻底被激怒了，他直接亮出武器，让他把刚才的话收回去。可南宫秀不仅没怕，反而笑得更狂妄了。他威胁说：“只要你敢动手，就是在跟整个南宫家宣战，这个后果你承担得起吗？”南宫秀这下觉得自己抓到把柄了，对着百里云就开始告黑状，说：“你的弟子竟然拿肉砸我的脸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！你今天必须给我个交代。”百里云听玩笑了笑，语气听着挺客气，可话锋一转，直接把球踢了回去。他说：“道歉可以，但你是不是得先解释一下你对那位剑客的无理行为？”南宫秀直接愣住了，他没想到这位年轻门主这么难对付，气得大喊大叫：“难道你觉得那个人一点错都没有吗？”可就在大家以为百里云要护短到底时，他却突然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没料到的话。他说：“私自行动，放弃任务，这确实是不可饶恕的大罪。”这话一出，连自己人都听傻了。单李岩更是急得当场喊了出来：“门主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”百里云不紧不慢地开口，他说：“那个人早在15年前就已经把债还清了，否则武林盟爵不会让他活到现在。”接着他话锋一转，直戳南宫秀最得意的逻辑。他说自己实在没法接受，人命还要分个3、6、9等。南宫秀听了满脸不屑，反问道：“难道你觉得每个人的命价值都是一样的吗？”百里云摇了摇头说：“我不跟你争论价值观，但我绝不认同你们天剑队的命就比别人更尊贵。”这话直接捅了马蜂窝，南宫秀当场炸毛，大吼着问他是不是看不起天剑队。百里云却指着旁边的吴宁说：“不是因为这个当年活下来的孩子，以后救的人会比你们更多。”全场瞬间安静了。南宫秀更是笑出了声，说：“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能有什么出息？”百里云嘴角微微上扬，轻声问了一句：“那咱们要不要打个赌？”百里云当众立下赌约，如果吴宁在下次比试中能做到以一当十，那你必须给死去的剑客还有所有门徒赔礼道歉。对方听完冷笑一声，觉得这简直是白日做梦，毕竟这小姑娘之前表现平平，怎么可能突然爆发？可百里云接下来的话让全场温度降到了冰点。他说：“你还得跪下向我道歉。”那人还没反应过来，问凭什么要给你道歉？百里云的眼神瞬间变了，他一字一句的说道：“就凭你敢当着我的面羞辱我的弟子，这才是最不可原谅的罪。”这股恐怖的压迫感直接把对方吓破了胆，连句狠话都没敢留，转头就跑。面对张邦的感谢，百里云只是平静的回了一句：“分内之事而已。”百里云看着眼前的张邦，语气平静却字字诛心。他说：“你觉得自己没价值我不管，但在吴宁面前，你难道不该表现得体面一点吗？”张邦沉默了半晌，终于承认南宫秀没说错，当年他确实放弃了任务，当了逃兵。百里云紧接着抛出一个灵魂拷问：“那你后悔吗？后悔那天做出的决定吗？”张邦猛地愣住，想反驳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百里云没打算就这么结束，他看着旁边的吴宁说：“我会让你亲眼看看，你当年拼命救下的那个孩子，现在已经成长到了什么地步？他的天赋和潜力会在接下来的比武大会上，向所有人证明你当年的选择到底值不值得。”百里云低下头看着身边的女孩，轻声确认道：“对吧，吴宁？”大半夜的，宣文哲拎着长枪就要出门，单李岩赶紧追上去问：“这么晚了你要去哪？”他头也不回的说要去练功。单李岩一听也要跟着去，结果被他一脸嫌弃的拒绝了。他说：“你酒都没醒，别又像在酒馆那样闯祸。”这句话直接把单李岩点燃了，说：“你个躲起来的人还好意思说？”宣文哲解释那是怕把事情闹大，质问他要是门主没来怎么办？这种时候还不该夹着尾巴做人吗？单李岩却反问一句：“难道我们做错了吗？看着别人师傅被那样对待，你还能这么想吗？”宣文哲道是看得开，他说：“你想那么多干什么？咱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把比武大会给赢下来，至于剩下的那些烂摊子，自然有大人物去操心。”单李岩也在旁边搭腔说：“为了吴宁，这次大会他拼了命也要赢。”他还故意逗宣文哲说：“你心里肯定也是这么想的吧？”看着同伴们远去的背影，吴宁心里暖暖的，这帮人真是善良的过头了。既然大家都这么给力，那接下来的第2场试炼，他绝对会豁出命去，一个人顶10个人用。吴宁心里直犯嘀咕，门主到底哪来的自信？既然不能坐以待毙，那就干脆点。他利索的竖起长发，整个人瞬间变了样。一个人扛不住，那就找人帮忙，反正身边还有那帮靠谱的家伙在呢。既然一个人搞不定，吴宁决定去找百里云帮忙。他刚敲响房门，屋里就传出一声回应：“百里云坐。”
在桌后，一副早就料到他会来的样子。他说：“看来你终于想通了，我可是已经等候多时了。”邪道盟主也察觉到了不对劲，他盯着局势自言自语：“这次的感觉跟以前完全不同，难道仅仅是一场比赛，就让这帮人的地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吗？”他这会儿心智挺高，他主动找人打了个赌，就赌5言5道这次能不能赢。要是对方输了，接下来的比赛期间就要老老实实听他唠叨。对方却觉得这回悬了，虽然百里云确实厉害，但5言5道整体的底子还是太薄，尤其是接下来的团战拼的就是实战经验，而这帮温室里的学院弟子最缺的就是这种玩命的经历。除非有人能在这短时间内强行给这帮菜鸟灌顶实战经验，否则这局恐怕真的要变天了。很多人都不明白盟主为什么要帮5言5道赢，其实他心里早有打算，只要这次比赛大获全胜，以后他说的话就再也没人敢反驳。就在这时，第2场比试正式开始了。规则简单，直接就是夺旗战，守住自己的旗子，毁掉对手的旗子。5正5道这次的策略很简单，南宫贤决定不再被动挨打，他把人手分成2波，大部分人都派出去搜寻敌情。虽然有人担心家里守不住，但南宫贤心里很清楚，现在谁先找到旗子，谁就赢，速度才是唯一的胜算。他吸取了上一场的教训，这次一定要抢占先机，带着主力部队直接压上去，主打的就是一个先下手为强。看台上的老者也点了点头，这种正统打法虽然不花哨，但胜在足够稳健。全场观众都在盯着看，长老心里直犯嘀咕：5正5道本来人手就少，这仗到底打算怎么打？可话还没说完，场上的局面突然就不对了，长老整个人都愣在原地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旁边的盟主却笑得一脸阴险，看来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。原本还在视线里的队伍，竟然凭空消失了。整整4个小时过去了，搜寻的弟子连个影子都没摸着。有人开始打退堂鼓，想把侦察队撤回来，但带头的很清楚，现在绝对不能停，一旦跟丢了这局比赛，就彻底没戏了。百里赞月一个人躲在树荫下，脑子里全是那个男人的承诺，只要赢下这场比试，真相就会浮出水面。可他心里还是没底，那个像毒蛇一样狡猾的家伙说的话到底能不能信？就在这时，南宫贤急匆匆地赶了过来。原来前方的侦察队彻底断了联系，为了不暴露位置，他们现在根本不敢轻举妄动。南宫贤现在脱不开身，只能拜托百里赞月去跑一趟，毕竟论逃跑和保命的本事，没人比他更专业了。百里赞月接下了这个苦差事，南宫贤在后头叮咛万嘱咐，让他发现不对劲就赶紧撤，千万别一个人硬刚。这一场比试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输。百里赞月身手矫健，很快就在林子里发现了线索。看着树上这些明显的标记，他心里直犯嘀咕，这帮人留下的痕迹也太显眼了，简直就像在带路一样。看来南宫贤纯属瞎操心，就算对手再怎么厉害，短短2个月的时间还能翻出什么浪花来？百里赞月一路向西北方向狂奔，只要顺着这个方向，肯定能跟大部队会合。可树上的暗号却越看越不对劲，西北搜完了，正西也搜完了，这帮人的动作快得简直离谱。更诡异的是，既然所有区域都搜遍了，为什么连个敌人的影子都没见着？而且这一路上，他竟然连一个自己人也没碰上。就在他意识到情况不妙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响动，这下麻烦大了，他可能已经掉进了别人的圈套。百里赞月猛地回身，这一招差点要了对方的命。结果2人定睛一看，全傻眼了，闹了半天竟然是自己人打自己人。同伴说是上面派他来找人的，因为之前的侦察队彻底失联了。可同伴却在一旁抱怨说他们留下的暗号实在太显眼。百里赞月心里咯噔一下，因为同伴根本不知道暗号的事，这下麻烦大了。那些搜寻完毕的标记全是敌人故意留下的诱饵，事情比想象中还要糟糕。百里赞月猛然发现他们折腾了半天，竟然连这片林子都没走出去。他当机立断，让所有人立刻撤回大本营。现在每一秒钟都是在跟死神赛跑，必须马上告诉南宫贤，他们的暗号早就被敌人看穿了，这根本不是什么搜寻，而是一场针对他们的围猎。百里云突然宣布，接下来的指挥权全部交给吴宁。这决定太突然，大伙全听傻了。百里云笑着问：“怎么没我帮忙，你们就赢不了吗？”轩宇刚赶紧摇头，生怕被看扁了。百里云交代完正事，最后还留了个悬念，说是还有一件事必须现在办了。百里云叮嘱大家，第2轮的目标不变，但千万别因为兴奋就把事情搞砸了。众人齐声答应，气势倒是挺足。百里云特意交代吴宁，别担心，只要记住这周练的内容就行。其实他早就问过一个问题，想要彻底掌控战场，最关键的到底是什么？是武功天下第一吗？还是说的有个好脑子？百里云摇了摇头，这些确实重要，但还远远不够。百里云看他没说话，问是不是觉得太难了？其实答案很简单，就是情报。真正厉害的战术是不用动手就能赢，只要知道对手在哪要去哪，最后会往哪退，这局就稳了。只要能控制情报，就能牵着对手的鼻子走，甚至能预判未来。百里云最后抛出一个问题，想要赢下这次比赛，你现在最该做的是什么？吴宁以为只要搜集到情报就行了，百里云却摇了摇头，光靠搜集可不够，你必须学会掌控情报，这才是你真正该做的。百里云甩出一叠厚厚的资料，这是5正5道目前所有的暗号，你的任务就是摸清他们所有的规律。距离第2轮比赛还有1周，百里云笑着问，这点时间应该绰绰有余吧？看着手里这叠大礼，吴宁彻底懵了，这哪是任务，这简直是要命啊！百里云说在混战中暗号
就是命，既要跟队友联系，又不能暴露自己的位置。不光是武正武道，我们也得把这招玩明白。只要能破解对方的暗号，整个比武大会就全在掌控之中。看吴宁没说话，百里云安为他别有压力，凭你的观察力肯定没问题。就在这时，百里云直接开了挂，消耗20份精华水，强行提升吴宁的观察和推理能力。随着一道蓝光闪过，吴宁觉醒了新技能暗号解读。这下对手在他眼里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。左眼的系统界面瞬间开启，他低声自语，规则已经全在掌握之中了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对手正拼命狂奔，他这才反应过来，之前的搜寻之所以这么顺利，全是因为对方故意放水，这根本就是一个陷阱，要把他们所有人都赶进死胡同里。还没等他站稳头顶，就传来了冷笑，看来又有新客人送上门了。对手彻底看懵了，这4个人聚在一起，竟然连旗子都不守。他大声质问：你们到底还想不想赢了？话音刚落，一个声音冷冷的传出：别担心，我们这边顺利的很。随着一声巨响，对手直接被放倒在地。宣文哲数了数，这已经是第6个了。丹李岩在一旁调侃：你看起来倒是挺轻松的。宣文哲无奈的叹了口气：我们要是不卖力，吴宁一个人可就太辛苦了。谁能想到那家伙竟然学会了暗号解读，看来每个人都在拼命。宣文哲握紧长枪，既然这样，我们也得加快速度了。对手还在到处搜寻，嘴里嚷嚷着再抓2个就撤，结果一回头发现目标全都不见了。吴宁躲在暗处，左眼的系统界面飞速运转，正如百里云说的那样，谁掌握了情报，谁就能掌控战场。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，他的搜索范围进一步扩大，这下方圆之内已经没有任何死角。从第2轮比试开始，他就一直在收集武正武道的暗号，现在不仅全部破解，甚至还能反过来利用。他故意发出假信号，把这群人耍得团团转。鱼儿已经上钩，接下来就是收网的时候了。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，敌人被一个接一个引开，全都被队友们挨个收拾了。本该是去拿旗子的时候，就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出现，是百里赞月。看来对方也察觉到了不对劲，特意派他出来确认情况。既然他出现在这里，那他过来的那个方向肯定藏着真正的目标，旗子就在那条路的尽头。吴宁立刻做出判断，必须马上通知队友。但光通知还不够，他握紧手中的武器，还得想办法拖住百里赞月，这才是完成任务的关键。场外的百里云看在眼里，这一局吴宁确实变了。以前他总觉得自己武功弱，生怕拖了大家的后腿，但现在他不再只是被动跟随，而是有了自己的主见。这一步迈出去，他才算真正找回了自信。在真正的遭遇战里，跑得快有时候比能打更重要。吴宁一个人的搜索范围竟然比对方整个门派还要大。当初在特训的时候，面对重重包围，他是唯一一个从头到尾没被带住的人。西华这才反应过来，难怪当初百里云飞要让他一个人行动。百里云淡定地说，那是为了让他明白自己到底有多强，在现在的局面下，跑得快就是最无敌的本事。这下好戏才真正要开场了。消息传回来了，轩宇刚一眼就认出了暗号，是吴宁发来的。敌方旗子的位置终于彻底暴露了，对方现在只剩8个人。宣文哲很清楚，现在不是贪心的时候，轮到我们上场了。轩宇刚一挥手，带着宣文哲和丹李岩直奔目标，这回要把对方的老窝彻底端了。虽然计划看起来天衣无缝，但他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。百里赞月找遍了所有接头点，结果连个鬼影都没见着。看来没露面的那些队友恐怕都已经出局了，现在回头已经没意义了，只能往更深处去碰碰运气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停下了脚步，看着眼前的痕迹，他猛地反应过来，这帮家伙真阴啊，故意留下这些破绽来引路，真正的方向其实是在南边。百里赞月转身全速冲刺，这一回绝不能再让他们跑了。百里赞月一边狂奔一边琢磨，这回真是被耍得团团转，对方故意留下2个活口，就是为了让他觉得南边肯定没有旗子。这招确实够狠，利用这种心理盲区，直接洗清了那个区域的嫌疑。要不是反应快，这会儿还在林子里瞎转悠呢。不管怎么说，最后一个活口出现的地方，绝对就是最可疑的目标。就在这时，他猛地停下了脚步，吴宁竟然就站在前面的悬崖边。百里赞月盯着那个背影，心里直犯嘀咕，这家伙到底在搞什么鬼？真相终于大白了，难怪翻遍了整片林子都找不到那面旗子，原来吴宁竟然把自己变成了旗子，带着他满场乱跑。百里赞月厉声喝道：吴宁，你给我站住！他怎么还没回来？这时间也太久了。彭静在一旁调侃，该不会是被人干掉了吧？南宫贤没好气的回了一句，这种时候你还有心思开玩笑？虽然他是百里赞月，但只是出去查看一下，怎么会耽误这么久？整整半个小时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事情绝对没那么简单，恐怕是要出大事了。南宫贤决定原地加固防线，彭静却觉得再这么搞下去，目标也太显眼了。南宫贤摇了摇头，直觉告诉他事情正在往诡异的方向发展。话音刚落，一个阴冷的声音突然响起，不用担心被发现，因为你们早就被盯上了。漫天人影瞬间杀到，南宫贤心里一惊，这帮人是什么时候摸过来的？他扫视一圈，发现对方的主将吴宁竟然不在，看来是想把旗子留下，全员压上来打突袭，这明摆着是没把他们这支侦察队放在眼里啊。轩宇刚冷冷地丢下一句话，没准你们那帮侦察兵连找旗子的机会都没了。南宫贤心头一沉，少在那胡说八道，难道他们全出事了？两人瞬间撞在一起，
南宫贤盯着对方背后的长条物，嘲讽道：“剑练不好，改练长枪了。”他猛地反应过来，那根本不是什么兵器，难道说那就是他们一直在找的旗子？南宫贤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宣武刚这个疯子竟然直接把旗子背在身上到处跑。宣武刚一边招架一边冷笑：“没办法，我们一共就这几个人，放哪儿都不如带在身上稳妥。”南宫贤这下彻底懵了，他环顾四周才发现这帮人竟然全员背着旗子在战斗。宣武刚露出一丝狂妄的笑：“早就说过了，这场比赛我们赢定了。”疯了，简直是疯了！这种不要命的打法简直闻所未闻。秘密终究还是藏不住了，武正武道的人一眼就盯上了他们背后的那些大包裹。南宫贤那个家伙兴奋的大喊：“旗子就在里面，给我盯死那些包裹！”彭静冷笑一声，这帮人果然上钩了。宣武刚大声指挥道：“全员按原计划撤！”单李岩立刻做出回应，几个人背着沉重的包裹，在包围圈中飞速穿梭。宣武刚眼神坚定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死也要守住这些旗子。场面彻底失控了，南宫贤疯狂叫嚣：“给我追，一个都别想跑！”宣武刚被拦住了去路，对方一脸淡定，盯着你很久了，这次你跑不掉。宣武刚冷笑一声，专门给我设个1对1的局，你倒是挺有自信。结果他根本没打算亲自动手，想跟我打先赢了这2个再说。话音刚落，2个杀手直接拦在面前。南宫贤还在那儿放狠话，觉得宣武刚根本不够看，上次交手连一招都接不住。可宣武刚只是冷冷一笑，那是以前的事了。底牌一亮出来，整个局势瞬间反转，邪道盟主彻底看傻了。他这才意识到，这小子之前一直在演戏，真正的实力藏得比谁都深。宣宇刚现在眼里只有一件事，只要能赢，他什么都干得出来。场外的高层已经彻底乱套了，南宫炎天急得大喊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旗子不仅被人带走了，连门派的底牌都全被看穿了，这仗还怎么打？”他甚至开始怀疑，咱们这帮人里是不是出了内鬼？这话一出，旁边的谋士立刻变了脸。南宫家主说话最好小心点，局面还没分出胜负，自己人倒先掐起来了。谋士冷笑着反问：“你真觉得人家是摸进来偷的东西？这种话你自己信吗？”比赛一开始，所有人可都亲眼看着呢，人家是当场把暗号给破译了。我知道你心疼儿子，但这么多双眼睛盯着，南宫家主别丢了身份。这帮人居然连破译都会了，难道这也是百里云的手段？南宫炎天还不死心，咬着牙想拿旗子说事，结果谋士一句话直接绝杀。规矩里可没说不能动棋子，这下他彻底没话说了。台下的百里云倒是很淡定，看来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，他只是在担心现在亮底牌是不是有点太早了。赛场上的火药味已经炸了，轩宇刚拎起火箭直接冲了上去，打算一个人单挑对面3个，对手都被气笑了，真有种啊，敢一个人打我们3个，这小子简直狂得没边了，今天必须让他付出代价。宣武刚这一剑下来，南宫贤整个人都懵了，这家伙简直是脱胎换骨，怎么会突然强到这种地步？这已经不只是剑气压制了，短短几天时间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？轩宇刚根本不打算给机会，他当众放话：“听好了，今天的胜利我们赢定了。”场外的高层也看出了端倪，那个叫南宫贤的恐怕是彻底没戏了。张邦看着赛场，整个人都傻了，他喃喃自语：“我们要赢了，靠我徒弟带头，居然真的要赢了。”他激动的一把抓过百里轩，百里轩疼得直咧嘴：“这位大哥，我知道你高兴，但你再不松手，我骨头都要散架了。”张邦这才反应过来，赶紧尴尬的松了手。百里轩摇着扇子，慢悠悠的开口：“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？一个团队强不强可不光是看手底下的功夫，策略和配合同样能决定生死。你的武艺加上我的观察力，还有大家这股子拧成绳的劲头，这才是制胜的关键。再加上百里云这个顶尖的操盘手，能把你们这些好材料打磨成这样，现在的局面难道不是顺理成章吗？”百里轩摇着扇子，语气很稳。现在最要紧的是冷静看清局势。张邦愣了一下，局势？他突然反应过来，这事儿不对劲。如果武言武道真的赢了，那停战协议怎么办？他们岂不是成了真正的叛徒？百里轩笑了笑，显得胸有成竹。武言武道的人可不傻，赢了比赛不代表就是邪派赢了。张邦这下彻底糊涂了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百里轩指了指赛场，别急，你自己看看你那个宝贝徒弟到底是怎么打这场仗的。百里赞月一边追一边疯狂叫嚣：“你到底还要躲到什么时候？不是一直在等我吗？有本事别跑啊！”吴宁猛地回头，局面显然已经脱离了他的掌控。场外的百里云看得真切，他低声对西华说：“吴宁已经拼得太凶了，现在体力明显快跟不上了。”西华神情凝重的接话：“看样子他现在已经开始急了，这种时候一旦乱了阵脚，麻烦可就大了。”西华忍不住凑近百里云：“门主难道连你都不知道真正的棋子到底在谁手里吗？”百里云无奈地摊了摊手：“具体的安排我全交给吴宁了，不过那姑娘跑得最快，棋子80%就在她身上，抢到棋子固然重要，但保住棋子才是真正的关键。”他死死盯着前方的百里赞月，只要能把你这个主力拖在这儿，吴宁的计划就已经成了一大半。百里赞月一边狂追一边大喊：“你以为你能跑多久？这回你插翅难逃！”就在这时，场上的局势突然变了，原本一直在兜圈子的吴宁，竟然毫无征兆地停下了脚步。百里赞月紧随其后，追到了悬崖边，语气里全是嘲讽：“怎么不跑了？你是终于打算跟我硬碰硬，还是说你已经彻底没力气了？”吴宁终于停下了脚步，光靠躲确实没用，想赢这一关就必须得过。对面的百里赞月笑着说：“你终于想通了。这决定挺聪明。”他一边逼近一边挑衅：“为了报答你，我会让你输得快一点。”
吴宁握紧了手中的武器，不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现在只能硬碰硬了。此时的吴宁正陷入苦战，眼前的女人实力强得离谱，根本不打算给她喘息的机会。百里赞月冷冷的嘲讽：“难道你就这点本事吗？”吴宁心里很清楚，现在硬碰硬就是送死，只能想办法先躲开再说。吴宁已经没打算给自己留后路了，要是现在怂了，他这辈子都过不去心里这道坎。为了师傅，也为了他自己，这一仗他必须打到底。百里赞月也察觉到了这股气势，开口称赞道：“架势不错，吴宁，既然你这么认真，那我也要拿出真本事了。”南宫贤看着远处的轩宇刚，心里直打鼓，这家伙居然能一挑二，而且看起来还这么轻松，他的实力比预想中更疯。要是能确认真旗子的下落就好了。就在这时，轩文哲也赶到了现场。轩宇刚问轩文哲：“你们那边都搞定了吗？”轩文哲无奈的回答：“搞定是搞定了，但旗子一个都没捞着。”这下全乱套了。南宫贤怎么也没想到，大家伙竟然全被干掉了。要是旗子全丢了，这场仗根本没法打。更糟糕的是，现在连同伴在哪都不知道。就在这时，同伴急匆匆的跑了过来，南宫贤赶紧追问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两人带回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：百里赞月让他们赶紧撤回来，因为他们的暗号已经泄露了。南宫贤心里咯噔一下，难怪会莫名其妙断了联系，原来底牌早就被人看穿了。他现在最担心的是百里赞月到底在哪。南宫贤听完汇报，发现百里赞月已经独自行动了，而且现在局势已经彻底明朗，全场只剩下最后2面旗子，分别在轩宇刚和吴宁手里。既然百里赞月去对付吴宁了，那剩下的目标就只有一个。南宫贤当机立断，必须先把轩宇刚手里的旗子抢过来。另一边，轩宇刚也已经豁出去了，他握紧手中的剑，不管对手是谁，都打算奉陪到底。为了找回失散的同伴，南宫贤直接放出了信号，只要还有人活着，这就是他们最后的希望。信号弹滑破长空，南宫贤带头冲了出去。现在时间就是生命，拖得越久，局势对他们就越不利。他心里很清楚，现在没必要分心去管别的，唯一的死命令就是抢走轩宇刚手里的旗子。南宫贤彻底爆发了，周身环绕着蓝色火焰，直接使出了无极天剑术第8式，这一招就是要速战速决。南宫贤这一招简直是火力全开，浑身上下全是爆发性的力量，这股气势压得对手根本喘不过气。轩宇刚见势不妙，转身就跑，但南宫贤大喊一声：“轩宇刚，你现在想跑已经没门了！”这一剑带着蓝色火焰，直接锁定了目标，不管他怎么躲，这一击都躲不掉。南宫贤以为这下稳了，直接喊出了“抓到你了”，可谁能想到这竟然是个陷阱。轩文哲冷笑一声说：“你太大意了，反手就是致命的一击。”南宫贤根本没躲开，瞬间受了重伤。百里赞月，接下来全靠你了，所有的希望现在都压在了百里赞月一个人身上。百里赞月一边追一边放狠话，觉得吴宁虽然跑得快，但绝对伤不到自己一根汗毛。可他话还没说完，局势就瞬间反转了。吴宁的速度快得不讲道理，竟然直接绕到了他的身后。百里赞月这下彻底懵了，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。吴宁的长剑已经狠狠劈了下来，这一击直接让他为自己的自大付出了代价。吴宁这下觉得稳了，这一击确实打中了目标。他刚露出一丝笑意，就在这时，远处的信号弹突然炸响。难道是主力部队那边出事了？百里赞月咬咬牙，现在根本顾不上那边，眼前的旗子才是最重要的。可他还没来得及动手，一道黑影就唰的一下闪了过去。百里赞月这下彻底急眼了，在后面一边追一边咆哮，叫吴宁别太狂，真以为现在还能跑得掉吗？他手里的剑已经举了起来，打算连人带旗一起砍断。可吴宁头也不回，眼里只有那个终点。与此同时，邪道盟主正盯着全局，听到手下说一天门快赢了，他却反问了一句：“我真的赢了吗？”这场仗打得实在太久了，双方都已经精疲力竭，本来想靠这场赌局体面的收场，可现在看来事情已经没法回头了。轩宇刚觉得这局稳赢了，甚至还吐槽说结束的太无聊。咔嚓一声，旗杆断成了2截，这下全场都傻眼了，谁也没想到最后关头竟然会出这种意外，全场一下子全炸锅了。谁敢相信啊？他竟然亲手把5正5道的旗子给折了，这简直是疯了！就在大家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盟主突然放声狂笑，这老狐狸笑得停不下来，他指着百里云大喊：“你小子真是太有意思了！”面对这种失控的局面，百里云却表现得异常冷静，甚至还露出一丝笑意。看来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。吴宁突然反手一刀，竟然把自己家的旗杆给砍断了，这下全场都看傻了，大家都在猜，这难道是早就商量好的陷阱？吴宁拿着断旗一言不发，自毁旗帜可是大忌，这盘棋他们到底想怎么下？百里云这招以退为进，确实骗过了所有人。裁判正打算顺水推舟把这恶人当到底，可就在他要宣布结果的时候，一个恐怖的气息直接锁定了全场。邪道盟主竟然亲自现身，一开口就要推翻定论，这下局面彻底乱了。裁判还想拿规则说事，结果话还没说完，就被这股威压逼得连退数步。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所谓的胜负根本就是他一句话的事。盟主当众撕开了正派的遮羞布，嘲讽他们为了利益连脸都不要了。全场几千号人竟然被他一个人压得死死的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就在盟主最得意的时候，百里云突然开口，让他别在这儿自以为是。这话一出，空气都快凝固了。盟主死死盯着这个年轻人，百里云不仅没退缩，还当面叫他把这场闹剧收了，这胆子简直大到了天上。盟主冷笑着问他叫什么，他一字一句的回答：“百里云。”
盟主盯着百里云说：“早就听过他的名号，还夸他教徒弟的本事确实厉害。”百里云一点没客气，直言这都是因为他的计划天衣无缝。接着话锋一转，直接揭穿了盟主的老底。他说现在的混乱根本就是盟主一手策划的，目的就是为了从内部瓦解武林盟，好为邪派的下一个10年铺路。百里云眼神犀利，当众警告这位邪派头子，别为了自己的那点利益，就拿年轻人的前途当垫脚石。这番话简直是把盟主的野心直接摊在阳光下晒了。面对百里云的阻拦，盟主只是冷冷的反问：“要是我不收手呢？”百里云的回答简单干脆：“动我徒弟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”这话一出，全场都被这股杀气镇住了。可谁也没想到，盟主竟然放声大笑起来。他非但没生气，反而觉得这小子太对胃口了，甚至当众挖起了墙角。只要百里云肯跟他混，邪派总教头的位子马上就是他的了。盟主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再次向百里云抛出橄榄枝，想让他加入邪派联盟。可百里云连想都没想，直接回了2个字：拒绝。他甚至还反过来调侃盟主说，要是这位邪派盟主肯投降，他倒是可以考虑考虑。盟主虽然被气得够呛，但还是想听听这小子到底想耍什么花招。百里云顺势提出一个赌约，说为了给盟主留点面子，双方先停战，只要他的5言5道能拿下这次比武大会的冠军，接下来的条件盟主就必须得答应了。盟主表面上答应了百里，其实这本就在他的计划之中，反正本来就打算停战，现在还能顺水推舟卖个人情。男人倒也干脆，直言盟主才是邪派盟主，这种事自己拿主意就行。不过盟主现在更关心的是另一位顶尖高手再见的下落，结果得到的回答让他有些意外，那个独来独往的家伙竟然甩掉了所有随从，一个人偷偷溜了出去。盟主若有所思，这家伙在这个节骨眼消失，难道是去见什么重要的人了？那个被废掉的弟子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，就这么白瞎了。他已经在盘算着等比武大会一结束，就给正派盟主送份惊喜，只是不知道对方受不受得起。单李岩心里一阵烦躁，虽然第2场比赛没出岔子，但他总觉得这帮人太不靠谱。另一边，轩宇刚正一边往嘴里塞东西，一边打听裁判的看法。这几位顶尖高手心里到底在想什么，谁也猜不透。单李岩倒是挺清醒，他知道前2场能赢全靠大家拼命，尤其是第2场，他那个无影匕首的外号可是实打实杀出来的。结果这姑娘突然话锋一变，开始纠结起外号来了。她指着旁边的云珍，一脸的不服气，凭什么这秃头和尚都有外号，自己却没有？云珍还乐呵呵的劝他别嫉妒，气得单李岩直接骂他是章鱼头。闹归闹，正事可不能忘。宣文哲心里清楚，接下来的第3场连胜赛才是真正的硬仗。百里云已经把台子打好了，能不能唱好这出戏，就看他们接下来的表现了。单李岩这会儿正上头呢，在那儿把对手安排的明明白白，谁去打头阵，谁负责收尾，连外号都喊得震天响。看着他这副认真的样子，轩宇刚只能在一旁尴尬的陪笑，毕竟这姑娘要是疯起来，谁也拦不住。可就在这一片欢声笑语中，画风瞬间就变了，一个冰冷的声音突然在轩宇刚耳边响起：“晚上10点，关帝庙见。”而且对方语气强硬，根本不打算给他拒绝的机会。轩宇刚猛地回头，却发现根本找不到说话的人。男人独自站在深夜的庭院里，看着满园的花草，他觉得想要这地方看者顺眼，那些碍眼的杂草就要连根铲除。在他眼里，不听话的部下就像是跟猎物穿一条裤子的猎犬，既然已经变了心，那这只狗也就没必要留着了。西雨这小鬼是真敢说，居然在那儿教训起男人来了，说人家乱摘花没礼貌，还在这儿大声告状。轩宇刚赶到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定住了，这哪是乱摘花呀，这可是个惹不起的大麻烦。他二话不说，赶紧把西雨给拽走，生怕这孩子再说出什么惊天动地的话。等把人打发走了，轩宇刚才转过身，对着那个男人低声叫了一句：“师傅。”这下气氛完全变了，谁能想到这2个人居然还有这层关系？轩宇刚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他跪在地上承诺，绝不再用以前的武功，只要能让他参加完比武大会，哪怕之后要了他的命，他也绝不还手。可男人根本不吃这一套，在他眼里，轩宇刚就是个逃跑的猎犬，哪怕这只狗已经烂透了，也必须带回去处理，根本没得商量。面对这种步步紧逼，轩宇刚沉默了很久，终于低声回了一句：“我回不去了。”这句话一出，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。这下2个人是真的要撕破脸了。轩宇刚跪在地上，把积压已久的心里话全道出来了。他说自己当初为了报仇，才进了这鬼地方练什么血影神功，但现在他真的受够了。他大声吼着说自己再也不会碰那邪功，他真正想拿起的是父亲留下的那把剑。这番话一出，等于是跟男人彻底撕破脸。轩宇刚只求能撑到比武大会结束之后，是死是活他已经不在乎了。可男人这种人怎么可能跟他讲情面？在他眼里，不听话的妻子连活着的资格都没有。既然你不想当我的猎犬，那就永远留在这儿吧。就在男人准备强行带人走的时候，变数突然出现了，这一记重击直接把原本的死局给搅黄了。百里云挡在前面，嘴角还带着那股子自信的笑，他冷冷地回了一句：“想带人走门儿都没有。”百里云这一招完全是奔着拼命去的，可谁能想到，等动静平息下来，对方竟然连位置都没挪一下。男人冷笑着说：“原来这儿还藏着一只小老鼠。”他盯着百里云问：“就是你把我徒弟害成那副样子的？”百里云这下是彻底摊牌了，他笑着承认自己确实在背后顺手推了一把，他还劝男人收起那套架势，毕竟在这儿大打出手对谁都没有好处。这话直接戳到了
男人的痛处。他冷冷地回了一句：“叛徒必须斩草除根。”更何况那个男孩身份特殊，要是让他影响了其他弟子，后果根本无法想象。可百里云接下来的话简直就是一个重磅炸弹。他说这事儿从头到尾都透着诡异，一个堂堂血剑门的少主跑来当卧底，竟然没人发现，这根本就不合逻辑。最关键的是，据他所知，血剑门早就有了另一位少主，原来那个所谓的血蝴蝶竟然是宣武刚的亲师姐。百里云直接点破了男人的阴招，为了让新人取代原本的少主，他竟然想出这种借刀杀人的法子，故意把宣武刚派去当卧底，就是为了逼他在那种环境下不得不对自己的师姐痛下杀手。男人冷笑着承认了，他说宣武刚虽然有天赋，但心肠还是太软，初见的时候总是在犹豫，所以他才把这孩子秘密培养，让他亲手杀光了所有同门，才成了唯一活下来的那个。听到这些真相，宣武刚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，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一直被当成杀人机器在利用。男人还在那儿放狠话，说宣武刚既然敢背叛，就必须按规矩清理门户。可百里云却突然笑出了声，他直接拆穿了对方，说这种吓唬人的把戏还是赶紧收起来吧。其实谁都看得出来，男人根本就舍不得动手，他现在的愤怒更像是一个被孩子气疯了的长辈。这话一出，男人沉默了，宣武刚也彻底愣在原地。百里云突然换了个思路，他提议让男人干脆大方一点，让宣武刚欠下这份人情，毕竟这孩子性格实在太老实，只要你现在对他施恩，他以后绝对会拼了命地报答。所以现在摆在男人面前的只有两条路，要么现在就动手杀了他，图个一时的痛快，但那样你什么也得不到；要么你就试着跟我拼个你死我活，代价是丢掉一条胳膊，顺便彻底毁掉现在的停战协议。丑话先说在前面，我可没打算坐视不管，想动我的人你必须先问问我手里的剑。男人不得不承认，百里云这小子的眼光确实毒辣，甚至当众骂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。谁也没想到他竟然真的点头答应了这笔交易。宣武刚在一旁听得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但事情显然没那么简单。男人话锋一转，直接下达了最后通牒，想要活命就必须在第3场比试中证明自己，只有赢了才能得到最终的赦免。这下压力全到了宣武刚身上，他到底能不能接住这最后的机会？宣武刚这辈子都没见过师傅露出那样的表情，原来那场交易的压力全都在男人一个人身上。他总觉得自己是个累赘，只会拖累师傅，这种感觉让他心里乱得很。就在这时，屋顶上传来一个声音，宣文哲大半夜不睡觉，居然还在一个人加练。他说如果不努力，这辈子都别想赢过百里云。接着宣文哲突然问了一句，难道你还没听说那个消息吗？听说百里赞月已经滴水不进，彻底绝食了。宣武刚听到这个消息，一下子愣在原地。百里云急着想去见一面，却被南宫贤冷脸拦了下来。里面传出的消息更绝，百里赞月现在谁也不想见，尤其是他百里云。既然见不到面，他只能托南宫贤带个话，之前的约定依然算数，但他现在真的后悔了，后悔让对方去摧毁武正武道。可南宫贤的反应非常冷淡，他直截了当地告诉百里云，不管你有没有这个请求，这场比试我们本来就没打算输，真的不去见他一面吗？面对询问，百里赞月始终保持沉默，他忘不了那个承诺，说好要告诉他真相，可结果呢？明明已经拼尽了全力，最后却还是赢不了。这种被施舍来的胜利，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，这种赢法根本没有任何意义。他越想越气，甚至觉得对方从一开始就只是在看他的笑话。难道你一直都在耍我吗？他猛地拔出短剑，心里的愤怒已经彻底失控了。你恨百里云吗？面对质问，他拼命挣扎着想要甩开手，大喊着让他放开自己。可钟柳接下来的话让他一下子僵住了。难道你不想亲手还他一击吗？只要你敢舍弃以前的一切，甚至连命都不要，我就能帮你。转眼到了大比第3场，气氛已经完全变了，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，百里云这个人确实深不可测。男人低声问了一句，你见到那个人了吗？在他眼里，百里云简直就是个怪物，就像20年前那个天才一样，根本没人能看透他。更可怕的是，这家伙似乎很享受危险，这种不顾后果的打法才是最让人头疼的地方。接下来的比试规则非常残酷，谁赢了就继续留在场上，直到彻底倒下为止。这种车轮战拼的就是谁能撑到最后。男人心里很清楚，第1场派谁上去，其实就是为了去试探底牌。说白了，这就是个送死的差事。就在这时，丹里言主动站了出来，既然需要有人去探路，那就让他先上，看看这个天才到底有几分本事。百里云转头问西华，你觉得这第1场派谁去打头阵最合适？西华稍微想了想，提议让宣文哲先去探路。既然这样，百里云当场拍板，那就让他上。宣文哲拎着长枪走上台，全场都在盯着武言武道的先锋，气氛已经紧张到了极点。可就在这时，百里云突然伸出3根手指，冷冷地丢下一句话：3秒钟，3秒之内解决战斗，然后赶紧给我回来。这下宣文哲彻底懵了，3秒钟，这到底是看不起对手，还是对他太有信心了？谁能想到，原本以为稳赢的局面，现在彻底反转了。最要命的是，这第3场比试不再是虚假的幻境，而是实打实的真刀真枪，在这里受伤甚至丢掉性命全都是真的。这种玩命的时刻，一般人根本扛不住。就在这时，宣文哲作为先锋已经提枪上场了。随着一声令下，比试正式开始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这场战斗结束的比眨眼还快。宣文哲根本没打算试探，一出手就是玩命的杀招，那杆长枪带起的劲风，瞬间就把对手彻底淹没。
等大家看清的时候，枪尖已经死死抵住了对方，对手整个人都僵住了，只能小声说输了。宣文哲确实赢了，但他刚才那一下实在太险，周围的人都气炸了，直接冲他大喊：“你是不是疯了？刚才要是稍微出点差错，那条胳膊可就彻底保不住了。”宣文哲看了看肩膀上的血，语气平淡的让人害怕：“第一个解决了，剩下的15个是不是该一起上了？”这话一出，对面的对手彻底傻眼了，他根本没打算休息，如果不服就继续，不打就赶紧滚下去。他的长枪再次横在身前，这次是直接指名道姓，在百里赞月现身之前，不管对面站着多少人，他都要一个一个全部放倒。这一枪下去，胜负已经彻底分出来了，全场都在欢呼宣文哲的名字，枪鬼的名号今天彻底坐实。但这还没完，接下来的对手真的要倒大霉了，这已经是第10个了。宣文哲这是要一个人清场啊！哪怕已经到了极限，他还是想为同伴多争取点胜算。轩宇刚在台下越看越急，要是宣文哲把对手全解决了，他向师傅证明实力的机会可就彻底泡汤了。局面越来越紧绷，终于有人坐不住了。南宫贤决定主动出击，他要亲手断掉宣文哲的气势。南宫贤终于被派上场了，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必须在这里把一切彻底终结，绝不能让压力传到百里赞月那里。宣文哲也没想到对手的主力会这么快就露面，但南宫贤更佩服对方，拖着这副样子竟然还能硬撑到现在。既然站到了对面，那就没什么好客气的。南宫贤根本不打算给对手喘息的机会，这一战他要速战速决。宣文哲打算抢得先机，必须在对手提气完成之前把这场战斗强行终结。15道枪影刷的一下全开了，这是他压箱底的杀招，打算一波带走比赛。可南宫贤稳得让人害怕，他根本没打算躲，反而正面迎了上去。无极天剑第8式这一剑挥出来，整个赛场都要变天了。谁也没想到战斗结束的这么快，刚才还气势汹汹的枪鬼直接被这一剑砸进了地里，全场瞬间炸锅了。这就是南宫贤的真正实力吗？一招，仅仅用了一招。南宫贤站在原地，语气平淡的说：“不好意思，刚才赶时间下手稍微重了点。”这哪里是道歉，这简直是杀人诛心。宣文哲这下是彻底爬不起来了，刚才那一招要是没挡住，人当场就没命了。南宫贤下手是真的黑，这下两边的筹算是彻底结死了。单李岩这暴脾气哪能忍，拎着鞭子就要上去找回场子。百里云道是稳如泰山，随口问了一句：“下一个该谁上场了？”西华二话不说，直接把轩辕刚给顶到了前面。这下连轩辕刚自己都懵了，本来是打算最后压轴的，谁能想到现在就要提前硬刚。不过轩辕刚心里更有底了，只要把这个最难啃的骨头拿下，接下来的比赛基本就彻底稳了。无极天剑这招到底有多狂，内力就像没个头一样。南宫家的人就是想告诉全世界，他们才是站在顶峰的那一个。轩辕刚还在发愁怎么对付，百里云道好直接，让他自己去悟。毕竟刚才宣文哲是怎么输的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台上的南宫贤已经等急了，觉得他们在底下憋什么坏招。南宫贤可没打算浪费时间，他直接拔剑上场，只要把眼前这个硬骨头啃下来，这场比武大会也就该提前收工了。这一战对轩辕刚来说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，他必须在这里证明自己到底值多少斤两。全场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在等那个彻底引爆现场的信号。随着一声令下，比赛瞬间进入白热化，轩辕刚和南宫贤化作2道残影，直接撞在了一起。这第一下硬碰硬力道大的惊人，整个擂台都在这股冲击下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哀鸣。轩辕刚觉得自己抓到了破绽，他断定南宫贤聚气需要时间，打算趁这个空档直接把人拿下。结果南宫贤冷笑一声，嘲讽他想的太简单，真正的杀招根本不是内力。局面瞬间反转，轩辕刚还没反应过来就吃了大亏，这一记重击差点让他当场交代在台上。这蓝色的剑气简直要吞没赛场，轩辕刚的主导权瞬间被夺走，现在他只能被动防守，局面变得非常危险。台下的百里云也看出了端倪，他问西雨：“轩辕刚到底还有没有赢的机会？”西雨一眼就看穿了这招无极天剑，虽然这种打法威力惊人，但其实狂的没边，全靠挥霍内力来硬碰硬。这种招式有个致命的坑，只要对方一直这么乱放技能，准头就会越来越差。只要轩辕刚能撑住，反击的机会马上就到。想要破掉这种狂轰滥炸，要么比对方更狠，直接硬碰硬压过去，要么就要在这一波接一波的攻势里，硬生生抠出一个破绽来。百里云听完笑了，反问他如果不靠蛮力，这破绽该怎么找？结果西华两手一摊，说他现在也不知道。台上的轩辕刚快撑不住了，节奏全乱，距离也被越拉越远，他现在只能满场乱窜。难道真要等到对方内力耗尽吗？就在这生死关头，他脑子里突然响起了师傅的声音，对付比自己强的对手，对方最显摆招式最华丽的时候，其实就是最好的反击机会，要把自己藏在那些花里胡哨的攻击里，等一个致命的瞬间。虽然现在没法动用门派的功夫，但这些保命的道理他这辈子都不会忘。既然躲不掉，那就干脆不躲了，真正的反击现在才要开始。刚才那一招却实用力过猛了，轩辕刚显然低估了绝学的代价，强行发力的后果是身体现在几乎快要散架，他现在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，只能躲在漫天的烟尘里，想趁机缓口气，再看看接下来的局势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这烟尘不仅挡住了他的视线，也成了对手最好的掩护。就在他以为暂时安全的时候，一道黑影已经杀到了跟前，是轩辕刚。南宫贤这下彻底懵了，大声质问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时候摸到自己身边的。
轩宇刚的速度快得离谱，还没等南宫贤反应过来，整个人已经被死死按住，胜负就在这一瞬间分了出来。南宫贤愤怒地吼道：“可恶，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”轩宇刚却一脸平静地开口：“认输吧。”轩宇刚接着警告他：“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，如果再强行打下去，这辈子可能就彻底废了。这已经不是胜负的问题，而是能不能保住命的问题。”轩宇刚手上的劲道又重了几分，冷冷地警告他：“要是再敢乱动一下，这只胳膊可就保不住了。”南宫贤咬牙顶了回去：“你以为这种威胁就能让我认输吗？”轩宇刚却突然放软了语气，说：“他还有大好的前程，作为南宫家未来的接班人，没必要在这里死磕到底。”南宫贤沉默了，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这种大赛，他心里其实一直有个放不下的名字，那就是百里赞月。轩宇刚看穿了他的心思，劝他与其在这里拼命，不如试着去相信那个他一直挂念着的百里赞月。既然想和他进行最后的对决，那就要先保住这条命。南宫贤终于松开了紧握的拳头，低声说了句：“我认输。”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，这场惊心动魄的比试终于落下了帷幕。南宫贤居然输了，这个消息让全场瞬间炸开了锅，谁也没想到局面会失控到这种地步。可轩宇刚根本不在乎这些议论，他站在赛场中央，直接点名要人：“百里赞月，给我出来打一场！”就在这时，正主终于现身了。百里赞月一脸不耐烦地走出来，低声抱怨了一句：“真是吵死了。”比武正式开始，轩宇刚却没急着动手，反而关心起对手的身体。百里赞月一句没关系，直接让对方松了口气。百里赞月冷笑着拔出长剑，看来这一仗他是打算下死手了。他觉得轩宇刚是在羞辱他，上来就是压箱底的杀招，这一剑威力太大，轩宇刚差点没接住，但他反应极快，瞬间变招反击，局面彻底失控了。这百里赞月已经完全豁出去了，他愤怒的大喊：“你竟然还有心思跟我玩！”这一剑的速度快得惊人，轩宇刚根本没料到对方竟然还藏着这种杀招，这一波火攻简直没完没了。轩宇刚被压得根本找不到破绽，旁观的西华星都提到嗓子眼了，怎么看轩宇刚都像是要输了。但真正的高手看得很清楚，这火烧的越旺离熄灭也就不远了，局势马上就要彻底反转。这百里赞月简直是在玩命，他强行催动的这种火攻，其实是在燃烧自己的精血，只要这股劲儿一过去，他的武道生涯也就彻底废了。谁能想到教他这种自残招式的，竟然就是百里家的家主？这种失控的力量根本不是他能驾驭的。面对这种虚伪的关心，他彻底爆发了：“你们根本不在乎我的死活，想赢其实只有两条路。”中柳的话成了他现在的催命符，要么放弃现在地功法，虽然修为会退步，但起码能保住命。可他这种性格怎么可能低头？既然做不到，那就只能拿命去换，烧尽全身精血也要把对手彻底撕碎。他已经彻底疯了，谁还在乎什么稳扎稳打？这一招真火百花功是要拉着所有人一起陪葬。为了突破极限，他这一招完全是在透支生命。漫天的火焰锁链砸下，这已经是他最后的底牌。结果呢？烟雾散去，他自己反而先站不稳了。轩宇刚看得很清楚，你的身体已经到极限了，他还在咬牙硬撑，那又怎么样？轩宇刚没打算再纠缠，直接丢下2个字：认输吧。轩宇刚这话说的太狂了，他说只想在巅峰状态下交手，不然的话他宁愿直接认输。这话一出，对面的百里赞月彻底炸了，你凭什么这么目中无人？他直接开启了压箱底的秘技真火百花功，这可是拿命在搏的招式，场边的人都看傻了。这一招要是真打下去，后果谁也担不起。漫天的能量锁链已经落下，轩宇刚却还是那副冷静的样子。坏了，情况不对劲，刚才还是漫天大火，怎么一眨眼全变成这种冰冷的蓝光了？这一招苍月啸天功简直是要把天都给翻过来。轩宇刚这回是真的遇到大麻烦了。最离谱的是，他竟然能把阴阳两股劲力强行凑到一块使，这根本就不符合常理。这下全场都懵了，这难道是武当的绝招？谁能想到这竟然是传说中的阴阳心法？钟流冷笑着说，他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百里家这群人的贪欲果然永远没有尽头，他根本没打算躲，别白费劲了，我压根就没想过要跑。男人现在只想确认一件事，这套阴阳心法是不是你私下传给他的？给我说清楚，你知不知道这样做不仅会害了你自己，连赞月这孩子也会被毁掉？可对方根本不在乎，只说自己给了点提示，剩下的路全是这孩子自己闯出来的，这简直就是在胡闹。没有正统的传承，强行突破只会让他经脉错乱，这辈子就彻底废了。钟柳在一旁冷笑着，这孩子已经打算拼命了，他在燃烧自己的生命，就为了赢下这一场。他转头看向百里云，语气里全是嘲讽，你说要是武者没了贪念，是不是就永远没法变强？就在这玩命的关头，百里赞月却发现原本快要炸裂的经脉竟然开始降温了。这百里赞月彻底疯了，他觉得只要能撑住这一刻，这一局就还有胜算。可这种冷热交替的打法简直是在自寻死路，他的经脉随时都会彻底崩碎。百里云不但没拦着，反而大声吼道，轩宇刚，使出你最强的本事，让我看看你真正的觉悟。既然要打，那就谁都别留后手。百里赞月周身气息暴涨，真正的底牌终于亮出来了。真血百花秘技，轩宇刚彻底豁出去了，他要把现在能做的一切全部赌在这一招上。血剑秘技真血百花，这一剑的威力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料到。两股力量正面撞击，轩宇刚心里很清楚，照这个架势打下去，今天他们2个只能活一个，绝不能让百里赞月死掉。就是现在，烟尘终于散了，所有人都在屏住呼吸，想看看
到底谁赢了？场上站着的竟然是轩宇刚，可还没等大家欢呼，局面就彻底反转了。百里赞月虽然还站着，但其实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。这一战竟然打到了2败俱伤。就在百里赞月倒下的一瞬间，百里云冲上前稳稳地接住了他。轩宇刚彻底昏死过去，周围的人乱成一团，都在拼命喊他的名字。百里云就这么静静地抱着他，听着他在昏迷中断断续续地求自己别走。刚才那一战只要轩宇刚再狠心一点，百里赞月绝对活不下来。远处的男人把这一切看在眼里，他冷笑着觉得轩宇刚这种不忍下死手的性格简直是软弱到了极点。可谁也没想到，看到轩宇刚有了弱点，男人反而笑得更开心了。轩宇刚猛地惊醒，嘴里还喊着师傅我错了。可等他看清眼前的局面，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西门拓，你竟然还能站得起来！西门拓在逼轩宇刚给个交代，他冲着轩宇刚疯狂咆哮，让他亲口解释清楚，到底是不是写剑门的间谍。轩宇刚整个人都懵了，他完全没反应过来，为什么这种指控会落到自己头上？西门拓急得大喊：轩宇刚，你快说话啊！亲口告诉他们你不是间谍。可轩宇刚只是愣在原地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男人这下是杀红了眼，他一边猛攻一边怒吼，让百里云少管闲事，今天必须把那个间谍当场处决。百里云死死挡在前面，他气得大声质问：孩子们刚比完武还没缓过来，你们居然被敌人一句话就带了节奏，这哪里还有半点长老的样子？他指着那些所谓的正派人士，这些孩子是无辜的，现在最该做的是救人，如果你们非要抓人，那就把我关起来换他们平安。结果百里云被关进地牢，气得不行，这帮老糊涂真是不可理喻。镜头一转，大家都被送到了医馆，轩文哲正在跟刚醒的人交代情况。原来在大家昏迷的时候，比武并没有停下，丹里也表现得非常出色，一个人就挑翻了2个。可谁也没想到，最后的风头全被云真抢走了。丹里岩在旁边气得够呛，但这些都不重要。邪道盟主赢了赌约，他笑得非常狂妄，开口就要带走轩宇刚，还说那是他们邪派培养的天才。这话一出，全场的人都炸锅了，大家都怀疑刚才表现最出色的那个天才是邪派安插的卧底。就听到了这个要命的消息，愤怒的众人正叫嚣着要杀人。盟主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阴谋？轩文哲直接找轩宇刚摊牌了，他盯着对方的眼睛问：你到底是不是血剑门的间谍？轩宇刚这下没法再瞒了，他承认自己确实来自血剑门，但绝不是为了搞破坏，他只是想通过这次比武换一个离开宗门的机会。他一直记着师傅的承诺，只要表现出色就能重获自由。可轩文哲的一句话让他彻底没话说了，现在的局面不就是他师傅给出的答案吗？显然他被自己的师傅给卖了。就在这绝望的时候，赞月急匆匆地跑了过来，他说大家并没有放弃他，现在正到处求人签名请愿，甚至连武林盟的高层都惊动了。轩文哲又爆出了一个惊天大秘密，原来门主这个老狐狸从训练的第1天起就已经看穿了轩宇刚的底细。轩宇刚听得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他急忙追问门主现在的下落，可轩文哲也只能无奈地挠挠头，谁也猜不透那位大人到底在想什么。画面一转，百里云竟然被关进了牢房，他正蹲在地上使劲抠着地砖，嘴里还嘟囔着这玩意儿太难清理。就在这时，百里赞月突然出现在牢房外，对着他就是一顿冷嘲热讽，说他以前那么威风，现在落到这步田地，真是活该。百里云还想关心一下他的伤势，结果直接撞到了枪口上。百里赞月根本不领情，还记着比武大会上被戏弄的仇呢，这下真是热脸贴了冷屁股。百里云突然变得很感性，他说多亏了百里赞月，大家才能有现在的成长。百里赞月一听这话，直接炸毛了，原来你一直都在利用我。百里云没有否认，反而隔着铁笼伸手摸了摸他的头，说他已经是个真正的武者了，还说自己等了这么久，终于有理由带他一起走了。这突如其来的话让百里赞月整个人都愣住了。就在气氛最微妙的时候，一个苍老的声音突然插了进来，看来你们的关系也没那么不好。盟主魏志学终于露面了，他看着百里云说，听说你一直在找我。百里云却先转过头，叮嘱赞月先去天门等着，不管发生什么都要相信他。赞月这下彻底没底了，这家伙到底又要打什么算盘？安顿好赞月，百里云对着盟主恭敬行礼，他说自己有一个请求，希望盟主能够成全。魏志学看着他感叹，咱们确实很久没这样见面了，当初在苍穹队的时候，你就总是由着性子胡来，想来就来想走就走，谁的话你都不听。百里云跪在盟主面前，开口就是一个重磅炸弹，他说自己要把轩宇刚带回倚天门，因为那孩子已经是他的徒弟了。魏志学冷冷地问了一句，你觉得这可能吗？结果百里云语不惊人死不休，他接着宣布倚天门从此退出武林盟，这下连盟主都愣住了。百里云心里很清楚，邪派那边正盯着轩宇刚不放，武林盟现在是左右为难，放人不是，杀人也不是，他这是要替盟主接下这个烫手山芋。魏志学盯着他问，同时把两头都给得罪了，这个后果你真的担得起吗？百里云却表现得异常冷静，为了以后，这才是最好的选择。魏志学一眼看穿了他的心思，问他建立新门派是不是也是为了这个目的？百里云没有隐瞒，直接点头承认了。接着他提出了最后一个请求，想保下轩文哲那些弟子。他说大家根本不知道轩宇刚的身份，只是单纯想保护同伴，所有的责任他一个人扛，希望盟主不要怪罪其他人。魏志学沉默了片刻，最终还是松了口，答应不再追究那些人的责任，毕竟这些年轻人确实是武林盟未来的希望。但魏志学紧接着又问，就算我答应了你所有的要求，这里
可是武林盟的总部，你打算怎么全身而退？”百里云表现得非常淡定，他说：“只要盟主能遵守诺言，他自然会安安静静的离开，绝不会把事情闹大。”魏志学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百里云是故意被抓的，就是为了能当面谈条件。百里云笑着告辞，说下次再见，接着整个人腾空而起，瞬间消失在视线里。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魏志学忍不住感叹，当年那个只知道报仇的小鬼，现在真的长大了，做事滴水不漏，根本不需要别人操心。旁边的男人一句话没说，外面全是震天的喊杀声，这帮人已经彻底失控了，非要拿轩宇刚的人头去交差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大门被直接轰碎，百里云竟然真的杀回来了。轩宇刚完全没反应过来，他看着眼前的男人半天说不出话，百里云却一脸轻松，说自己是来接他回家的。虽然轩宇刚还在纠结，觉得是自己害了大家，但百里云根本不吃这一套，他直接伸出手，语气里满是不容置疑的霸气：“我带走自己的徒弟，我看谁敢拦着！”百里云的一句话让轩宇刚整个人都定住了。回忆天门，那是他做梦都想回去的地方。抬头一看，轩文哲也在后面不停地给他打气。这一刻，他终于下定了决心，死死握住百里云的手，大声喊出那句憋了很久的话：不管以后发生什么，他都要一直跟着师傅。可等他跟着走出房门，整个人又傻眼了。走廊里横七竖八躺着的全是守卫，他一边走一边犯嘀咕：把武林盟的人全打趴下，真的没问题吗？百里云根本没时间解释，只管带着他一路往外冲，因为在前面还有更多的同伴在等着他们。百里云正要带人走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怒喝，让他站住。他直接停下脚步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声宣布：从这一刻起，轩宇刚就是一天门的人了。谁要是敢动他，那就是在向整个一天门宣战。有不服气的，随时来一天门找我。这番话简直是霸气外露，把在场的所有人都镇住了。百里云头也不回地带人离开。关键时刻还得是魏志学出来镇场子。他当众宣布，轩宇刚和一天门以前的那些事，从此一笔勾销。这道赦免令简直就是一颗定心丸，轩宇刚总算彻底解脱了。既然已经跟武林盟划清界限，一天门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？百里云心里已经有了主意，一个全新的武学方向正等着他们去闯。男人突然跌跌撞撞地冲了出来，他用尽全身力气大喊：“出大事了！所有人全都被耍了！”这句话还没说完，他整个人就重重地摔在地上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可他最后留下的那半句话，让在场的人脊背发凉。那个家伙根本就不是人。百里云这回笑了，真是捡到了不得的宝贝。这个新觉醒的加成，简直是为宗门量身定做的。毕竟每个人的天赋都不一样，有人适合玩火，有人天生清水。要是全按一个路子练，那才真是毁了他们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只要能把这些天赋发挥到极致，这群小家伙的潜力恐怕连天都要被捅破了。百里云这会儿心情正美，带着弟子们总算赶到了目的地。既然答应了要给他们整一把神兵，那就绝对不能食言。眼前这位老人可是这山上最顶尖的铁匠，系统甚至给出了最高级别的评价。要是能把他拉拢过来，宗门的实力绝对能翻倍。可谁能想到这老头脾气臭得要命，还没等百里云把话说完，直接就是一个滚字，根本不给半点面子。在他眼里，这群弟子不过是些没经验的小鬼，想让他亲手打造武器，简直是在做梦。这下百里云可是踢到铁板了。这出师不利的闭门羹，让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，局面彻底僵住了。老头子这番话真是看人低，但系统可没打算就这么算了。新的任务直接砸了下来，想要神兵利器，就要看这90天里能攒多少功德。看看这惨不忍睹的评价，全员都是最低等级。百里云心里也清楚，这事儿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可就难了。百里云没打算反驳，既然答应了弟子们，就算这路再难走，他也得硬着头皮闯过去。百里赞月开口就是一顿冷嘲热讽，当初跟武林盟叫板的时候挺威风，现在怎么蔫了？百里赞月还在那儿不依不饶，说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，非要查清楚他到底藏了什么秘密。其实说到底，他就是气他当初为什么要不告而别。可百里云接下来的举动，让所有狠话都瞬间哑火了。他什么都没解释，只是用力抱住了这个满腹委屈的姑娘。他说：“你能在这儿真好，以后再也不会丢下你一个人了。”这一句承诺比任何解释都管用。百里云看着怀里的百里赞月，记忆一下子回到了从前。那时候他还是个爱撒娇的小跟班，整天缠着要被背。可一转眼的功夫，那个小丫头已经长大了。百里云轻轻拍着她的背，感叹时间过得真快。百里赞月这会儿又开启了说教模式。他说：“虽然盟主饶了你，但你现在名声扫地，以后在江湖上怕是彻底没活干了，连个像样的前途都看不见。”看着满屋子的书，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这哪是什么武功秘籍，全是些讲大道理的教科书。难道是想让这群孩子去考状元吗？百里云听得直乐，说：“你这几年别的没长，这爱唠叨的毛病倒是见长。”百里云心里其实早就盘算好了，既然要搞全方位发展，最要紧的就是因材施教。他要把那些基础武学全部拆解，根据每个弟子的天赋和体质，量身定制最合适的招式。就像西华是极阴之体，那就要用专门的蓝色武学来提升，针对每个人的短板，百里云都想好了对策。王八气感不行，那就干脆让他反着练。他要把自己当成养分，帮这群孩子打好地基。计划挺完美，可现实却很骨感。为了买这些书，他把1个月的伙食费全搭进去了。看着空空的钱袋子，这家人多了开销真不是开玩笑的。百里赞月在旁边听得直冒火，心想实在不行就去给盟主磕头认错算了。百里云却突然露出一副坏笑，
既然没钱，那就只能去找姨良借点花花了。话音刚落，两人就杀到了和运商会门口。姨良这会儿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某人眼里的肥羊。姨良一见面就开始调侃，说你现在可是武林大红人啊，敢在武林盟的地盘直接宣战，还把血剑门的少主收了当徒弟，这胆子真不是一般的大。他问百里云是不是来找活干的，毕竟现在全武林都是他的敌人，谁还敢在这个节骨眼上帮他？这不明摆着是自寻死路吗？百里云却表现得很淡定，他直接摊牌说出了目标，他要接好门的委托。这话一出，屋里的气氛瞬间就变了。好门这地方可不简单，虽然全是些小偷和骗子，但他们手里握着最全的情报网，只要有钱，这世上就没有他们不知道的秘密。姨良收起了刚才的笑脸，他盯着百里云看了半天，最后缓缓开口说：“你这个想法倒是有点意思了。”姨良放下茶杯，语气里带着几分威胁，他说：“既然拿了我的投资，那这笔账你打算怎么还？”百里云头都没抬，直接抛出一个重磅炸弹。他说：“好门门主的位置，这个利息够不够？”这一句话直接戳中了姨良的心窝子，这可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。百里云笑着问：“这不正是你最想要的吗？”姨良沉默了片刻，随即无奈地笑出了声。他说：“真是服了你了，看来这辈子注定是赢不了你。”百里云心里很清楚，当初姨良肯花大价钱帮他，看中的就是他这块金字招牌。毕竟好门最缺的就是顶尖高手。姨良听完笑了，说：“大家都是聪明人，说话就是省事。”姨良也不废话，直接甩出几份委托。百里云扫了一眼，发现只有5个，他有点嫌弃，觉得堂堂好门拿出来的活儿也太寒碜了。姨良无奈地解释说：“你最近闹得太大，全天下都知道咱俩是一伙的了。他那个野心勃勃的师兄已经盯上了这边，所以比起赚钱，现在选个稳妥的差事才最重要。”谁知道百里云根本不领情，他一把按住那些委托，冷冷地回了一个字：“不。”这下轮到姨良猛了，这又是要闹哪样？百里云这下是真急了，他大喊着要接最赚钱的活，毕竟家里那几张嘴实在是太能吃了，再没钱，这日子真要揭不开锅了。姨良被缠得没办法，赶紧掏出一份压箱底的委托，说是安化县的升龙会，想请人去对付血鹰山庄。百里云一听就皱眉了，这两家听名字不都是歇下三滥的门派吗？姨良赶紧解释说，升龙会虽然名声一般，但好歹还算讲点江湖规矩，可那个血鹰山庄那是彻头彻尾的恶霸，现在升龙会快被灭门了，正急着找人救命呢。百里云听明白了，这是想让他去当救火队员。可姨良接下来的话才真正让他愣住了。姨良嘿嘿一笑，说：“光救人有什么意思？咱们直接把升龙会变成咱们的分舵，你看怎么样？”姨良这算盘打得真响，他说：“一天门现在1分钱进项都没有，如果能把这些小门派一个个收编，不仅能坐收管理费，还能让一天门的势力迅速扩张。”百里云陷入了沉思，现在的一天门确实太小，处处都伸不开手脚。姨良建议他先去实地考察一下，看看对方的人品，再做打算。可谁能想到，系统突然发出了红色预警，危险等级中级，这活儿恐怕没那么简单。紧接着一份指名道姓的委托送上门来，对方点名要一天门去保护领地。姨良说，这活儿虽然危险，但正好可以当成一次试炼。百里赞月这下彻底懵了，怎么连他也要跟着一起受罪？百里云可不管这些，直接开出了条件，就给你们1周时间，只要你们4个联手能碰到这把剑的剑尖，我就带你们一起走。看他那个样子，就知道这事儿准没好事。可这帮年轻人还是想得太美，甚至觉得这挑战也太容易了。结果话还没说完，就有人急着想去捡便宜。可这一招下去，连百里云的影子都没抓着。谁能想到百里云竟然连武器都不用，光着手就接下了所有招式。这下几个徒弟全懵了，有人不服气想抢功，有人还想在那商量对策。结果根本没人听指挥，轩宇刚第一个带头冲了上去，场面瞬间乱成了一锅粥。西华本来还想在旁边观察一下，打算趁乱找个破绽捡个漏，可现实哪有那么简单？就这样折腾了整整4天，结果怎么样了？所有人全都被打回了原形，整整齐齐的趴在地上。百里云在那儿悠哉的吃着包子，嘴里还不忘损这帮小鬼。照这个进度下去，别说1周了，这辈子恐怕都够不着那把剑。西宇整个人瘫在地上，心里全是挫败感，他恨自己不够强，甚至想过牺牲自己换个机会，可现在连怎么赢都看不见。面对这种绝望的呐喊，百里云只是冷冷的看着，一句话都没说。百里赞月也觉得这任务简直离谱，明明只要碰一下就行，却像隔着千山万水。倒是西华还算冷静，他觉得那个男人绝对不会给一个死局。百里赞月一句话点醒了所有人，这场试炼能不能赢，全看西华这一个变数。西华自己都觉得离谱，百里赞月却看得透彻。15年没见了，他哪知道那个男人在想什么？不管发生什么，百里云第一个找的永远是西华，只有他能看穿那个男人的心思。就在大家商量对策的时候，西华突然提到了这间宅子，说这里以前可是个闹鬼的凶宅。这下气氛彻底变了，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，外面突然传来了动静。百里云突然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，宗门的天剑竟然被强盗给偷了。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，百里云直接宣布试炼内容改了，就给你们2天时间，要是找不回天剑，这件宗门至宝就算彻底丢了。看来这次百里云是动真格的。随着一声清脆的系统提示，正道天宗的试炼正式开启了。任务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找回失踪的宗门圣物。这一袋子钱放下，咱们之前的账
就算2清了。金雄还是有点没底，毕竟血鹰府那边一直在逼债，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处境竟然被对方全说中了。这下有意思了，一个算命的竟然能把江湖局势看得这么透。他忍不住开口问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百里轩摇着折扇，笑得十分从容：“我不过是个路过的算命先生。”百里轩提醒金雄：“这买卖可比对付血鹰府划算，但真正的麻烦现在才刚开始。”金雄抬头看了看天，哪来的乌云？百里轩指了指地下，那是人心堆出来的业障。只要进了这安化县，谁都得做一个选择，是为了大局去装模作样，还是为了自己一意孤行？接下来就看豪盟会派谁过来了。百里轩合上折扇，他也在好奇那个人到底能不能拨开这片乌云。视线转向幕阜山，这里坐落着一个赤王寨，满打满算也就200来号人，虽然规模看着不算大，但他的背景可不简单。他是绿林72寨的成员，每年都要按时上贡，这背后的水远比表面上要深得多。时间只剩最后2天，这批贡品里很可能藏着那把倚天天剑。赞月很清楚，硬碰硬绝对不是上策，必须得想个法子，要么削减人数，要么干脆避开正面冲突。轩宇刚提议搞偷袭，打完就跑，要不被缠住就有机会，但事情没那么简单。这帮山贼拳是老油条，为了活命什么阴招都使得出来，光靠咱们几个，这块硬骨头怕是很难啃下来。大伙儿现在都挺纳闷，明明到处都缺人手，门主为什么偏偏把王八给踢出了测试？轩宇刚也在琢磨，是觉得他火候不到，还是说根本就没打算让他去？结果镜头一转，王八正搁那儿闷头练功，百里云突然找上门来，告诉他赤王寨不用去了，留在家里，我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。百里云随手甩出几本书，说是能帮他参透那套逆转功法。王八这下彻底愣住了，这书里的东西怕是要让他脱胎换骨了。百里云这回事真打算开小灶了，他直截了当地告诉王八，虽然你现在还感应不到元素能量，但有了这些书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紧接着，各种成长、加速和灵力集中的状态，直接在王八身上叠满了。这下他彻底燃起来了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要比任何人都要努力。另一边，大伙儿正围着篝火商量对策。赞月觉得等那把剑转移到高处据点时，就是动手的最好时机。那时候，对方为了不引人注意，肯定只会派出一小队精英。就在大家讨论的热火朝天时，西华却在一旁发呆，直到被叫到名字，他才猛地回过神来。虽然嘴上说着没问题，但看他这负心不在焉的样子，接下来的行动怕是没那么顺利。赞月的一番话直接戳中了西华的软肋。他说：“门主之所以把任务交给你，就是因为打心底里信任你。作为大师姐，如果不想成为大家的累赘，现在就必须站出来拿主意了。”大家伙儿也都纷纷表态，不管你最后怎么决定，大伙儿都绝对给你撑腰。西华沉默了片刻，终于不再犹豫。既然大家都这么说了，那我确实有个主意。看他这副自信的样子，这个计划怕是要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了。西华这主意出的可真够狠的，他竟然提议直接一把火烧了整座幕府山。轩宇刚一听就有点犹豫，说这火攻虽然厉害，但准备物资怕是个大工程。西华却早就盘算好了，他说最近天气燥得很，只要火头一点起来，根本不需要多少引子。至于会不会伤及无辜，他指着地图解释，土匪窝附近根本没住人，而且四周还有溪流挡着，只要提前清理好隔离带，这火就绝对烧不到别处去。赞月刚听完也没话说了，这计划确实没毛病，火攻的主意确实不错，能把敌人的注意力全引开。但现在有个最头疼的问题，那就是谁也不知道那把剑到底藏在哪儿。与其在大寨里瞎找，不如换个思路，等他们运送贡品的时候再动手。那时候人多眼杂，反而是下手的最好机会。大家都知道绿林势力一直是赤王寨的靠山，但说到底，这帮土匪之间真的会有所谓的信任吗？只要利益分配不均，这看似稳固的同盟，随时都可能演变成一场黑吃黑。绿林那边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肯定会定期派高手过来巡视，而且他们掐准了时间，刚好就在收贡品的节骨眼上。赞月却提出了一个最现实的问题，万一对方派来的是顶级高手，光靠咱们这几个人，真的有胜算硬碰硬吗？现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。轩宇刚心里很清楚，不管风险有多大，找到那把倚天剑才是最终目的，根本没必要再去费劲找了。西华这算盘打得响，他说根本不用去抢，得让对方乖乖把东西送上门。可谁能想到百里云竟然玩了一手更绝的，他居然亲手把倚天剑直接送给了赤王寨的人。姨良都看傻了，这到底是在打什么主意？百里云却表现得不紧不慢，说这不过是对那帮弟子的一次考验。结果呢，这帮人光顾着互相客气，连个像样的计划都拿不出来，配合简直是一塌糊涂。只有把这帮人逼到绝境，才能看到他们真正拼命的样子。可姨良还是想不通，为什么要选赤王寨这种死地？论实力和规模，那些弟子10次里要输9次，这根本就是一场必败的仗。但百里云要的根本不是稳赢，而是那种在走投无路时强行找出生路的能力。哪怕前面输了99次，只要能抓住那1%的机会，局面就会彻底反转。毕竟这场试炼的结果决定了2个门派的未来。百里云嘴上说的好听，其实心里还是不放心那帮弟子，特意交代姨良也要在暗中盯着。姨良听完直接拆穿了他，说白了就是怕局面失控，想找个能随时兜底的人。明明是担心非要说成是考验。与此同时，赤王寨的大门口气氛也开始变得不对劲了。绿林的高手这2天就要杀到，寨子里的人却还在犯嘀咕，总觉得早上那桩送剑的买卖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。这帮山贼还在那儿美呢，觉得这宝贝
拿得太容易了，简直就像是白捡的一样。有人心里开始犯嘀咕，说这件上刻着1天2个字，一看就是正道名门的宝贝，万一人家找上门来，这麻烦可就大了。结果领头的根本没当回事，还觉得是对方被自家的威名给吓住了，在那儿笑得停不下来。在他看来，只要把东西往绿林盟一交，有那72寨当靠山，谁还敢来这儿撒野？可他根本不知道，这把送上门的剑其实是催命的符。领头的越想越觉得心里发毛，非说是男人刚才那番话太晦气，非要让人去门口撒盐去血。手下还在这儿心疼粮食，觉得这纯属是瞎折腾。结果话还没说完，他就发现外面飘进来一股浓烟。他还以为是谁在点火堆，可等他抬头一看，这哪是什么火堆？这分明是有人要把整个山寨都给烧了。整个赤王寨这下彻底炸了锅。领头的在那儿急得直跳脚，让手下赶紧把火给灭了。他担心的根本不是人命，而是怕这片林子烧光了，以后就没人走这条路，他们的财路也就彻底断了。这帮山贼提着桶拼命往回赶，嘴里还一直喊着要水。可就在这救命水快送到的时候，一道寒光闪过，手里的水桶瞬间被劈成了碎片。这当头一棒让所有人都傻了眼。领头的急得破口大骂，想知道到底是哪路神仙在捣乱。西华站在那儿，耳语气平淡得让人害怕。想要灭火？行啊，先把我们门主的剑交出来。这下领头的彻底懵了，倒是旁边那个清醒的手下，一副早就料到会倒霉的样子。领头的这会儿终于反应过来了，赶紧改口说：“那把剑的事好商量，能不能先帮着把火给灭了？”这缓兵之计根本没人理会，回应他的只有更狠的手段。眼看求饶没用，这家伙干脆直接耍起了横。他指着树上的人，破口大骂，非要用什么江湖规矩来场单挑，还口口声声说不下来的就是胆小鬼。他这激将法算盘打得真响，只要能骗一个下来，抓个人质在手里，今天这死局就能彻底翻盘。想用激将法，树上的人根本不吃这一套，一句话就把他对了回去。你一个山贼哪来那么多废话？眼看硬的不行，领头的开始语无伦次的卖惨，说这把剑已经当成贡品报上去了，要是交不出来，他这辈子就彻底完了。他甚至还想拿钱买命，问能不能用银子把这事儿平了。结果西华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你的死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要么交剑，要么就等着被烧成灰。这下领头的彻底没招了，最后一点退路也被堵得死死的。眼看大火就要烧到家门口，领头的这下是真的急了，扯着嗓子催手下赶紧把剑拿出来。可就在剑要到手的一瞬间，意外发生了，谁也没看清是怎么回事。送剑的手下直接被人一拳撂倒。魔焰拎着那把剑，慢悠悠的从火光里走了出来，脸上还挂着那种让人发毛的笑。他看着树上的西华几个人，语气里全是挑衅。想要这把剑，那得先问问我答不答应。这把火放的是真够绝的，整个土匪窝瞬间乱成了一锅粥。百里云还在旁边感慨说：“西华这招虽然有点狠，但确实是个好主意。毕竟这荒郊野岭的，烧的也全是这帮恶人，根本不用担心伤及无辜。”百里云听完直接无语了，这哪是去办事，这简直是去拆迁啊！宜良笑着问他：“要是换成你打算怎么收场？”百里云冷笑一声说：“根本不用这么费劲，只要报上名号，这帮土匪当场就要认怂。”百里云对西华的评价简直高到了天上，在他眼里，真正的首席弟子就该像西华这样，敢在没人走过的路上带头，哪怕所有人都不看好，也要坚持自己的判断。宜良听完却泼了一盆冷水，他说：“既然剑上刻着名号，这帮土匪早该认出咱们是谁了。”结果现实却非常扎心，这帮土匪根本没听过什么一天门，名号在这儿完全不好使。百里云这下彻底破防了，这帮没见识的家伙简直是在侮辱他的宗门，他气得非要亲自冲下去，非要让这帮土匪知道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老大。宜良在后面拦都拦不住。宜良突然察觉到不对劲，低声提醒百里云有人正往这边靠近。魔焰大摇大摆地打量着手里的剑，这是把好剑，我挺喜欢的。他一边玩弄着兵刃，一边对着高处的众人挑衅：“是你们自己滚下来，还是要我亲自动手上去抓人？”西华这下彻底愣住了，他原本以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，完全没料到这家伙的动作竟然会这么快。魔焰打量着眼前的年轻人，冷笑着说：“年纪比我想象的还要小，干脆先杀一个祭旗吧。”旁边的光头土匪吓坏了，赶紧劝他别把事情闹大，万一惹来背后的宗门就麻烦了，不如只打断手脚给他们留口气。这话一出，魔焰直接当场翻脸，一脚把光头踹飞出去，还死死踩着他的脑袋。在他眼里，连这种小鬼都怕，简直是丢尽了陆林的脸。土匪就该让人闻风丧胆。发完火，他转头冲着手下大吼：“还不赶紧去救火！想把整座山都烧光吗？”手下被吓得魂飞魄散，连滚带爬的跑去干活。这下谁也不敢再废话了。魔焰根本不在乎这山寨的死活，他在乎的只有钱。既然供奉少了这笔账，总得有人来。他死死盯着西华几个人，语气冰冷到了极点：“给你们一个机会，说出一个我不杀你们的理由。”话音刚落，赞月已经拔剑出鞘。赞月心里很清楚，既然对方是这里唯一的顶级高手，这一战迟早要硬碰硬。可他刚准备动手，魔焰的身影就快得像鬼魅一样，瞬间杀到了跟前。这速度简直快得离谱。魔焰一边压制住赞月，一边还游刃有余的嘲讽。眼看同伴就要吃亏，轩宇刚这下彻底炸了，他怒吼着直接杀入战场。魔焰这招实在是太阴了，他直接把剑架在赞月的脖子上，拿同伴当挡箭牌。这下轩宇刚投鼠忌器，根本不敢再往前一步。他气得大骂魔焰卑鄙，居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可魔焰根本不在乎什么名声，他冷笑着反问：“卑鄙？
对土匪来说，只要能赢，哪有什么卑鄙不卑鄙的？就在轩宇刚分心的这一秒，身后突然伸出一只手，死死捂住了他的嘴。轩宇刚还没反应过来，就彻底失去了反抗的机会。轩宇刚这下彻底栽了，他还没从刚才的偷袭中缓过神，魔焰就一脸阴险的开了口：“你是不是想多了？这可不是什么讲武德的决斗，站在你面前的可是杀人不眨眼的土匪。”还没等轩宇刚说话，魔焰突然转头看向西华，语气里全是戏谑：“你说那小姑娘？”话音未落，他手里的刀已经劈了过去，这下西华也要倒霉了，局面瞬间失控。谁也没想到西华竟然还留了一手，狂暴的雷电瞬间炸开，连魔焰这种老江湖都愣住了。可魔焰毕竟是魔焰，他稳住身形，脸上的笑意反而更浓了。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被这几个年轻人给耍了，拿同伴当诱饵，顺便一把火烧了老巢，这计划够狠的。看着漫天的大火，魔焰忍不住怀疑这帮人下手这么黑，真的来自那些满口仁义的名门正派吗？魔焰已经动了杀心，他觉得这几个年轻人以后会是麻烦，干脆现在就斩草除根，甚至连他们的百里云都没放在眼里。西华压力巨大，对方的实力远超预期，这种绝境下百里云会怎么做？他突然反应过来，这或许就是一场考验。魔焰可没打算给他思考的时间，杀招瞬间爆发，这一脚要是接不住命，就要留在这了。轩宇刚已经做好了拼命的准备，魔焰却一脸淡定，觉得大局已定。可谁能想到，西华突然来了个神操作，他直接把武器举过头顶，当众宣布投降。这一下把在场的所有人都整懵了。魔焰一脸狐疑，觉得这肯定又是某种诡计。土匪更是笑出了声，他觉得这小姑娘想得太美了，跟土匪讲投降，这简直是自寻死路。就在所有人以为要拼命的时候，百里云突然出现。西华主动向百里云承认自己确实甩不掉那个强盗，但他更不想为了所谓的考核，让身边的同门跟着送命。百里云这下好奇了，西华是怎么发现自己躲在附近的？西华倒是淡定，他说既然这是一场考验，那百里云肯定就在旁边看着，绝对不会眼睁睁看他们出事。百里云突然笑了，他说恭喜你过关了。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把西华彻底整不会了，但现在可不是解释的时候，更大的麻烦已经到了。土匪还在那拼命呼救，指望救兵能把这几个人解决掉。结果呢，原本不可一世的魔焰现在正忙着疯狂跑路，他一边逃命一边咒骂这帮蠢货到底偷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。魔焰还在那儿得意，觉得论轻功没人能追上他。结果下一秒耳边就传来了索命的声音，一道蓝色的闪电划过，百里云直接瞬移到了他面前，这速度快到让人根本没法反应。百里云冷笑着问：“你刚才说打算要杀谁来着？”看来他是真的没听过一天门的名号，这下是真的踢到铁板了。深夜的林子里，一个手下急匆匆地跑来找罗刹，他觉得最近外面不太对劲，想劝罗刹把计划提前。结果话还没说完，一道红光闪过，这多嘴的下场大家都看到了。罗刹根本没把外面的动静放在眼里，什么绿灵盟，什么血鹰庄，在他看来都不重要。毕竟这颗种子他已经埋了整整5年，现在谁也别想挡他的路，只有等业力攒够了，这颗果实才算真正成熟。大祭的时间已经定了，这件事没得商量。罗刹冷冷地警告那些恶鬼，让他们老实待在自己的位置上。他要用最极致的恐惧撕碎那些肮脏的肉体，最后用一场血洗让这个世界彻底变天。死到临头了，魔焰还在搬背景吓唬人，自称是什么绿林72寨的魔焰。百里云根本不吃这一套，直接把他当成坐垫压在身下，冷冷地说：“绿林的害虫就该有这种觉悟。”西华在一旁看得心惊胆战，小声问：“闹成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”百里云头也不回的回答：“谁拳头大谁就有理，不服气的尽管再来一轮。”这话一出，底下的喽啰们魂都吓飞了，整齐划一的跪地求饶。西华心里多少有点挫败，折腾了半天，最后还是得靠百里云出手。百里云倒是看得很开，随口安慰了一句：“其实你刚才的表现已经比我想象中好多了。”原来刚才那场恶斗只是百里云设下的一场考验，他想看看没他在场的时候，这几个人能不能靠自己活下来。结果让他很满意。百里云笑着宣布：“恭喜你们通过测试了。”西华他们几个高兴坏了，总算没丢宗门的脸。接下来的任务是去安化县找回宗门圣物。正试谈完了，百里云转头看向地上的俘虏，语气瞬间冷了下来：“这帮家伙该怎么处理呢？刚才还嚣张跋扈的魔焰，现在只剩下求饶的份，拼命喊着饶命。”百里云查清楚了，这帮土匪虽然到处抢劫，但好在手里还没沾过人命，既然没杀人，那就留你们一条活路。百里云决定废了他们的武功，再把抢来的武器还给百姓。丢了武功总比丢了命强，这帮土匪居然还千恩万谢，觉得捡了个大便宜。百里云话锋一转，要把债主和副债主带走，让他们去一天门当苦力赎罪。魔焰想知道自己也要做仆人吗？结果被百里云一口回绝，因为这家伙以前杀过人，留在身边就是个祸害。魔焰这下彻底没戏了，他试探着问：“安化县的绿林据点被灭，是不是也是你干的？”这家伙死到临头了，居然还想谈条件，求百里云让他死得体面点，好保住他那所谓的武者尊严。百里云听完直接气笑了：“尊严？那是什么东西？既然你肚子里还有秘密，那就老老实实全给我吐出来。”百里云根本没打算客气，直接动手开启雷电审讯，还贴心的提醒对方，撑住了没准还能留你一条命。魔焰这下彻底傻眼了，还没等开问就哭喊着要招供，可惜百里云的手并没停下，惨叫声瞬间响彻了整个山头。镜头一转，回到了一天门，有人赶紧迎上来打听这次的生存测试还顺利吗？
轩宇刚一脸淡定的回答：“放心吧，所有人都顺利通过了。”王八看着这几个生面孔，心里正纳闷呢。轩宇刚随口解释：“这些是新来的杂役，以后脏活累活全扔给他们。”还没等王八反应过来，百里云突然要检查他练得怎么样。这下王八彻底懵了，这才过了2天，怎么就要开始考核了？百里云道：“是很有信心，说你小子练得比谁都勤快，2天顶别人1个礼拜。”接着他直接点名轩宇刚，让他出来跟王八过2招。轩宇刚二话不说，拔剑出鞘，笑着请王八多多指教。看来这一仗王八是躲不过去了。王八虽然心里没底，但还是硬着头皮拔剑接招，嘴上客客气气。可轩宇刚一出手就是杀招，赤红武学第2式孤阳，这一剑势如破竹，王八只能咬牙死守。巨大的冲击力让他差点没站稳，这一剑威力实在太猛。轩宇刚被震得连连后退，忍不住大喊出声。但他不仅没怕，反而更兴奋了，只夸王八这股劲头真够强的。轩宇刚根本没打算收手，紧接着使出赤红武学第3式元火，整个人瞬间杀到跟前。王八也不甘示弱，反手就是一招逆弓爆破，2股力量正面撞在一起。他一边接招一边感叹：“你小子的内功确实有点深不可测了，眼看2人就要拼个你死我活。”百里云突然一声令下，到此为止。谁也没看清他是怎么出手的。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他已经稳稳按住了2人的剑。这下2个人都愣住了。百里云笑了笑说：“看来你对这股力量的控制还没到家啊。”他虽然认可王八这2天的进步，但还是严肃提醒，这种还没练熟的杀招，以后切磋的时候绝对不能乱用。百里云语气严肃的提醒：“刚才那种情况，稍有不慎就会出大事。”王八赶紧低头认错。不过看到大家的进步，百里云心里其实挺欣慰的。他知道每个人背后都付出了不少汗水。既然大家都准备好了，他决定立刻带队出发，前往安华县处理那边的委托。一名弟子就慌慌张张的跑了过来，大喊着出事了。原来负责巡逻的人突然失踪，而且这已经是第4个了。安华县的情况恐怕比预想的还要糟糕。金雄现在真是一个头2个大，还是没有任何线索。失踪的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就在这时，那个讨厌的家伙又来了。老人一进门就开始阴阳怪气，说这屋里全是焦虑的味道。他甚至还摆出一副说教的姿态，说要是早点投靠他们血阴府，现在也不至于落到这副田地。这话一出，金雄当场就炸了：“你居然敢让一派之主去给人当手下，这也太目中无人了！”可老人根本不在乎，反而嘲笑金雄的兄弟们都是乌合之众，说这门派根本没有未来。金雄彻底忍无可忍，直接拆穿了他的真面目：“别假惺惺地装关心了，你不过是想趁火打劫捞点好处罢了。”老人还在那儿步步紧逼，要么交钱，要么投降。他让金雄最好识相一点，结果这老家伙还没笑完，笑声就戛然而止。金雄正觉得心烦意乱，突然听到有人喊门主，回头一看，居然是个生面孔。百里云一脸从容的自报家门，说自己是受人之托，专门为了那桩失踪案而来的。金雄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。半年前开始，门派里的人接连失踪，算上平民，已经有12个人人间蒸发了，而且现场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。百里云冷静的分析，既然没留下痕迹，那就不是妖魔作祟，恐怕是某个顶尖高手干的。他直接给金雄出了道选择题，是想让他解决血阴府的骚扰，还是查清这桩失踪案？金雄咬牙，2个他都想要，但这可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。百里云顺手推过去一张纸，金雄低头一看，彻底愣住了。这居然是一份分支机构申请表，这哪是来帮忙的？这分明是想要直接收编啊！百里云这招确实够狠，他直接告诉金雄，只要你们并入一天门，那你们的麻烦就是我的麻烦。金雄一听就犹豫了，这哪是帮忙，这不是要让我们寄人篱下吗？可百里云接下来的话更有杀伤力，他说我们一天门可不是什么人都收，还得看你们龙门派到底够不够格。这话直接把金雄的火气给勾出来了。金雄当场就坐不住了，问到底要什么资格？百里云淡淡的说，实力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在当地的名声和信用。金雄一听这个，顿时来了自信，他冷笑一声，站起身来，既然要看威望，那就跟我走一趟，让你见识见识龙门派在这片地界到底是什么地位。金雄本想带百里云来见识一下威望，结果刚到街上，场面就有点尴尬。一个老太太支着他的鼻子，让他赶紧滚回家，别在这儿让家里人操心。金雄还想顶2句，说自己要是走了，谁来保护这片地方？结果连路边的小孩都敢笑话他，问他是不是又被奶奶给骂了。金雄气得不行，转头就开始教训那个叫成真的小子，让他少背点东西，别把腰给压坏了。这哪像是高高在上的门主，简直就是个爱操心的大家长。百里云在一旁默默看着没说话。金雄有些感慨的解释，这地方虽然大，但人并不多，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早就跟一家人一样了，所以保护他们就是自己的责任。听到这儿，百里云终于露出了笑意，他淡淡的说了一句，你合格了。金雄还在那儿嘴硬，说自己从来没听过什么一天门，更不想随随便便就屈居人下。百里云也不跟他废话，直接抛出了一个先试后买的方案，事情我先帮你办了，不管是血阴府还是失踪案，等解决了你再做决定。金雄嘿嘿一笑，试探着问，万一我拿了好处不认账呢？百里云脸上的笑意瞬间变得有点吓人，反问他，你觉得这可能吗？金雄立马就怂了，赶紧说是开玩笑。2人这手一握，协议就算达成了。可还没等金雄高兴太久，百里云就开始算账了，这每月的供奉竟然比血阴府要的还多。金雄听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，百里云这才慢悠悠的补了一句，看在你是第1家分店的份上，我给你打个折。谁能想到百里
云这次居然要单独行动，而且任务还不止一个。他伸出2根手指说：第一，得防着血鹰府那帮人插手，咱们必须抢在他们发现之前，先把钉子扎进去。第二，就是最近闹得人心惶惶的失踪案，这事儿要是查不清楚，谁都没法安生。西华听出了不对劲，这失踪案要是没规律，说明对方根本不是为了求财，而是另有目的。百里云点点头，要么是为了掩盖什么，要么就是他们有一套自己的选人标准。西华还是觉得不稳妥，就咱们2个去是不是太冒险了？金雄倒是一脸轻松，还一口一个小姑娘的叫着，气得西华赶紧纠正：我有名字，我叫西华。百里云没时间开玩笑，他得亲自去盯着血鹰府，查案的事只能交给西华带队了。临走前，百里云还扔下一个重磅炸弹：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就是代理门主，遇到急事你自己拿主意就行。这下担子可重了。好在王八他们挺讲义气，直接表态：放心吧，兄弟们肯定全力配合。百里赞月还是不放心，一个人去闯血鹰府，这跟送死有什么区别？他想留下来帮忙。百里云却摆摆手拒绝了，与其等他们找上门，不如我主动杀过去。他踢了踢瘫在地上的老人，为别装死了赶紧起来。老人还想仗势欺人，大喊着问百里云知不知道他是谁。结果百里云冷笑一声：我当然知道，你回去告诉你们府主，一天门的百里云马上就要登门拜访了。看着老人那副没听清的蠢样，百里云眼神一冷，既然记不住，那我就直接刻在你身上。这血鹰府的府主千履明正对着自家新牌匾自我陶醉呢，他觉得这字写的简直跟他们府的前程一样闪闪发光。在他看来，想在那些大门派眼皮子底下活命，就要学会察言观色，躲在安华县这种没人管的小地方，慢慢攒实力才是硬道理。可就在他做着称霸美梦的时候，天空中突然传来一声闷雷，这大晴天的哪来的雷声？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麻烦已经从天而降了。一声巨响，血鹰府的招牌直接碎了一地。百里云就这么大摇大摆地站在门口，开口就问：你就是这儿的老大？千驴鸣哪受过这种气，在自己的地盘被砸了场子，他大声吼道：你到底是谁？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百里云一脸淡定，不紧不慢地自报家门：我是一天门的门主百里云。千吕明听得一头雾水，这名字根本没听说过。百里云笑了笑，又抛出一个重磅消息：你们派去安华县的人还没回来吧？实话告诉你，那个惊天龙门现在已经是我的分部了。这话一出，千吕明终于听明白了，你是想让我把手从安华县拿开？百里云点点头，没错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千吕明还在这儿装大度，说百里云一个人闯进来胆子不小，接着他手一挥，让手下教教这小子怎么做人。可谁能想到，也就一眨眼的功夫，满地就只剩下躺平的尸体了。百里云拍拍手说，本来只想给个警告，谁让你们的人这么急着投胎。千吕明这下彻底懵了，大喊着问他到底是谁。百里云根本没打算废话，身形一闪，直接冲向了后方的长老。千吕明还在那儿放狠话，说我们5大长老联手，你就算再强也得死在这儿。百里云听完直接笑了，5个人确实有点多，那我就先动手减掉几个吧。说要减员，那是真的一点都不含糊。这雷光一闪，刚才还不可一世的长老们瞬间就全躺下了。千吕明这下彻底傻眼了，他引以为傲的5大高手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连个反抗的响声都没听着。百里云站在一地狼藉里，语气轻松的像是在问晚饭吃什么。现在是不是只剩一个了？怎么样，咱们还要继续吗？刚才还喊打喊杀，现在千吕明直接跪得比谁都快，大喊着欢迎贵客光临。这急速认怂的操作，连百里云都看沉默了。千吕明心里算盘打得响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只要能保住命，以后总有翻盘的机会。百里云一眼看穿了他的心思，直接把话挑明了，你是觉得大门派看不上安华县，才想来捡个便宜吧？千吕明尴尬的承认了，但他还想最后挣扎一下，说那地方毕竟是自己的地盘。百里云一个眼神扫过去，冷冷的问他是不是有意见。千吕明吓得赶紧改口，没意见，绝对没意见。百里云没再废话，接下来的这个问题才是他今天来的真正目的。百里云提到了安华县人口失踪的事，既然这儿以前是血鹰府的地盘，千吕明肯定调查过什么。他盯着千吕明问，你们该不会光顾着收保护费，完全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吧？百里云眼神一冷，手已经按在了剑柄上。千吕明吓得赶紧解释说，安华县的森林实在太大了，而且那地方自古以来就有妖魔出没。妖魔？百里云显然是第一次听说。千吕明看他这反应，反倒觉得有些意外。他解释说，那片林子地势复杂，连武林盟和黑道联盟都管不了。虽然官军会盯着那些厉害的大妖，但到处乱窜的小妖根本防不住。要是随便派人进去，万一惹恼了那些东西，麻烦可就大了。千吕明还在那嘿嘿陪笑，说万一惹出百鬼夜行，那场面谁也受不了场。百里云的眼神瞬间冷了下去，他直接把话挑明了，任由妖魔聚集而不去处理，后果只会比百鬼夜行更可怕。说白了，你就是怕损兵折将，只想在这儿吃干抹净，根本没打算管老百姓的死活。千吕明吓得跪在地上，头都不敢抬，连声喊着对不起。百里云转身离开，丢下一句狠话，以后我会经常回来查岗，你最好给我老实点。可就在这时，系统突然弹出高能预警，一股巨大的因果力量正在搅动。百里云还没反应过来，一道黑影闪过，他竟然直接被震飞了出去。刚才还跪地求饶，这货翻脸比翻书还快。他狂笑着说自己绝不会向无名小卒低头。原来他以前是天班队长，自以为见过大世面，趁着百里云转身，竟然想从背后下死手。百里云连头都没回，语气平淡的让人害怕。既然
你这么有自信，那为了以后清静点，就先留下你的一只胳膊吧。千缕明这下彻底懵了，还没来得及求饶，骨头断裂的声音就响彻屋顶，惨叫声瞬间惊动了所有人。大批守卫已经闻声赶来。百里云看着脚下的废物，冷冷地问他：“让你去传个话，怎么现在才到？”血鹰府的人确实不少，为了以后省点麻烦，得帮你们减云了。安华县西南边的绿林山寨彻底变成了一座死城。西华走进寨子，发现这里安静的让人发毛，别说打斗的痕迹，连一滴血迹都看不见。桌椅家具全都摆得整整齐齐，就像所有人都在同一秒凭空消失了。就算是失传的摄魂术，也不可能让这么多武林高手连反抗都做不到就全军覆没。更奇怪的是，这股力量居然放过了天龙门。西华正发愁没个目击证人，刚想坐下歇口气，结果屁股还没坐稳，意外就发生了。西华尖叫一声，整个人差点跳起来。这空荡荡的寨子里怎么还有活气儿？刚才想坐的那张桌子竟然自己动了。一个声音从底下传出来，埋怨他不该随便乱坐。西华还没回过神，男孩就从桌子底下钻了出来。他一脸委屈地说：“你可把我吓得够呛，谁能想到在这全村失踪的鬼地方，竟然还藏着个大活人。”